等一下的行程是在外面，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成立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等下再大家一起再进来，我们再进行我们的这个开幕的动作。好，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开始的话，请大家可以往外面来移动，然后我们准备来做个大合照。哦，等于说合照先呐哈，然后大合照先，然后签个名，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再进来。OK， Hell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 Yeah, we have to start our ceremony first. Yeah, so we take the group photo outside and then come inside. Okay, thank you.
请外面学生坐进来。好，各位这个产业界的伙伴，还有李校长，还有我们的这个贵宾，来自德国的贵宾、泰国的贵宾、新加坡的贵宾。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成立大会哈，那我们的这个程序我们刚刚已经先这个签名画押了哈。那我们以后大家就是在这个同一个船上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生殖绿能产业哈，在这个台湾能够发挥这个一些影响力了哈。那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往这个循环经济跟我们的 ESG ESG 这3方面哈是来做这样的一个整合。那我们今天的产业哈，在这边我们包含这个上游的啊，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整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发酵技术。那每一个产业，怎么中游啊、下游的产业哈，如果没有沼气就不用玩了哈，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台湾在这个发酵技术的这个效率上面，一直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了哈。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琢磨。那气体出来之后呢，那因为有一些这个不纯物哈，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纯化。那纯化有做脱硫啦、脱水啦，那现场的一些产业也有相关的这个产业技术。那最后就是发电业了哈。那发电蛮重要，因为台湾我们这个早期发电的这个发电机没有自己的。好，那我们今年那个我们的那个协瑞厂商哈，这个Kova 哦，那高总他说他想发展这一块，好，那其实他已经有原型机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整个产业都串起来。但是串这个产业的过程哈，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实际上大概还要有一些 consultant 或者是说这个平台相关的企业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第5大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啊，正大。哦，他也做很多 ESG 相关的哈，他也在现场。那我们的要有建筑相关，因为我们的这个东西做起来啊，通常是一个建筑物啦，或者说建设设备，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以前的施总会长啊，还有这个营建公司非常大，我们的学校很多的建筑都是大家建的。那还有我们的那个学长那个建筑事务所，然后我们的那个代主将代建筑师哦，他也会整合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需要很多的相关的产业。那当然，通常我们这个生殖绿能，如果能够搭一些太阳能板也不错。哦，所以我们有一些产业从太阳能板啊，或者是太阳板洗板子啦，或者是说做一些这个 ESG 的，哦，也一些。那当然也从农业方面会做到这边来的哈，因为。农业这一块，因为现在都要农营型的什么太阳能板，那我们的沼气啊，如果是农业废弃物的这个剩余资材来采，又更好。那在生质能领域哈，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沼气发展的技术，我们生质能领域我们还有我们的固态的这个转换技术，我们叫 thermal conversion process。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有一些产业也想导入。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吴耿东吴老师在这一个里面啊，是全台湾大概有名的哈。如果你有申请这一方面的这个计划，你大概都遇到这个审查委员叫吴耿东吴老师，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哈。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那因为农业相关，我们也会牵扯到 GIS 啊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到底这个 best site 在哪里啊哈？我们那个飞机一飞上去，我们就知道了。像我们的那个 GIS 中心的那个叶老师也在这里啊，他们的这个飞机飞上去就知道放在哪里这个最好了哈，这产点哪里最好啊？他们会做这个资讯。这可视化的资讯的一个dashboard， 它这个做得很漂亮。好，如果说像这方面产业，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的哈，也可以跟我们这个联盟联系哈，我们一定会请这个叶老师来协助。那另外，我们最近这个庄有忠庄老师啊，他这个国土署的计划他做最大，然后这个把我们台湾所有的这个地啊，他说怎么样子看到这个树长出来就知道它吸多少碳哈。那但是因为这个植批有不同的树啊，有不同的草啊，好有灌木、丛木什么哈，那时候很难可以很精准的去分析。那这个庄老师他好像有一套技术哈，已经把这个弄得很好，好，所以也是说飞机飞上去我就知道这块地减多少碳了哈，意思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这边哈有很多相关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建筑系的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的联盟里面还包含了这个
台大的2位老师哈，他一直做生物科技做得很好。那我原本想说把这个相关生物制药业也弄啊，不过那个太大了，我就没有管。不过我们可以做生物材料哈，就是 biomaterials 这一块。那因为很多的生物材料来源也是从这个有机废弃物降解完之后的产品可以产出的。好，所以可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知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块，叫 biomaterials。好，那所以这一块我们其实就是台大有一位这个吴宣成吴老师哦，他很厉害，他都跟这个美国这个叫做这个国防部做合作的，为什么？因为他做防弹衣嘛，做防弹衣。哦，他的防弹衣很厉害啊。好，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蒋衍玉蒋老师啊，他是做微流体的。那我把这些技术简单讲一下，表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老师都在里面。那我们的食品科技的老师也在里面。好，那我们逢甲大概有8位老师在里面啊，所以都可以做各位的后盾。那我们不是只有台湾这些3个学校产业的老师哈，那我们还有国际上，尤其是我们德国的好伙伴呢 ，Dr. Hans from the University Hohenheim Stuttgart they also can produce the big system in Germany。因为在德国已经有1万座的生殖早期厂啊，就高效的，因为台湾没几座啊，为什么哈？我们就可能也跟德国合作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可能有很多的设备我们台湾不能做，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些的设备哈，透过这个 Dr. Hans 的导入啊，那我们看是不是在台湾找一些企业把它做起来，就是像 Kova 那个哇那个我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个 Dr. Hans 那边设计了很多的这种叫做前处理 enhancement 的这个设备啊，这个 chain rate 啊扫一扫啊，这个效率可以增加10%啊。但是那个设备没人做哈，就是这样啊。台湾就不太能做，说不定搞不好，有一些产业你们可以做出设备来的，那我们可以来做 design， 因为他快退休了，啊，他快退休了，所以他是来自这个德国这个叫做国家生质能源与农业工程研究院的 leader 啊，就是 director， 啊，我的学生现在都还在那边啊，我今年有3个学生在那边，已经2个回来了，有一个在这啊，有一个在这，所以你们要的话赶快挖角啊，对，那个另外一个今天还没看到人。已经被挖走了，也是王六道上市公司，在内湖科技内科了哈，等一下来也可以，也是都送过去，这个德国过了哈。那我现在还有1位在那里哈，等回来之后看大家要不要，啊，我再跟大家讲，所以我们也可以做这个 trainer 的角色，我们可以训练这些学生哦，那供应给这个各位产业界这样子。那我们开始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former president Dr. Lee。要这跟我们做一些这个opening 的 remark。OK，welcome Dr. Lee。好，这个我想刚刚这个朱教授已经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这个联盟的成立啊。不过因为我是有亲身参与我们朱教授，我们一起跟这个一起到那个国科会啊。Defense，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在国科会上面支持啊，但是我会感觉到这个国科会的审查委员呢，对我们这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事实上有一点点的轻忽啊，他并不知道说，其实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个企业，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先跟各位报告，就是透过这一个联盟，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组成一个新的生态系。那这个生态系呢，当然我觉得我们短期之内可能就是如朱老师所讲的，我们先聚焦在生质能上面。那怎么样把我们国内的团队结合起来，包括我们的产业界。包括我们的学术界，那这个学术界包括逢甲、中兴、台大，然后还包括这一些国际的这一些合作伙伴。那我们有机会做很重要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地，我们在地组成很强的一个生态系跟供应链，能够在台湾有落地的机会。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国际杯。能够我们有机会整个团队输出到国外去，那这就是这个我们这一个联盟成立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以及目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联盟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在国科会的
部分经费的支持底下，啊，再加上我们创造出来的价值，需要有兴趣的这个企业一起加入，我们在这上面形成一个联盟。那这联盟呢，会有蛮多的活动，活动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但是更重要一点的是，在这联盟的产业有机会互相了解，那我们有机会，刚刚跟各位讲，我们在地、国际，那这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所以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成立大会。所以刚刚朱老师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主轴上面，有上中下游的这样子的产业。OK， 当然这个朱老师想得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要先聚焦。OK， 那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呢，这个国科会会来 review 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在意国科会的 review， 但是我们希望在国科会的 review 之下，我们能够更茁壮，那真正的让这个生态创新的这一个产业，尤其是近邻碳排的这个产业，在逢甲大学，不是在逢甲大学，在我们台湾能够落地。哦，那所以呢，这里面有非常多参与的老师们，今天也在这里。那透过一个论坛，向各位报告一下，这一个联盟里面现有的老师们他的一些技术，那也动我们这一个联盟，那也希望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联盟当中，我们做到我们向这个国科会啊承诺的，我们希望让这一个产业在台湾能够产生，啊。那真正我们现在做的早期呢，刚刚讲在国外啊，德国有1万多座，那在台湾有几座呢？其实有限了，我们朱老师这边做了不到10座，所以台湾本身应该有蛮大的这个机会。那更重要的，有非常多国际的方向上面。那当然，在国际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欧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我想它在价格上面绝对竞争不过我们。第二个呢，在距离上面也竞争不过我们，因为真正我们要去的地方，各位清楚，就是这个生质能非常庞大，啊，但是呢，技术上面还需要大家来协助的东南亚，所以我们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台湾落地，在国际我们能够发扬光大。所以祝福我们这个联盟今天成立之后，哦，能够我们大家往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开花结果。谢谢各位，谢谢。哦，好 ，OK， 好，谢谢我们那个校长跟我们的这个勉励啊和支持。对，我们其实目标是放东南亚，哈。那因为我在东南亚，大概我去印尼40次啊，去泰国大概30次。那这个因为我以前在科技部下面的这个东南亚科技政策研究，我就是负责泰国跟印尼啦，哦，所以我跟他们那些的关系也都很好。那所以今天其实外宾不只是德国的外宾，我还邀了一个泰国的梅州大学老师。那梅州大学是泰国这个最大的这个农业大学啊，我外面那一堆卡塞萨的学生10几个，哦，这2个是泰国2大农业大学，哦，那都是排名都前10名的，哈。那如果有些我们要往那边走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把这个连结到时候再输送给大家。好，那我原本是要邀请我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对啊，施主要不要还是讲几句？好，对。好，我们的这个首席科学家帮我们讲几句话。好，这各位贵宾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很高兴哈，能够看到这么多人这么踊跃，就是产业界、还有学术界，还有从国外来的这么多的嘉宾。最重要，我们今天请到。真的是国际 International Forum， 我们有 Dr. Hans Oxen， 这个是10年前我去亲自到他那边去拜访过他，他非常的热忱，他这次是第一次，first time here， 第一次来，而且非常匆忙，特别来参加我们这会啊，所以我们也刚刚跟他稍微聊很感动。他也许对我们现在台湾区的交换学生，不只是我们台湾的，东南亚的学生，凡是在我们逢甲注册的，他都是非常的热忱来帮他们这个照顾得非常好，所以这点。我代表我们逢甲学 very best Dank für alle die für unsere Studenten hier in Deutschland， ja best Dank， 非常谢谢。好，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这里呢，我们这里可以说今天好多德国这个校友啊，可以说是
这个 Dr. 这个 Keller，Holger Keller，come here。他是德国来的，他也专程昨天来参加这个会，是这个他是在海德堡的，就是这个是所谓化学家。昨天他也做了很精辟的这个演讲啊，也是他在过去我在逢甲大学特别请他到我们3年8个月的这个客座教授，在我们化工系也是贡献良多，我们也给他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所以另外呢，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的亲密的战友，这陈一恒陈博士啊。他也是德国卡斯鲁大学，像我们现在变成德国同学会了。今天在这儿啊，他非常优秀，他台北工专毕业，他做过 BSF 在这远东区的总经理，现在他在退休了，非常的热忱。反正我在这边，他一路走来啊，跟我们在这个逢甲大学每年的论坛，尤其这个生态创新这个字啊，是我们两个在20年前我们两个想出来的，就 innovation 啊，突破极限，这是非常重要一个 concept。现在我们都认为所有资源都达到一个所谓都缺乏了，实际上地球没有废弃物，地球是非常的充分，最重要是靠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来把这个是化腐朽为神奇。这我常常讲，我们学化学，化腐朽为神奇，叫 from the garbage you can make valuable materials or the resources。所以地球 there's no waste at all on our earth，no waste at all，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每一个分子，每个原子，昨天校长也讲了，我们都要变成这 each atoms is valuable materials is on the earth. We have to to 把它这个非常珍惜它啊，非常珍惜它，把它充分的运用。这就是我们这个生态创新、这个循环经济这个基本上 idea。还有呢，这陈一恒呢是罗马俱乐部 （Roman Club），所以今天这本书。特别，当初我跟陈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 Rome Club， 这个书啊，这本书由中纪社翻译成，这个是花的有中纪社花了好几百万，印了1000本，非常好，所以我今天也特别送给大家。这是罗马俱乐部，也是属于成长极限的崛起与共生。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分享，我就不多说了。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科学家啊，我们的那个师祖辈的哈，那我们还有2分钟，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施前总会长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学长哈，就是这个掌握全世界我们这个逢甲的这个校友的施前会长来跟我们大家讲。实在不敢当哦，今天是抱着很热忱的学习的这个态度啊来参加这个会哈，尤其这个秉贤校长是我最尊敬的这个逢甲大学的校长，然后我们的教授，还有今天还有远道从这个德国来的几位资深的科学家，然后在建筑的领域我们也是致力在节能减碳，就是要从设计端就开始，然后还有建筑材料、建筑施工这个也都是我们公司正在做的哈，然后今天又可以更深的一步。能够从这个藻能能够刚刚听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地球上没有废弃物，都可以把它变成再生能源。我想，这是今天在座的所有各位参加的这个贵宾学员都要一致努力的目标为地球留下更好的环境给我们后一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施前总会长哈。那OK， 那个我们李校长因为有这个要工哈，所以是没办法。他李校长能够来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其实他虽然卸任了，在我们学校还是掌握非常多的这个 meeting 的部分哦，还是要李校长来协助。所以我们是不是再次谢谢李校长呢？那今天那我们就先让李校长先离开。我们接下来有 two speech the from University Honghai, the Dr. Hans, and another speaker is Xu Zong. So before we have the break, we still have 2 speeches here. So maybe we invite the first speaker, our distinguished guest from Germany. Okay, let's welcome our Dr. Hans to give the very good speech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Professor Ch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troductio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especially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your Congress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t to present you anything about our research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biogas and the activities of Germany in this field. And we have done a lot in the last years. I'm coming from the Stat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and Bioenergy. This is a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here you can see the map from Germany, and Baden-Württemberg is the state where I'm coming from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town where Hohenheim is located is Stuttgart. If you compare it to the size of the area, the size of Baden-Württemberg is nearly the same like Taiwan size, but we only have less than half of the inhabitants there. So you are much more crowded than we are in this area. And a lot of you will know Bavaria maybe, with Munich as main town, also Berlin here, and Hamburg, main cities in Germany, to give you an orientation. Baden-Württemberg is a very nice country with a lot of culture. You can see a nice landscape, but on the other side we have also a big number of famous brands like Daimler, Porsche, SAP, Würth, and so on. You will know some of them. And a lot of engineering is there found to find. Yes,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t Stuttgart. It's an old university funded more than 200 years ago, 1818, after a hunger need in this region when we had an eruption of a volcano in Indonesia, and it brought a lot of darkness and bad harvests, and so the king of the former time funded this university. Today we have 3 faculties: agriculture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and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totally around 9,000 students, the staff 2,000, and academic staff around 1,000, less than 1,000. This is not the only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We have also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nd other topics at another university. Yes, here a view onto the university. The campus is very nice, with the castle as main building. This is from the former king who funded the university. We can see pictures from the gardens and also from festivals there. And on the right side, we can see some of our equipment for researching in the field of biogas, simple batch tests for looking for the methane yield, continuous running systems to make systematically analysis. And we have, or we are glad to have a full-scale biogas plant where we can make in a very big level examinations for the farmers, which are our colleagues. This is a group of my team. We are around 25 persons, and yes, this is Hans Koh from Professor Chu's team, and also Chechen, and Raymond was not available at this day of the photo. He was also there. Yes, I want to show you an overview about some aspects,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biogas, alternative substrates, efficiency and flexible biogas production, which can be important to support energy, biomethane upgrading and fuel, and some bioeconomic concepts. I don't have so much time to each of them,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that we have an increase of electric consumption or produc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over the last 20-30 years, and at the moment more than 60% of the consumed electricity is coming from renewable sources. Hydropower is a very common system, but its share is very low. But wind power is very important, photovoltaic, and also biomass. Biomass allows us to be flexible compared to wind and solar, which are coming when wind is
political aim is to come to 80% up to the year 2030. Biogas is shown here, and we can see at the columns the biogas plant numbers, and these are mostly big biogas plants, an average of 450 kilowatt electric power. And on the green line you can see this is electric power, 3.8 gigawatt installed power, which is necessary to burn all of the produced biogas, but we have bigger power or higher power available, so it allows us to produce electricity flexible, so adapted to the need of the grid. And most of the biogas plants in Germany are running as heat and power units, so they burn the biogas, produce electricity and heat for the surrounding. Different from Taiwan, we need a lot of heat, especially in wintertime, for heating the houses. We have a few of our biogas plants equipped with upgrading systems, so take out the CO2 from the gas to bring it into the natural gas grid and to use it later. Some aspects of the existing biogas plants, they mostly are running in a CSDR system. Few are simple step systems, very small, but mostly we have 2 or more digesters in series to optimize the system. We have gas-tight storage of digest state. This is important to cover it and to avoid uncontrolled methane and other emissions from the tank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 organic loading rate, the feeding level, it's broad spectrum available, averages around 2.5 kilogram volatile solid per cubic meter a day, and the retention time of the substrate in such a digester is relatively long to be sure that all of the organic is transformed to methane. Normally it is in a level of 150 days in an average. And the electric power of the systems is also very different. Small plants up to very big plants with 2 megawatt. So it's a broad spectrum. And these 230 gas upgrading systems are very big. It is only economic in a very high level, so more than 2 megawatt is necessary at this biogas system to ge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important, more and more of the plants are running flexible, so they can really produce electricity in this time when sun and wind is not available. Here's some pictures of biogas plants. They are constructed of concrete, often sometimes of stainless steel. We have horizontal, but mostly these vertical and CSDR systems like you know them. We have only a few units who are running in a solid fermentation, mostly as batch system, like garage or like covered tanks where we fill in the solid material, but this is not very common in Germany. Sometimes for bio-waste, sometimes for solid manure, but the most is done in liquid phase. What is with the products which are used? We can use very broad spectrum of substrates. Liquid and solid manure is very important. The disadvantage is that only 30% of the produced manure in agriculture is used in biogas systems, so we have to increase this share. We are using a lot of energy crops at the moment. 50% of the input is coming from energy crops. The production needs also work and needs arable land. Yeah, but it's economic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We try to increase the share as a use of byproducts and organic waste. By using of these byproducts and waste, we have often the problem of the high fiber content, and so we have to solve the problem how we can get a good transformation rate of fiber-rich material in the biogas system. I will show you later some aspects. Grass silage can be one important source for energy production.
grass silage we are producing, or we produce a lot of grass. And one aspect i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cattle is reduced in the last 25 or 40 years here shown. So no one needs this grass, and it's a good possibility to use it for the biogas system to produce energy out of it. And it'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to conserve this landscape, because if we don't cut this grass, we will get wood, we get forest, and this is not so nice for the landscape to have it closed. I want to focus on another substrate which is possible for the biogas system, horse manure. We have a lot of hobby horses in Germany, riding horses, 1.2 million horses with a lot of manure production. So at least we could use such a material as a raw product for the biogas production problem. Again, the structure and the poor fermentability. Therefore, we tried to pre-treat the system by a crushing unit coming from the recycling industry for rubber or for wheels and such things. But it's also usable for this biogas substrate. Another system we are using is the ball mill. It's a system which is also crushing the structure, and we can get from this long structure horse manure fine fibers, small fibers which are able to transform in the biogas process. And this is our research plant again in full scale. It exists out of two main digester lines, fermenter 1 and fermenter 2. And in this, we can compare two variant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is plant has an electric power of 350 kilowatt. This is nearly the average of the plants in Germany. And the digester volume, each 800 cubic meter, and temperature more than 40 degrees centigrade. And this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the two digester lines with the control of the input of substrate continuously, the weight and the quality, and also the qualit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as and the volume of the gas is measured every day or every hour continuously. And one of the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a crushing unit, the other not, and so we can compare the substrate. And our mixture, which is brought into the digester, is shown here: 40% liquid manure, around 26% solid manure, with the main part of horse manure, and the rest is energy crops from grass to maize and so on. And each digester is fed with the same volume and the same composition. But one is crushed and one is not crushed, and here you can see the results. The system without pre-treatment, over the control period of half a year, we could see that the methane yield, the specific methane yield, de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brings mechanical problems in the system. And the other one, where we have the crushing and the pre-treatment, the methane yield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we had better conditions and more efficiency and a higher methane yield out of the whole process. Yes, let's come to some aspects of efficiency. Efficiency is very good connected to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of the households and the industry. We can see in this red line the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which is changing from the day to the night, for example, and we can se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nergy sources if we don't use fossil energy. This is a view into the future, and you can se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we can get equal situation. We can use solar energy, we can use biomass, and we can use wind energy and hydropower very well to produce all of the consumed energy for the day and for the night. The advantage in the night, we don't have solar energy, and there the consumption is lower. The problem can be, for example, at the weekend, when
industry is not consuming energy, so we have an overproduction. And also, if we have special times without wind and without sun, there is also a need of buffering. And there's a question how we can do this. We made examination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es, with different digester types. For example, such fixed bed digesters, which are also used sometimes in the industry, with a fixed bed where the microbes can settle down and are fixed and not flushed out, especially if we have very thin substrate. On the bottom you can see the feeding input. It can run at a low input, but if we increase suddenly this feeding density, the process is not inhibited like in CSDR systems, where we get very quickly problems. But in this system, we can increase the methane yield quickly in a few hours, and then we can stop it again, and the methane production falls down again. And this is also an advantage if you want to produce the methane in time when the industry needs more energy, for example, and we have to store only the raw product before in tanks, and then we can run such a system. We tested also with this bad material horse manure if we have possibilities to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and we saw here is an overview of 2 months of the two digesters. Digester 2, the red one is untreated, the black one is with pre-treatment system, and one aspect was we have a higher methane yield from the pre-treated system, like we have seen it before from the other crushing system, and we have a much more or higher flexibility by producing. We can forecast what will happen. Here is the untreated system, digester 2, where we don't have a real kinetic, but if we look to this digester 1, the same input, totally different. So we can say if we want to have in, for example, 4 hours, more electricity, more biogas first, then we can feed at a special time to increase the methane yield. This is one of the aspects. Yes, we have also the possibility to upgrade biogas. Biogas exists mostly of 55% methane, the rest is CO2. If we produce a lot of wind and solar energy, we can have an overproduction in some times. And what will we do with this overproduced electricity? We have the chance to transform it by electrolysis. Hydrogen can be put also into the gas grid, but only in a low level. But we can put this hydrogen also in the biogas process. There is a Sabatier reaction. Hydrogen plus CO2 gives methane, and we have tested it, and it's 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 hydrogen together with the CO2 of the biogas process to more methane, and at least after a past cleaning system, we can put it into the gas storage pipes to have it stored, for example, from summer to winter time, or also in few hours, and can take it out again if we need it, or we can also use it as fuel for cars, for example. And in our research equipment, we have seen it before as scheme. Here are these two digesters, two digester lines in natural photo. We have installed such a pilot plant for upgrading of the biogas with this biological methanation process, and also to produce CNG and LNG as fuel, and may test it. So here we can see some of the equipment there, the electrolyzer and the methanation reactor, which is installed there, and we clean up the gas at least the last maybe
5 to 10% of CO2, which is still inside, is taken out to be able to press it into the gas grid or to use it as fuel. And therefore, we are making examinations with, for example, buses. Why buses and no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specially if we want to use LNG, which is cooled down to 162 degrees centigrade. It's a problem if the machinery is not running continuously, always. So we will lose our methane again. But if we use such consumers like buses or heavy transport machinery like lorries, then it's very good to use this LNG. And the concentration or the content of methane or of energy inside of this LNG is much higher than at CNG, which is also possible to use in normal systems. Let's come to the last aspect, byproducts. Additionally to the biogas production, we can combine this fiber production with biogas, for example, from special energy crops, which are flowering, which are positive for the environment, these nice plants, but their disadvantage is that they have a high fiber content. Or we can use this bio-waste, special collected bio-waste from households, and we are using their pre-treatment system with steam explosion, upgrading or heating up at 150, 170 degrees centigrade under pressure, then exploding of the tank, and the fibers are divided from the cell ingredients. The cell ingredients will come to the biogas process, and the fibers will be used, for example, for producing of paper or cardboard, or if we take waste, for the producing of small plant pots where you can buy your plants for the garden, for example. Yes, in one project we are doing together, we look for the peat production. A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a lot of horticulture in Germany and a lot of peat which is coming from natural sources, which hinder the environment. And so we want to substitute this material by recycled material to have better condi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Let's come to a short summary. Manure, organic waste, and byproducts are optimal substrates for the biogas process.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is the most common energy source worldwide, but we have seen the problem is the structure of this material, but we can break this structure, we can find solutions. Substrates are shown here, again. Yes, we can break the material with special systems. We have to look very good f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biological process. This is not always done in practical biogas plants. We have seen it in controls. The fermenter concept and the substrate must be well matched to each other. If not, we have problems and ineffective output. Biogas is usable in heat and power units very easily, but it's also possible to upgrade it and bring it to the gas grid or use it as fuel. And some of the farmers already started by using it as fuel, but only a few number. It'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because the heat and power systems had been supported in the last 25 years very good. So this was a reason why the biogas number is increased, but now the government stops or reduces the support for this heat and power unit, so the farmers try to go more to these systems with fuel. We can get a closed CO2 cycle at such a system. This is a very big advantage, and biogas is a good supplement for fluctuating wind and solar energy by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And we have also bioeconomic concepts available which are relevant to substitute fossil resources and also to bring separate income for the farmers who are working with this field. This was a short overview about the biogas situation in Germany, only a few aspects. I hope it was interesting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f you have questions, I will be availabl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for Dr. Hans' speech. I think we still have 5 minutes for the Q&A section. So, any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Okay. Yeah, I think, okay. Yeah, Professor Xie. Hi, Professor.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presentation. I'm Cindy. I'm from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 To be honest, I know little about the technical parts. I'm learning from Dr. Zhu and all the teams. But I'm wondering about the social aspect.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in Germany, there is a political goal to reach some kind of 70% of renewable energy by a certain year, right? I'm wondering how in Germany, the government or maybe people like you from higher education turn the political purpose into social awareness so that everybody can be aware of this issue. I was amazed by what Dr. Zhu said that like in Germany, there are about over 10,000 biogas plants. But okay, in Taiwan, we just got started, less than 10. And most of the biogas plants in Taiwan are from these people. And as a teacher from the university, I'm wondering how we can learn from your country to make this kind of wellness be available to especially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especially young kids from schools,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for this interesting question.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e had a lucky situation. We had around 20 years ago a constellation of a Green Party together with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y started with this development. Yeah, every party, or nearly every party, only the nationalistic, extremely nationalistic party, they say we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environment, we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CO2 in the environment and so on. But the most of the parties agree that we need a change from fossil energy to renewable energy and from fossil sources to renewable sources. And therefore they put the way in this direction. And at the moment they stop it a little bit because the lobby of energy production is also active. And if you hear the sounds from US, for example, don't have with CO2, influences also the thinking there, because this renewable energy is mostly a little more expensiv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than fossil fuel. Fossil fuel you can use without to look for the negative results. But meanwhile, we have seen that solar energy is much cheaper than fossil energy and has no environmental disadvantages. So we can find, or we have the chance to, was heißt überzeugen, to tell the people that it's a better way. But it's a discussion in the society, no question. We have to battle always to br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on this side. And especially if energy i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n we don't have a chance, we will be blocked. I think we have to learn some of the policymakers in Germany, you know, because in the first beginning, they can give a very good fit in tariff rate in Germany. That's why they can set up this kind of the biogas plant a lot in Germany. Right now, it's reached around 9,000 more, right? But depends on the landscape in Taiwan. At least the Taiwan needs 200 more, right? Yeah. So here we can create the alliance here. So maybe we can think about the future in Taiwan. It's like Germany's idea. Okay.
Then Can I add one sentenc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spect, social aspect for the rural area, because we had often a problem for the farmers. The young farmers had not been interested to take the farm from their parents. So with biogas, they could earn money, and this was an aspect to stay there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o have more working places there. And a lot of working places are especially also in this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 This is also important. Okay, any other question? Yeah, okay, yeah. But you can speak in Germany, no problem, yeah. You forgot to mention that we also have one problem in Germany, because 20 years ago we shut down all the nuclear power stations. Sorry? We shut down all the nuclear power stations. So we need electrical energy. And so but I don't think this is a problem. It's not a problem, of course. Yeah, it's very nice for you. Yeah. Yeah. Yeah, I think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we know it. And if I heard right, also Taiwan is planning to switch off the atomic power plants. Yeah. We have no nuclear power right now. Yeah. And we have also switched it off in the last time. Yeah. So. In Taiwan. Yeah. Yeah, no more nuclear power right now. Yeah. Yeah. But you can also use the bio waste or the organic material first. Yes. In Germany, we have taken the way with the energy crops. This was also an advantage because we had an overproduction of food in Germany, in Europe, and the prices fall down for the farmers and so on. So this energy was a good situation in this time, but maybe in future it will change. But now we have a big number of biogas plants. We have also a big number of photovoltaic on the roofs and also in the landscape sometimes, and also wind power. But we have to increase it, yes, no question. Yeah. Okay. You see different. Okay, thank you. Yeah,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因为以他们学校来讲，他们是 full scale 在做实验的，full scale， 他们这一做大概养活27个研究员了，哦，因为他们趸购汇率非常高。那他们一开始以台币来讲，他们大概是10几块钱，哦，一度电啊，才慢慢降到现在大概9块多。我们台湾不很奇怪，我们早期是2块多钱，还比那个一般的钱还低，现在才涨到7块多，正常应该要10几块再往下降，对，是这样。所以这大概是一些政策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到7块多，大概已经有比较多一些机会哈，大家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往这边走。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它这边所有的设备，如果台湾要做，大概也很难了哈，就是说size 都很大。然后我们如果说台湾的产业也愿意来把这边导入，那我们台湾就可以来做，那再往东南亚发展那这是一些想法和发展。Okay, thank you for that hands.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研讨会的部分，因为我们就只能双语了哈，双语啊，那讲德文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产业界很多还是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参加者，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可以讲中文讲中文，讲英文讲英文，如果要讲德文，我们那个有长辈也可以帮我们翻一翻啊，大概是好，以上那我们是不是来欢迎第2位这个演讲者，我们徐总啊，这些产业界来的，那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 idea， 来我们来谢谢欢迎我们的徐总。大家早安哈，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发表我在产业界的应用一些实例哈跟材料，也感谢林教授哈，在去年秋天我来台中全家聚会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住在酒店，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在台湾做的这趟项目哈，所以说他当天晚上就来酒店找我了哈，所以这个是因缘际会啦，好，
我今天来介绍这个，因为我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30年前，我在陶氏化学，离开陶氏化学以后，就开始我的环保设备之旅到现在还继续在耕耘那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刚才你们那个议题假设有兴趣的人，我有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材料、做膜材料的。他在这个刚才你们的这个就是生物节能这个部分的发酵过程当中，他曾经在用树薯发酵过程当中，提升了100%的那个甲烷气的回收。就是因为它在流出这一个液体流出来，这个要排放之前呢，它又把那个细微的颗粒呢节流以后再回到你的发酵槽里面，增加了大概100%的沼气。它用的就是一个 tube 的一个 PTFE 的管式膜。这个管式膜在中国唯一在做的只有它，可是它公司老实讲做到快结束了。可是它的材料都还在，我也跟他买过几次，所以假设要发展这个部分有这个流体的问题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好吧？我今天谈的这一个MD 膜蒸馏它是一个疏水性的一个膜大家都知道，现在事实上就像我们今天喝的矿泉水都是来自RO膜。RO膜之前会有一个超粒膜基本上我们生活上很多部分或工业产品都离不开这个膜这个膜的科学那材料的部分，基本上在膜的部分有 PVC、PP、PES、PS、PVDF 跟 PTFE。PTFE 这个膜是一个塑胶网，因为我们讲 Teflon 它的膜是一个疏水性的一个膜疏水性的膜后来这个它把它做成一个模块化模块化以后，它把它升温，在真空之下把水做浓缩或者颜料的浓缩它因为是一个非金属材料所以它可以用余热就是说你工厂里面有很多余热，譬如说你的空压机或者你的热泵系统的热水，就可以进入这个系统去做蒸发浓缩它是一个模块化的东西它是低温节能还有对有机物的这个有机物的污染，它非常的好。全世界现在大概的膜材料用最多的是 PVDF 二氟的膜，可是二氟的膜它对有机物的抗污染性非常的差，所以它只要有碳氢化物的话，它就无法很有效的节流这个我们的有机物，它很容易污染。它一段时间以后，它就需要化学清洗 CIP 那 PTFE 这个膜呢，它做成一个模块化以后呢，它抗污染性非常的好，所以它对于有机物还有就是比较能够污染的东西呢，它可以做清洗那它主要是一个低温的方法很低温的方法去蒸发浓缩等一下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些案例大概就知道它应用的场景，好吧？当然，它进去这一个膜之前呢，它的悬浮颗粒或者有机物就是表面上的有机物，还有钙还有西利卡这些，它都有一些限制不过这个我们在大概1个月之内，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个中试机送回台湾，一个 pilot 我们这个中试机现在在泰国做一个盐的浓缩
年，因为泰国他们对于排放，因为泰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哈，它对于排水，它灌溉水跟台湾一样，就台湾的田中央有一个工厂，可是它排水假设排的话，它就不能排，有灌溉渠道就不能排。那最典型的是哪里？就利基，利基是台湾的第2个零排放工程，是在同游工业区，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有经过苗栗的灌溉渠道，所以那个水都不能排，所以它做一个零排放。哦，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友达嘛，哈，台湾只有现在这大型的零排放工程呢，只有剩下这2家。我在中国大陆，我提一句话，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做了7、8套的零排放工程。包括我下礼拜我要去印度，我在09年的时候就跟印度的 PCB 厂做过零排放的工程。好，这是后话了哈，这是后话。好，我们这个膜蒸馏呢，跟相对于多效蒸发跟 MVR 来讲，它有它的优势啊哈，就是它可以模块化哈，还有它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中性一点，好，中性一点。好，我来简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膜蒸馏在应用的场景哈。这个是一个氯化铁，它是一个腐蚀性很高的，像譬如说我们很多不锈钢，不锈钢里面上面一个刻的字啊，这个就是用氯化铁去咬的，哦，咬出来的字图形去咬出来的。可是这个材料到最终呢，它腐蚀性很强，还有它要把这排掉之前呢，要加了很多碱，很多碱又产生很多的 sludge， 很多污泥，所以我们这个做回收，好，我们可以浓缩在2倍到3倍，好，再利用，再利用。好，过来这一家公司呢，就是我们分家台湾的捷安特公司。好，捷安特公司这个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手提上的那个电子产品啊，只要铝的部分都 CNC 切割，切割完以后都要一个叫化学抛光。化学抛光它的主成分呢，就是85%的磷酸跟10%的硫酸，10%的硫酸，它的温度大概在90度左右，90度以后它下去就上来以后，这铝的表面就被亮了，亮了以后，不管是喷漆或者说后面的阳极处理呢，它是亮的，叫化学抛光。可是它带入的那个污染物呢，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因为磷是一个有价的一个酸嘛，哈。那怎么处理？大概就跟氢氟酸一样，都要加大量的钙盐，哦，大量钙盐以及碱，哦，基本上会产生大量的工业污染，就是污泥。哦，我们这个方法就是把它浓缩的我们86吨，我们浓缩的成了1吨，好，1吨以后，好，1吨以后再来浓缩，再由资源化，因为水已经被浓缩了。哦，铝离子也被浓缩了。哦，下面这一个是氯化铵。哦，氯化铵这个部分，台湾现在应该是在新营有一个厂。哦，氯化铵就是我们时常会碰到螺丝或者是镀锌件。镀锌件一般都是用这个有2个系列，一个氯化铵系列，一个是氯化钾系列。这个系列当主材料。那因为像台湾现在，因为到后年要管氨弹要收费，1吨多少钱？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这里去做浓缩，哦，像这个案子，我们就可以把氯化铵做浓缩以后，变成那个结晶，用浓缩做结晶，好，浓酸做结晶。那基本上台湾大部分现在还走氯化铵的系列，镀锌件来走氯化铵。因为氯化钾系列它本身会那个比较贵，可是没那么漂亮，镀锌件没那么漂亮，所以氯化铵系列还是占主流。不过就是做氯化铵系列的这个电镀呢，它的污染就是氨氮的这个污染呐，哦，氯化铵系列，哦，大概我们也可以做浓缩做到结晶再回用，哦，我们主要这个就是它因为是带氯离子。它腐蚀性很高，好，基本上假设金属材质来讲，可能要到钛材，说不定还不低，它还有一个腐蚀点，
说不定钛材还不一定能用。所以我们这个是非金属材料就可以再应用这个场景。这个是现在铝箔行业，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容器的行业，纯铝的电容器行业的腐蚀，基本上离不开这一个硫酸啊，或者氢氟酸啊、盐酸这个系列做腐蚀。好，我们现在我们的电子产品用的大量的这个铝箔的电容器，它会产生大量的酸，大量的酸药，刚才就提过，就是需要大量的碱去中和，或者是中和完产生了很大量的污泥，无法回收。我们也这个就是一个回收系统，可以把这个酸呢跟做回收，跟它的铝离子做分离。好。这家公司呢，就是我们台湾的亚德克。亚德克就是在我们做气动元件，这家公司每一年广泛的股票都一直在涨。它的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化学抛光的厂，它就是把所有的磷酸做回收再用，它没有排。这亚德克这个是一个 BOT 的项目在宁波。这里又讲一些硫酸呐，硫酸，因为硫酸在很多工业界用的量还是很多这个是一个酸洗厂把它浓缩大概2、3倍再回收再用因为还有一堆就是低浓度的酸呢，它因为它要提浓的过程当中，把它提到某一个程度，再用另外一个手段譬如说10mol的热交换器再去升温，浓缩到我要的浓度。这个是我们初始浓度的浓缩。这个就是刚才跟相同的，就是一个那个铝箔行业的那个酸回收，铝箔行业的酸回收。这是硫酸的回收浓缩大概5倍我们这个设备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模块化就是可以一套一套的去增加就是模块化，不用再说占很大的空间模块化。这也是氯化物的回收浓缩这也是我的介绍大概是这样我有一个，因为还有一个 PPT， 应该是另外一份。没有在这里。好，我那天发在那个群组里面。好，我这边大概介绍这样，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才联系我。好，来，因为其实这个我很有兴趣，等一下我也来讲一下，跟我们深圳有什么关系。来，我们先请那个这个薛大教授来问一下。徐总，你好，很高兴，我这次第一次碰到这个所谓的墨蒸馏。以前在北科大那个高分子所，那个瑞老师他已经执行很多年了。是。那他在今天上希望我跟他看一看。那我今天看这东西，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刚才提到说讲 PVDF 这部分，你说会有问题。对。是的。那我猜想是不是应该是 folding 跟那个 scaling？ 对 folding， 对，没错。对。是的。那里面你有 PowerPoint 你有个表格里面有提到有关那个 distillate。distillate 那个 factor， 对不对？那 distillate factor 的话，跟这个 folding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膜材料的 folding 是来自于它的结构它的结构这个2氟跟4氟它
它主要的结构不一样，哦，它的多了2个氟离子嘛，哈，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高手在这里，像陈博士他也知道嘛，哈，所以这个多了2个4氟跟2氟之间它的差距，哈，因为它4氟它要做到亲水性很难，它是一个疏水性，只有史密特·霍默做出来。史密特·霍默在20年前把它的4氟的材料做到亲水性，好，那 PVDF 它是亲水性，所以它很容易对有机物它的结构啦，哈，因为我不是研究那么深，我在应用端嘛，哈，它的结构的问题，它很容易 falling 啦，就是它很容易污堵，很容易被污堵，就是要时常做化学清洗这样。详细的老师，我老实讲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研究这方面，我在应用端，不好意思。跟它要 combine 复合起来，它就可以了。它是 composite 是一个 materials，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在这个 membrane 这块，所以在 PP 它是亲油，有时刚刚讲亲水，实际上它的还有双输，在各种材料，看你用的材质，我有。这个双输膜，还有单输单亲膜，或者是 it depends 它的作用。我们在这里面还有水，我们水呢是它现在这个水从膜，水可以在这个低的温度用真空，它从膜就渗透就过去了。我的无机物质过去不了。另外我一种呢是说，比如说我像离子一体，我把水可以过去，我离子一体不过去。甚至我们有些高飞的，就像我们像 DMSO， 我可以水过去。在很低的温度，在100度以下，只要是真空膜，它就像压力机一样，它好像这个气体分子让水的气体分子从那膜过去，所以这里面的结构哈也是 know-how， 它是 very structure， 所以有些东西有意思，我们再单独讲。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重要，完全是可以做到所有资源100%的回收，在所有废水源可以做到零排放，尤其在电子废水，所以 zero emission， 所有的资源。刚刚特别谈那个题目呢。就是这个 A 氢啊，就是铝箔来做这个电容器。这个 A 氢它是用这个就是所谓电子级的盐酸，它用完它可以 total recycle， 否则你的盐酸呢在废水里面你要用大量的 caustic soda 去中和，那个废水就无解了，对不对？就无解了。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做到100% zero emission。它的 membrane 也不贵，现在它是成模块，非常简单，就像压力机一样。它是利用这个，它温度 jump 或者 pressure drop 就可以呢，很容易的让这个水分子气化，它让水分子过去，你无机的分子都过去不了，所以这时候它就可以达到水资源充分利用，这个盐酸也可以弄出来，花很少的 energy。刚刚他没时间讲这个理论啊，要另外要来跟有兴趣另外再讨论。好，谢谢。谢谢这个林教授所讲的，你刚才讲的是渗透压部分。哦，是 permeate， 哦，正常是这样子。然后你这边里面提到 distillate factor 跟 concentrate factor， 恐怕要思考一下，应该是要放过来，像林教授所讲的，哦 permeate。OK，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林教授，那个我们环科系林教授有问题，来，这个请教一下。Thank you, President Xu, the speech and Dr. Professor Zhu. And my lab is working on membrane distillation now, so I'm very similar application as case stud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u. I think we have same experiences in test wastewater recovery, and now we are also working on heavy metal recovery as some case.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agricultural waste. Right. Because that's also a very big problem. Some thermophilic treatment system. Yeah, some thermophilics maybe need to 30 degrees Celsius over. So this will be feasible to the temperature feed in the membrane distillation. So this is not just only materials recycled from the metal side or organic, but also we can recycle the waste heat, the energy part. So this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I think my lab can cooperate detail later. Okay, and the President Xi in the future and Professor Zhu, we will have more collaboration
Yeah, thank in you. this field. 好，那因为其实这个技术也可以用在我们农业，尤其是我们甚至早期后端因为当我们需要这个纤维质的这个料源进入到我们的早期厂，提升浓度的时候其实常常我们需要做一个水解动作，那水解东西都是酸。那酸都会比较好，对结果我上次我弄了一个东西，我说我酸水解很好那个后面可以再结果我们师祖就说那怎么综合一综合就挂了因为它稀释太多才去综合，那这样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把这个酸做回收，然后这个干净的水排掉或者全回收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几个厂商对这个有兴趣的那个像那个蒂诺我们在谈。某个 case 的时候，它也是这个后续处理设备，如果碰到膜，都有一个叫做维护成本的问题。请问一下，用这个东西维护成本如何？这边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它的 CIP 很简单嘛。假设你的污染物质是有机物的话，那很一般的加温的碱洗，大部分都可以洗得出来。大部分假设碱洗有时候会加一些 EDTA 它的弱合性很强。假设是有机物的污染，是很容易被洗出来的那当然假设是 scale 那当然就是酸，那首选大概是柠檬酸或者是盐酸这个部分。不过我们这个膜本来它是蒸馏嘛，假设清洗这个化学清洗的话，一般都会加温清洗，效果会更快。好，谢谢。有没有那个，比如说那个，一般我们都说 maintenance 多少 size， 然后1年大概多少钱，类似这种。基本上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案例基本上都很少碰到，很少碰到会像这种要做 CIP 换膜。我们现在这个膜我们现在保护大概是5年5年到10年之间，而且这个到10年之前而不是全换，只是会有些部分已经老化了才换。还有一件事情，对不起，今天有 miss 掉我的 PPT 不是这个。后来我有简介这些，我们是一个集成材料，它是用 PP 去集成膜贴在 lock 在上面，所以它会耐温比较有问题的部分会大概90度、95度，就 PP 它是用一个框架式，把它 lock 在上面，所以事实上它 PDF 那个是否的PDF 这个可以耐很高的温度啦，都没有问题。好，这个东西我们也在用现在我们在做这个纤维素，也在谈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就我们在这个非水润离子一体把做纤维做这个 fiber 做丝，现在台湾是做全世界做最好。我们把纤维素离子溶解以后，85% 的溶解以后呢，我经过这个regeneration 抽完丝以后，我这个80% 变成只有5% 溶剂离子体，这个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在考虑如何来利用这个系统。当初我要解决这供应问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放大。现在我这个抽丝大概1000吨，如果我现在是1万吨，你怎么办？如果要蒸馏这个设备，我要蒸这么多水，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一天做3吨的这个纤维素，我大概是400吨的水，5% 的浓度，你怎么去浓缩？现在马上你工程师就完蛋了。所以我就利用这个膜，它的皮表面积放大，它可以一个模组它可以，我们可以用8套模组，4800平方米的这个过滤面积，也就是它的这个传热面积可以把它蒸发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 marvelous 的一个神奇的这个东西，而且很便宜。利用 waste heat boiler、waste heat 来可以就把它怎么样，把它做好。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它是有条件。第三个呢，它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进去这个条件，这个纤维素甚至里面有糖、有微铅，我告诉你，这个玩意它是它的致命。How can you remove？ 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处理是很重要。所以它的进料的条件的，所以它现在像我看电子机的这些东西，你都是无机这些东西，你没有这些 gums， 也没有这 adhesive， 我跟你说，这个膜清洗 no problem。如果你有胶、蛋白质，还有这些东西，我看回家睡觉了。所以这就是很多条件上我们要考虑。所以这里面值得我们这个学术界或者我们工业应用界还有很多地方去做，否则这个膜。告诉你也不便宜，真的讲不便宜，你要去清洗，所以这就是这部分他做的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刚刚做的产品都是属于非常干净的，什么半导体电镀这个没有很多被无机
被那些什么结着剂啊、被有机这种 gums 啊这些污染，所以呢 ，it's very easy to clean it， 所以这就是它的优点在这里，好吧？我补充一下。OK。我最近有一个案例也在台湾嘛，哈，这家公司是在费金嘛 ，SI 嘛 ，SI 他收一笔钱，这 SI 收完以后，他去做 SiO2， 这个 SiO2 呢就用在这个轮胎里面，它的过程是很简单的，它就是 SI 里面烘干以后有一个热能，过来以后加碱，变成细酸钠，细酸钠以后变成 SiO2 怎么变？就加硫酸，加了硫酸以后。就产生 SiO2， 可是它产生大量的硫酸钠，盲销。哦，我们现在要利用它我刚才简介的，利用它锅炉的废热，把热做回收，我们就把5% 的盲销硫酸钠，我们浓缩变成25%，变成再利用，否则这里都流到水体里面去了。哦，这个项目呢做起来基本上是balance的，哦，本来你要丢掉的，因为这个部分就减少了三个效益。第一个效益就是废水不用做了，第二个废水排放也不用付钱了，第三个就是我盲销回收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台湾现在说实话，我们的法令各方面都还跟先进国家很大落差，当然没有一个诱因让大家去做这个投资，只有在这个方面看起来有经济诱因的人就会投这个项目。当然，我们政府也要鼓励这种项目啦，哦，当然资本也会鼓励这种项目，哦，所以我们尤其像我们是一个现在是电子业为主流啊，我们用的很多的酸，哦，未来怎么把这个东西做资源化，哦，是我们大家来思考的一个方向。谢谢。我真的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真的很多 case 在谈，就是我们是不是把它落地在台湾呢？哈，意思是这样，因为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哈，放了这个废水不用做了，好，如果放了这个废水不用做，哇，那太好了，因为实际上我们你看，尤其是我们的做生质能的，我们后端都有一个 post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哇，这个 system 非常大，而且维护成本也非常高。那如果能够用这个套就解决了。那就这个是非常大的那个，所以那个徐总啊，我们应该要常合作，好不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厂商要这种系统，好不好？尤其是像我们的那个永泰丰哈，这个要做纤维素的这个沼气的哈，那个后段一定会有一些 fiber 然后跑出来，那这些 fiber 会不会堵在这上面？我们会很 care。那如果是水直接出来可以回收再利用啊，哇，那个不用玩了哈，这个叫终极产品啊，施主，这个的终极产品哈，好 ，OK。这我们一定要好好开发这一段终极产品了哈，对。对不起，刚才讲那个沼气那个部分叫膜生物反应器，一个叫 Tube 的管式膜，也是 PDF 仪器做的 ，PDF 仪器做的，大家有需求有些才私底下联系我了。我知道真的很多，因为我在这个产业界已经干了30几年哦，所以我蛮多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可以互相研究。谢谢。好，那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休息到11点，然后做一个我们 break 到11点，请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哈，因为刚刚还没有很充分的要求，然后那个交流我们这边有那个咖啡还有饮料，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一下名片，尤其是我们那个联盟的成员，我想我们大家都上一条船了哈，所以我们大家要互相这个沟通一下，因为现场的大概产业界比较不会有 conflict， 但是一定有合作的空间非常大。好不好？那我们是不是来多交流一下啊？休息到11点，我们再回到现场。谢谢各位。OK， 可以。OK， 那我们是到外面做个交流这样子。OK。里面我们不吃东西，好不好？不要喝水，好像水都不行。水可以，其他以外的都不要哈。我们就在外面来使用。OK。
来吗？邀请他们进来。他这放下去没有废水的，哇，那个太厉害了。对，等一下我请外面的进来一下。对。对啊，我们就外面抠一下就好。哎，要前面走后面。对。好，那个我们 break time 哈，我们大家产业界互动一下哈，那好像蛮热烈的哈。那我们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刚刚一开始开幕的时候，比较那个 rush 一点然后有一些产业界还没有介绍到哈。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那个佑春哈，是做那个 plastic 的回收啦哦，然后做热化学化转换的。那我们等一下的题目哈，也跟这个热化学化转换有关。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生药的，我们那个张总在这是做储能的，哦，所以那个你们产出的电哈要储起来哈，那就要找那个生药了哈，对，是这样的啊。那它当然不是只做我们这个后端这种产电储能的部分，那个家户储能他们也会做，哦，家户储能，那他那个设备都自己做哦，那有很多那个系统的那个 怎么 control 那个系统，他们都可以做，哦，所以这个部分哈，如果说产业界互相帮忙哈，我们可以来做很多的这个合作。那尤其像刚刚那个徐总那个事情啊，徐总那个事情，他的东西放进去就没有废水了，这个是很多产业界。其实我们做生质能后端废水处理设备太大了，所以我们都很希望那个地方能够减少成本啊，哦，那所以我才会问说，哎，维护怎么样？那我们还有这个蒂诺也是我们的这个钻石级厂商，哦，因为他跟我们的 case 现在我们都谈很大，我们最近在水务局做了一个 pilot， 那主要是要做污泥产沼气完之后 steam reforming 变成氢气，氢气再氢到 SOFC 发电哦，这套系统那当然早期是有观摩这个日本的横滨的废热处理厂。那我们也要导进来，可是导进来，当然台湾没有第一座啦，哦，所以都会比较辛苦。那我们现在各个产业，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个产业链把它建起来，好，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希望大家一起join，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签了卖身契啊，不是，我们已经签了，我们大家加入这个团队了哈。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进入到下一个 session？ 我们有2个 session， 因为我后来发现 schedule， 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早吃饭啦，所以我就 delay 了一点点哈来开始。那我们接下来2个 speaker。第一个 speaker 是我们那个中兴大学森林系吴耿东吴老师，哦，那我们是不是等一下他会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他每次介绍都会讲那个，他虽然是在森林系，但是他是把森林给解决掉的啊，等一下他会介绍。OK， let's welcome Professor Katie Wu from Zhongxin University to give our special topic regarding to the thermal conversion process for the bioenergy. Okay, thank you. 谢谢朱老师的介绍。各位先进大家，不能讲早啊，已经快要吃饭了哈。要讲午安也是太早一点。我是中兴大学吴耿东那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有关于气化怎么做成一个净零，因为净零现在很重要，我们做这个净零的一个社区。那我想今天来很多都是业界的，所以我尽可能不要去讲太多的学术的一个理论了哈。那容我再介绍一下有关于我实验室，还有接着我要谈一下什么是气化，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净零的一个社区，那最后有一些小的结论哈。那我想我是这个刚朱老师讲了，我不是念森林的哈，我在中兴大学森林系教书，但是我是念化工，从头到尾都是念化工哈。但是我现在合作的老师反而都是机械系的老师，也很少跟化工的领域有一些合作哈。所以特别今天就是那个燃烧协会的那个研讨会在清华，所以我学生过去那边报告哈。所以我本身是念化工的，那刚被 Q 了一下，说我在森林系真是破坏森林哦。其实为什么一个化工系的这个专长的人在森林因为生质能，那因为生质能本身来讲，我们就是做林业的废弃物，所以砍下来的那些林业的这些废材等等，你要去处理嘛，
所以他们中心的森林系就是比较有远见一点，就是 create 了一个新的一个必修的一个课程，就是生质能源。那因为没有一个生质能源就是说森林本身有这样的专长，所以我就有幸可以进到这个地方来。那我同时也是目前 APEC 星级再生能源专家小组的秘书。那我的实验室是大概全台湾唯一，跟现在还是只有一个啦就是可以全程实作的一个实验室。我们有做业界的服务，然后有做从国小到高中到大学的这些学生跟老师的教育训练等等都有做那也有跟逢甲大学有一些合作。你看到这里有很多都是逢甲大学，你看这个讲座在这边那个朱老师在这里。好，那我们也有一个减碳办公室如果需要我们服务的话也可以。减碳办公室今年已经3年了，这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3年前创的是全国第一个产业减碳办公室在大学里面。好，那我所研究的大概都是跟气化有关，就是热化学反应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早期都是生物类的这个地方就是热化学类的。好，我们再介绍一下什么是气化气化基本上来讲，如果学术系的讲法的话，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利用部分氧化部分氧化就是不是完全燃烧，部分氧化把固体的燃料先转成气体的燃料，然后再去做应用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什么把它转成气体的燃料很大原因知道我们在家煮饭一定不是直接烧木头嘛就是用瓦斯。那为什么你会用瓦斯煮饭？因为比较干净，所以我们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把固体的这个燃料就是木头把它转成气体之后再来做应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的就是讲气化的原因是从这边来的那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下，就是这个金子炉，你会烧金子嘛就是说拜拜的时候烧金子，金子炉本身就是一个气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就是它本身应该是燃烧嘛，你都是做燃烧，所以你在这个每次在气化的时候呢，每次这个烧金子的时候，小朋友就怎么样丢金子下去嘛，妈妈一点着就是拼命丢嘛，丢到最后怎么样，全部的金子都装满了这个金子桶，结果就烧不起来嘛，然后就怎么样冒白烟嘛，然后你妈妈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对，拿棍子出来是怎么样？不是戳一戳，先打小孩，没有现在不能打小孩小孩就是太调皮了，就把那个金子全部都丢进去了，然后就冒了很多的白烟。为什么是白烟？对不起，那些烟就是可燃气体为什么有白烟？因为那是 PM2.5，所以就有白烟。所以你妈妈要先打小孩因为再去拉呀因为你去拉那棍子就太热，会伤到小孩嘛好，它一拨，底下的空气量大于上面的料，就全部烧起来嘛但是上面的料比底下进来的空气多的时候，它就变气化，就是变成那个气体是燃烧了然后这时候是有一个最笨的人，就是爸爸那个爸爸都会怎么样觉得你们这些孔子讲为女人跟小人难养也他一定是深受这个错误的一个讯息，他觉得要吃饭了，你们还在烧金子，然后呢他就赶快把打火机拿起来，就往这个炉一大堆金子旁边就烟嘛金子旁边他想说从上面点就可以烧起来，他一点呢就轰，为什么？他就把那个气体烧掉，所以他的手毛都烧光了。我告诉各位，每年清明过年的时候，你去仔细看，一定有很多爸爸在那边做这种危险的动作，所以千万不要去点它，因为那个气体就是可以燃烧。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气体拿来再做利用那基本上来讲，那个已经很久400年的一个历史，可是后来是怎么样？后来真正商业化是拿来点灯这是1809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一张画已经跑到美国去在英国的这一条伦敦最大的这个胖莫这个以前的这个很热闹的街道上面点灯，所以这个在1807年的这个6月4号，6月4号是乔治乔治3世还是4世的生日那乔治4世基本上来讲就是把美国丢掉的那一位国王，可是那个现在的英国国曲也是他弄的，因为他生日所以就点灯所以这个点灯是怎么样？它叫水煤气，它是用煤炭，因为英国产煤炭，
然后用水蒸气放上去之后就产生气体，然后接管线过来就点灯。哦，所以那个东西叫气化，这个就是第一次商业化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觉得哇，大放光明，在街上大放光明。现在这条路是长这样哈，就是，但是这个已经不是气化的哈，因为不太可能再用煤炭去弄，太麻烦了，所以这个都是电了。哦，这个是现在的皇家俱乐部哦，大家有空可以去那边吃饭。那有一块牌子在这里，往这边走过去的话就到白金汉宫，哦，往这边走过来的话就到掐拉烫。哦，就是可以那个哈，有很少人在这一条路走来走去了哈，你可以试试看去了解一下这一块牌子所造成的这个历史。那现在在伦敦市中心呢，还有200多盏以前的灯，哦，他没有把它拿掉，为什么没有把它拿掉？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以前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他们这个英国的瓦斯公司每天还是去点灯，其实不是点气化的灯，它其实就是煤气啊。哦，他还是每天去点它，让大家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1997年的这个《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这是他第一部那个剧情片啊，对不对？今年是柯南的30年了。哦，它里面有一幕说，哎，儿童公园的瓦斯灯跟伦敦街头的街灯相反，哎，长得都一样哎，你看长得都很像，就是长这样啊，跟刚刚画的都是一样。好，现在不重要，现在是气化到底可以干嘛？哦，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下1985年这部片子，大家看过吧？这是什么片子？回到未来嘛，对不对？比较年轻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一部片子。回到未来现在有最后有这部车子在环球影城大概可以看得到。这一部车子后面这个东西，哎，不好意思，它一定就是一个气化炉。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基本上在最后的时候 ，Dr. Brown 说 "I need fuel"， 然后就把所有的香蕉皮什么全部都放进去里面，然后车子就飞起来，哦，这是真的，所不同了，我们车子还不会飞啊。哦，这个1943年德军已经被盟军全部包围了，那个进不来啊，油进不来啊，但是它有煤炭啊，它就可以做。哦，然后你看1981年的时候。这是在迈阿密，这是在马尼拉，他挂一个这个炉子，然后他就是去先点火，让它气体。这个只有柴油车可以，柴油引擎可以，就产生气体喷进去，柴油引擎就可以点了。2001年，这是 Professor Tanry 在美国，他就是有部这样的车子，然后这个东西都木材丢在里面，每天就开着这个车去那个，我曾经要邀他来了，因为碰到911，所以他没有来。不过后来我是邀到他儿子来，哦，不过他已经往生了，哦，所以这个在2次世界大战通通都没有油嘛，怎么办？就是用气化这个方式。新车它是用木炭放进去里面，所以它不是蒸汽火车，它是产生气体喷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柴油引擎里面。你看现在日本还有一大堆车子在这边试很多啊。日本有，我们也有啊，园林客运就有哦，只是我们都没有把那个车子留下来当古董啊哈。那时候就有木炭车，那现在芬兰都还有在做这个方式，所以未来呢，搞不好你的小孩等等都可以买得到双 B 的车子，可是你就是没有汽油啊，怎么办？你每天就是要把一桶垃圾倒在里面去当燃料，没有垃圾的话，还要去跟你的邻居借垃圾。不过你今天回去先不要去囤积垃圾，环保局会来找你哈，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技术还是还有在加强。好，重点来了，重点不在于说我们今天要是拿来当汽车来，那重点是我们要拿来发电嘛，因为我们就缺电，所以我们农业会区就是要拿来做发电。那它有什么好处？它有很多的好处，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最大的好处在这边。基本上来讲，它不会产生带药性。你知道烧垃圾都有带药性嘛？含氯的东西进来就会产生带药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产生带药性？因为它有很多的氧，过氧的燃烧焚化炉它就有多出氧，氧它就会去抓氯变成氯分，后面就会产生带药性。但是我的所谓的部分氧化，第一阶段就把氧气用光了，怎么办？氯还是存在啊，它会抓最活泼的氢气，因为气化会产生氢气、一氧化碳。哦，跟甲烷，好，产生氢气，基本上来讲，它就产生盐酸 HCl， 没关系啊，盐酸它就是腐蚀你的什么？腐蚀你的热交换管。那你腐蚀热交换管，因为你是会去所谓的这个叫做税修啊等等的方式，你会换管子嘛，所以没有关系。但是
至少它不会产生带药性，哦，这是它的好处。那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企划在国内推等等，还有一些什么大陆的一个货啊进来都有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都是使用所谓的内燃机，内燃机要进去的话，大概就是在60度的气体才能进去里面，燃气引擎啊，但是你的这个气化气出来大概都在600、700度以上，所以你要一度降温。那可是你降温的过程里面，你就会经过一个叫350度 C 的位置，经过350度 C， 那些高的碳氢化合物就会冷凝成焦油，就黏黏的，就像你烧金子炉，最后就会黏黏在炉底，那个东西进去就会把发电机卡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做气化最大的痛。好，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来讲，中兴大学现在的一个研发就是 OTWG， 就是没有焦油也没有废水，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都不需要装污染防治设备就可以了哈。我们的方式就是 OTWG 整个 Power Generation Set 就可以去做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去年12月新的一个 demo site， 这个在台南安定哈，这个是300千瓦的炉子，我们在那边做很多的试验啊，就是一个 real case 的一个方式。现在就是大概很多这个厂商都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接微电网。好，那我们接微电网的一个方式，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发完电之后就要去充电嘛。那你知道微电网的话，一般太阳能的微电网旁边就是会接储能设备，接储能设备。好，没有错，接储能设备。可是问题来了，我如果在每一个厂商，我如果在每一个村落盖一个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吓死啊！哦，所以怎么办？我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地方盖一个发电厂，然后呢，我就让它充电，充进去所有电池，因为储能设备就是电池在里面嘛。然后我去换电池就好啊，我到每个社区去换电池啊。可是旧有的电池系统，像这个旧有的电池系统，你去把这个电池拿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就没电啊。所以我可能就要跟社区讲说，对不起，早上9点到9点半我要换电池，你们家没有电，那不是疯掉了吗？每隔几天我就停电，哦，所以我们就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用所谓的热插拔电池。热插拔电池就是我把它拔起来之后呢，你家里还是有电可以用，哦，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所以我们也有跟中兴电工来合作，有关于这个小型的微电网的装置。所以这样做基本上来讲，在东南亚啦，哦，这个一做100千瓦的，大概就可以给400户去使用。那我的微电网跟我的系统就分开来了，所以我就可以增加我微电网应用的广度跟深度哈。那基本上来讲，用 biomass 用这些所谓的生质材料有一个好处啊，起码它不是跟焚化炉一样，它剩下来的这些残渣就是所谓的生物炭，它基本上可以回到农田，所以它整个就是一个循环经济，完全没有一滴任何的一个废弃物在那个地方。OK 哈那我们有一个全台湾第一个独立的生质能的发电设备，就盖在翠峰山庄，在太平山上面。哦，当然我们吃尽了苦头了哈。那已经算结案，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台电没有去，台电的电网没有到那个地方。哦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方式。那后来现在就是完工了，他现在在盖这个房子，盖起来就可以做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成果就拿去欧洲生质能协会欧洲生质能会议去发表。那一年有6个主题，我就得到其中一个主题的一个海报论文奖。就是肯定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方式那现在一直在说有没有一个比较符合 commercial scale 的油我们现在在中兴新村的这个南投分部，就是我们的校区，中兴新村有一半现在已经归给这个中兴大学了。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拿到这个台电的补助1亿的微电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那边盖一个生质能。那盖的生质能有多大呢？这个要牵线牵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生质能有1.5 mega， 我每天要用掉72吨的这个 biomass 的木材，它的湿度是在15%以上，所以每小时会产生1300度的电，然后还要回给我们学校去使用。大概在今年年底，大概应该就可以盖起来了现在正在准备做招标的一些方式，已经有投资厂商进来了那投资厂商要投资多少钱？这个案场总投资是2.22亿台币2.22亿
所以会接我们台电补助的这个微电网，所以这应该会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生质能的气化的一个电厂。好，那如果除了这个以外，如果地区的这个焚化炉如果需要使用的话，那怎么办？也是可以我们还有接其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老实讲 ，SRF 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那欧洲都已经弄了10多年了，可是来台湾就水土不服那它基本上来讲，未来我们的焚化炉大概不会盖啊，那怎么办？我就每个乡镇必须要很小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每个乡镇就可以做一套小的气化炉。气化炉这个大概是每天可以处理30吨的垃圾，然后旁边会有一个，你也不需要分类没关系，旁边会有一个德国的，我们这个是跟德国厂商去合作的，他把它小型化之后，它可以做分选等等方式去做，所以这个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每天30吨的垃圾的话，整个面积也没有很大你就原来那个乡镇本身就有一个转运站嘛，就盖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个目前都还在谈，希望有一些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年底可以盖起来的话，那证实这个这个技术是可行，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好，我想最后的一个结论，基本上来讲就是 ，biomass 它基本上来讲就是它是所谓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的答案而且它对于这个所谓能源韧性很重要。我们在南投那个地方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做一个7天，直接跟台电没有电的时候，我们要连续供7天，供给这个微电网里面去做所谓的孤岛的运行。所以中心新村还有很多的，包括战时等等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话，生质能大概唯一可以做的，大概可以大量发电，大概就是在生质能。那个地方我们会有做7天的一个料源的储藏。为什么要7天？因为你有台风来的话，我的料大概就进不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最后你 biomass 要能够成功，第一个你的料在哪里？你要先解决你的料。料是生质能里面在台湾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在东南亚料都很多，台湾就是料太少了。那另外就是你做出来的电的品质油的品质，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cost， 就是你的一个成本这个就是未来研发的一个方向。那基本上来讲，我们也做过 APEC 的一个工作，我们基本上来讲觉得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 RETI。RETI 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技术，你经济也可行，但是呢，如果你法规面都没有办法配合你的话，就搞死你了。所以有很多的法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最后把它导入一个小 S， 这是什么东西 ？Social Impact， 因为你电厂总要经营嘛，所以最好是有社会企业可以进来的话，基本上来讲，就可以达到 RETI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法则是基本上来讲，目前整个生质能要做的最痛苦的一个部分还是在整个法规还有趸购汇率都太低了，所以让它卖一度电就赔一度电，就不会有人去来投资。那我们也有去在疫情前有到马来西亚去做展示，现在有马来西亚厂商有来找我们。你看这个朱老师在这个地方，对。然后我们还有去年我们有去试水温，就去泰国做展览跟外贸协会。那今年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联盟还没开张，就是计划通过之后，你看我们还有到高雄的这个 Smart City 的这个智慧能源展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好，那非常谢谢国科会补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发这条路其实真的是产业化，其实是不好走的一个路了那希望可以达到这个整个能够达到这个永续发展的第7项的目标有大家都可以拿到可以用的这个能源跟电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再跟我联络。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Hello. Okay, very good. Any question? Okay. 请问一下吴教授那个把这些废弃的这种产生燃气发电，那请问一下，最终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废弃物，比如说像碳砂、碳粉之类的，它的占比大约有%多少？那你们怎么去给它做后续的？是应用还是做其他的回收的一个管道？好，基本上来讲，就是它有多少灰就有多少，通常都是在5%到10%之间。所以5%到10%之间的话，这些剩下来就是我们叫 biochar。
那 biochar 基本上来讲可以做农用去放在土壤里面，然后改良土壤。那因为现在的农用的这个 biochar 其实是比较贵的，大概现在有人要来跟我们说过，我们未来那个厂大概每天会有7吨，那有人要把生物炭拿去收购。哦，那生物炭在台湾其实不好用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第一个，因为你生物炭的均价大概在20块，我们当然会比较便宜啊，就全世界均价台湾也差不多20块。可是你买了这个生物炭，你去铺在这个你的农田里面，可以增加你农作物的生产，大概增加5%。可是你就发现，在台湾很难推，因为你增加5%的收入，比起你买生物炭的钱还要少，你就不会去买。但是国外为什么很红？因为国外的农作物的农产品价格高，你跟他讲说增加5%，他去买，他赚翻了，所以他愿意去释放，所以生物炭在国外就是很红。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制度，但是那个制度因为又是卡到所谓的减碳的方法学等等，就很难推。也就是说，我今天是让企业界来买炭，拿去给农民，然后我跟农民租这一块地，就是说我来埋炭，埋这些炭下去就是负碳。哦，那负碳之后呢，你这个碳权就归我，农民不需要碳权嘛？那你除了增加5%以外，你也不用去增加5%的收入以外，你也不用去买碳，那你还有一个地的租金可以收，那这样就是双赢嘛，就是企业界来买碳，然后租地拿走碳权，然后农民还可以增加租地跟这个整个成长5%的收入，所以可以改善农民的一个方式。那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机制啊。可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方法学等等都还没出来哈，就让我们在这一块大概有2、3年的时光哈，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推啊，所以这个还要再继续努力啊。不过但是还是已经有很多农民愿意去买这些碳来放在里面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有大量产生的话，这个价格就可以降得很低。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这个听起来是 ESG 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联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哈，这个 social enterprise 的部分，啊，像那个政大也在搞 ESG， 对不对？以后我们可以搞 ESG， 搞这个。好，我们现在徐总有个问题，等一下先徐总好了。打扰一下哈，我今年年初到沙巴去，沙巴这个地方现在刚好你这个技术100%可以应用，因为它26年的棕榈树要砍掉，砍掉以后，假设用这个技术把碳拿出来，那我认识这个朋友，他现在去进口废轮胎，废轮胎以后把油弄出来，不锈钢拿出来，就是要碳黑，他砍掉以后要用这个碳黑去改良土质。所以我觉得，它的碳，马来西亚这个市场非常的大。对，它的轮胎的这个我可以，不是 bio 的，我可以带头啦。不是 bio 的，我们台湾现在有一家就是在屏东环拓，它就是在卖碳黑，它就是全台湾唯一在做废轮胎变成油，但是油的油品因为没有标准就很难卖，但是它用碳黑就可以赚很多。碳黑的用法不一定是要埋在土壤里面，所以基本上来讲，它不应该去买轮胎来，因为他买轮胎做那个话，他要经过一个裂解的步骤，它会产生很多的麻烦，所以他只要把棕榈树拿来做这个东西，它又有生物碳，又有电，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心底好像有问题是吧？哦，不好意思。谢谢吴教授。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的原料是 biomass， 那它的湿度通常都会在50% 左右，所以你们在烧之前的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干燥，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原料来干燥，所以我们也没有污染防治设备，我们就是用气化的废热。第一个是这样，如果是大量的话，我们在干燥机前面再加一个小型的气化炉，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气化全部都绑在一起，所以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follow up question， 因为你刚刚讲的东西是 biochar， 可是 biochar 的那个 temperature 跟 oxygen 的进出是非常有管控的，所以你们的过程也是有经过管控吗？有，这个都有，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有过测过了。我们其实我也在做生物碳的一个研究啊。我们中兴大学大概目前做生物碳的那个植物的这些成长等等的研究，95%的这个生物碳，他们做研究的生物碳都是我实验室烧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烧碳
我实在不懂得怎么种菜哈，所以我学生种菜之后，我们就弄得很辛苦，就是别人种，我们就负责烧炭，所以要烧炭的话都可以来找我，我们就负责烧很好的炭给所有的老师。下次我们刘老师要烧炭也找你烧，是可以，因为刘老师做研究是把它变成建筑材料，是，所以说我们那个建筑材料里面都有含碳，对含碳，所以说它是纯碳在建筑里面的哈，对，所以这个刘老师以后可以，那个阿 K 那个也可以哈，都合作一下，好，以后跟建筑那个这边还有。谢谢吴老师的演讲。听吴老师演讲很有意思，就讲到柯南，又讲故事哦，真的是。那我想请问那个老师啊，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有这个小的沼气电厂，再加上微电网，你说如果乡镇都有的话，那当然很好啊。那当然，我觉得因为朱老师讲到社会企业，就是我们做这个能源，不是说只是看钱嘛，又看它的社会效益，对不对？环保啊，这个是长时段会有很多效益，但是还是要考虑到它的成本问题。像我在想，台湾有319乡镇嘛，如果真的是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小的话，那真的是获益无穷。那我就要请问说，像这个一个小的所谓的发电厂加微电网，这个到底是要成本是多少？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跟乡镇讲这个事情，还是要让他知道说，它短期的效益是什么，那长期就是环保能源洁净这个事情。那但是还是要讲一下，短期就是它盖一个小这个电厂加微电网，它的成本是多少？那大概多久可以回收？好，谢谢。好，这个跟料源有没有收钱有关。如果你料源有收钱，比如是以30吨的垃圾来讲，你乡镇都不用出钱，厂商就来投资了。但是你原来不是有那个垃圾处理费吗？每一吨3000块要给焚化炉，你不用给焚化炉，就给我们，然后我们电全部都免费，都全部送给你，都无所谓。那多久可以回收？各位，2年就回收了。2年就会，但是你如果有料源要买，就是木头这些东西料源要买，那就不一样，那大概就是跟太阳能板一样，大概在7年才能7年到8年才能回收。我们现在在中心新村那个案子大概是7年到8年才回收，它赚的比较少一点。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料源要钱就很麻烦，那这个也造成一个困境，就是说以那个梨山地区来讲的话，你让这些梨山种果树的、种水果的这些人把料源拿出来的话，你跟他讲说不行，你这个是废弃物，我要收你处理费。我跟你讲，他不可能给你处理费，因为基本上他给你处理费的话，他就不要活了，就是水果收入都不见了。所以他们通常都怎样？你到傍晚到梨山宾馆上面站着看啊，就是狼烟四起啊，他就开始烧。傍晚的时候就开始焚化，去烧他自己的果树的这些废弃物。烧没关系，问题是常常不小心就把森林一块烧掉。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制度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些废弃物的费用到底要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已经由来已久啊，就是常常很多部会都是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很难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的看看怎么样才能做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如果你趸购汇率可以再拉高一点的话，像早期是7块啊，这个才5块钱而已，都比国外低。所以它如果再拉高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在这一块上面。谢谢。学长，你这个议题太多人要问了，对。等一下还有那个薛教授。这个生物炭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如果刚刚讲来做土壤改良，那个叫做浪费资源。实际上，我们这化学家，生物炭是最好的。就是我不晓得你这个碳的含量大概多少 %。是它碳的含量通常大概要在80%以上。80%以上，好。所以现在我们在这做这个，就像我们轮胎燃烧以后，它碳也是差不多80%以上。现在我们可以回收在轮胎做飞的，但是它这个 size 是非常关键，就是这个东西。我除了这以外，你还有哪些成分在里面？就金属有没有在里面？因为所有的这些农业废弃物里面剩下的一个灰分都是在里面。是。所以钾跟钠就比较多。是。那些东西就回不去的嘛。其他大家都没有，因为你是天然的木头的话，不会有那些重金属。这个生物炭铜啊那些东西都不会有。这个是非常好的，把它只要纳米化，最好的阻燃剂飞了，可以用在很多领域，在建材做就是纳米化。现在我们在这个轮胎，像这个燃烧以后，我这个轮胎，这个谁刚刚讲的那个评论一下，在跟这个环拓，他现在在这个泰国建了一个投资20亿，是跟那个薛长兴投资20亿做那个将近现在是2万吨是这个他这个除了油它另外卖就是它那个 carbon black， 像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拿来
做这是资源的利用啊，也就是 carbon footprint 这部分很有关键。它可以现在做到，可以卖到轮胎1公斤可以卖到，我记得卖的价格还不错。但最重要就是表面感性，这 particle size 非常关键。所以我刚刚谈到，像这些东西，生物材的应用啊，看看它是什么成分，我们做表面感性，在纳米化可以做非常好的 carrier 到这是这个阻燃材料，对吧？这是非常好，你不要去烧，而且最便宜。这个阻燃材料用了很多，可以我叫 flame retardant 的 materials， 可以用在某些领域里面啊。我想这是高价值利用，才是我认为有很多人来找我们拿碳，就是要做高值化。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过等一下我们因为中午吃饭哈，时间也还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 delay 下课一下哈。那我们是不是最后最后2个问题好不好？吴老师你好啊，这个有关 gasification 这部分这技术啊，跟我接触从84年到现在了。哦，84年那时候我帮陈文豪规划1200 megawatt 的那个 IGCC 就 combined cycle。是 IGCC 对。这东西一直结缘，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环保问题，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讲到所谓的 OTWG， 我不晓得它方形是怎么样，我需要很清楚。第二部分讲到那个你说出来那个生物碳只有5%，可是10%。对，是，但是最近我看那个 biomass 部分 gasification 应该基本上都应该到40%才对啊，所以说你这样会跑出这么差距那么大，我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没有，我们现在是讲说，我们1公斤烧1公斤的生物碳，烧1公斤的 biomass 的话，你的灰分大概是5%，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燃尽，所以大概有10%，1公斤大概有0.1公斤的生物碳。如果是你是有40%的话，那就完蛋了，那就60%去运用，那个是一个操作不好的方式。会不会是裂解？操作不好的方式，所以裂解就有可能，也就是说，你要达到40%的话，那个就是一般裂解，就是我是以产生碳为主，就会有，但是那种碳基本上是以气态为主啊。对，但那个碳基本上来讲，通常40%的话，那个就是一般木炭的一个规格，那个还不到生物炭，生物炭要在500到600。如果你是操作在500到600的话，1公斤放进去的话，你只会得到20%的碳而已，因为其他通通都跑掉了，所以那个跟温度的一个整个布局其实是有关的。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剩下10%的话，因为我们是在高温操作，所以它是属于高温的生物碳，已经可以直接符合那个原来的一个方式了。那另外所谓 OTWG 基本上来讲就是 zero waste 跟 zero waste water 跟 zero tar 的 gasification。我们的气化炉本身没有焦油，也没有废水，所以我们的整个污染防治设备通通都不用装。所以有什么水洗塔、什么其他的带氯集成器什么，通通都不用装就可以直接过去，这是我们的技术的一个技术特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已经有寄转给一个厂商去做，所以那个整个一个布局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的 know how。对，含在 reactor 里面，含在 reactor 里面啊，它把它含在 reactor 里面。这个有一些专利在。没有，我们没有去申请专利，因为申请专利就是等于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就直接做寄转给厂商了。对，它是放在同一个 reactor 里面，放在同一个 reactor 里面。欢迎到台南。OK， 我们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吴教授，大家好哈。我是傅盛纺织啦，国内第一个将保特瓶纺成纱线这个瓷器的幕后哈。那因为我在7年前那个泰国的总理有邀请我去他们泰国哈，帮他们农民开发东西啦哈。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泰国的那个稻米是米仓嘛哈，那我说你们那个稻壳是怎么使用的哈？结果他特别第2天就我们飞他国内飞机到罗伊省，就是隔壁省嘛哈。今天好像泰国也有来的那个教授哈，我就看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将那个稻壳啦哈。跟那个稻梗拿去做气电共生和发电了哈。对。那我看了2家，一个是大陆厂的，那一个是德国厂的。结果德国厂的那个它本身里面的含的锡呢，能够达到91.5啦哈。那所以我就很高兴将那个东西呢用货柜运回他们烧的那个炭灰啦哈那个拿回来，我就把它纺成纤维啦。
那有一年我们刚好去德国展览 ，ISPO 展览的时候，我特别给业务穿了，他们哇怎么那么保暖？回来就说很保暖了哈。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可以用气电共生来发电嘛哈，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回来之后，我看到我们台中的外埔，有没有大甲上面那个外埔，是好像也有建这个要用那个厨余的回收啦，还有那个稻壳的回收，结果最后没有做成，因为我听说好像是中国大陆的那个不能进来啊，真的很可惜啦哈。我讲说，如果我们政府知道的话，能够投资，能够用德国的机台，应该是那个后面的整个循环是更棒的。那我要请教那个吴教授一下为什么这个厂是不是有机会给他再重生？我听说也是投资了很多的经费啦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谢谢。我简单讲一下外埔那个案子。外埔那个案子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买大陆的一个设备，它1度电都没有发出来，而且还产生爆炸。然后最后那么大的一个，它也是1.5 mega 的。它号称流体化厂，但是不是流体化厂，所以它1度电都没有发出来，它那个发电机站在那边电都没有进去。后来它就跟台中市政府解约了。那么大1.5 mega， 你觉得它的那个操作手册要多大？不好意思，我看过它操作手册2页。它里面没有任何一支温度计，连检测的东西通通都没有，所以它是被骗了。当初我那个故事我就不讲了。但是后来他们有找我们做评估。我们有跟他讲怎么评估，所以怎么做有要用我们的技术，我们通常他们有给了我们一个经费，我们把整个规划等等都弄好了给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没有投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三井水公司跟台中市政府好像互信不足，而且那时候又要选举了，你成功就成功，没失败的话那就不要选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后来这个案子就结束，就是干脆解约结束，所以只剩下厨余。那我知道像这个所谓的，像这个什么德国或者是大陆的话，他们搞不好那个不是气化炉，是一般的气电共生，就是直燃。那为什么稻壳它比较 OK 跟稻杆，因为它含有硒所以它出来的碳黑基本上来讲就可以卖去炼钢厂去做，还是可以做其他的方式。国内本来有一家在中部，但我不知道那个老板好像已经往生，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国内只有一家在做卖蒸汽，他就是直接烧稻草跟稻壳，好像在彰化吧，然后他就卖蒸汽，然后剩下来的那些碳黑，他就直接卖给炼钢厂，所以他主要的产品在卖给炼钢厂不错。但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参观那一家，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家现在还存在或不存在，因为有很多的厂都因为移走还是怎么样就不需要蒸汽，所以那些蒸汽的业者就比较少去做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的时间真的是有点多，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detail discussion 因为我们中间因为等一下会换电脑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请那个我们那个林俊德老师有一个 information， 大概用1分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可能会影响到，这可能我们明年可能会来整合一下这个活动，类似这样。谢谢朱老师不好意思，一个小小的空窗时间就是 next year 26 we are going to host a nanofilt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in Xito, so there will be an ideal timing from May 21st to June 4th. If we can have a conference in Fengja University related to biomass and net zero energy, and then we can go to a nanofiltration conference. We can 可以看一下那个。I think the day is from May 31 to June 4, right? So maybe our conference next year we can arrange to 30 June, 30 May, yeah, 30 May, and the next day we move to Xito, okay? So that's the next year we can have this kind of the arrangement. Yeah, they will be hosted by one Germany professor, so it will be ideal for some Germany speaker, and another professor will be in Taiwan, 何家宏老师 and 董瑞安老师 and other professor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NTU. So we are going to host this conference in Xito. In January, nanofiltration is a membrane,
and they will be ideal to separate nano particles or very small nutrients or some other valuable products. So this conference very welcome international guests and many expertise in local Taiwan professor and some enterprise. So I just take a little brief time. Okay. For Professor Sorry. Yeah. So talk. maybe next year we can have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We arrange before, maybe 1 day or 2 days. Then we move to Nantou. Okay. So we can invite all of the guests to come again to Taiwan. Okay. Then we move to Sito is very good locations. Yeah, for sightseeing. Okay. Okay.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for Justin. Yeah. Then we move to the next section. 下一个是由我们台大蒋宇义蒋老师哦，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还在中心，突然之间呢跑到台大去，因为太优秀了，得太多奖了哈，得太多奖，那个年轻的奖都被他得光了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台大不得不把他挖去了哈，那挖去了，那当然我看他的那个研究都蛮这个先进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可以应用在各位产业的这个系统上或者未来的设计的话，大家可以来参考。那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个蒋宇义蒋老师？谢谢朱老师，好，谢谢各位前辈。那我的学术领域呢是在做流体力学相关，那这边是 focus 在流动化学的纯化的部分。那等一下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detail。那今天是抱着一个学习的角度，因为在学界当中，技术能不能落实到产业上，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地方。那首先我稍微讲一下，所以我们实验室做的是一个我们叫全域式的流体控制技术。从刚刚朱老师介绍我做微流体开始，那其实这是从我硕士班的时候到我的博士班是做微流体，后来呢我就 move 到所谓的流动化学的部分，那也是今天我们想要讲的，就是把所有的化学反应，包含刚刚大概讲的所有的反应啊，或是 fermentation 这些东西，把它变成流动化之后呢，然后来产出我们的产品 ，whatever 它是要用来发电呢，还是我们必须要把什么东西萃取出来？那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是跟仿生有关。那今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交流这个部分，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讨论。那大家都知道，我看在场非常多是化工背景的前辈，所以大部分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在做化学反应的时候，它是用批次的制成反应槽，一个转一个，然后一个做完之后，我们到下一个，所以我们都会讲批次，这一批到下一批，但它受的影响非常大，包含说不同的温度，或是我这一批可能原料就不对就坏掉，所以批跟批之间差距非常大。那当然也有说我后面一个反应槽要等前面一个反应槽这种问题，所以它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尤其在下游纯化的时候，这件事情更严重。那后来有很多人我们就说，那我们把它改成流动式好了，用这种管式的流动，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前面的反应到后面的quench，然后一直到纯化。能不能直接就是把所有东西打进来，我们就没有批次的问题了。所以24小时 24/7全部都是同样一种 quality。但是呢，我们要问的是，这种流动式化学它真的能够达到非常高的 purity 吗？其实呢，在化工的应该说化学年会当中，开发这个流动化学的这个主导的几位老师，他们出了这个 schematic。他说流动化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reagent A 加 reagent B， 然后遇到 cross-section 之后，或 T junction 或 Y junction， 然后我们做一个 mixing， 之后呢，我们进到一个高 efficiency 的 reactor。所以过去大概20-30年来，大部分在做这个流动化学的人，他们都 focus 在着重讨论说这个 reactor 它怎么样做的热值传效果最好。我把它EO调到最高。好，那经过了 reaction 之后呢，我们反应可能需要终止，不然它可能会很危险。终止完之后呢，我后面呢可能要做 collection， 然后要做分析去回收。但是呢，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后面回收的部分呢，他们认为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还是得用批次的方式去收集。举例来讲，很多需要用到2项的，例如说有机项跟水项的这种液体，它必须还是把它放在 setting tower 里面，按照重力来去做分层。那这个地方纯化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控制你整个反应的你要收到多少的产物当中，最重要控制 quality 跟 quantity 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纯化，它用的能源最多，然后它投入的成本最高，但是这个地方却非常少人在讨论，因为它牵涉非常困难的2项不管是气体对上固体，或是液体对上液体，2不相容的，这个是非常难去做
纯化或是萃取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 downstream processing 的部分呢，其实是在我们的流动化学当中一直以来都是 missing， 都是没有这个在讨论的，因为我们都还是把它收在纯化当中。所以那时候我在 UCL 的时候就被 assign 了一个跟业界合作的题目，我们就想说，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solvent extraction 这个部分，这个纯化来做看看，我们能不能来做到跟上游所有东西都是流动式，就是说我反应完之后，马上到下游之后 quench 完，我就把我的产品直接萃取出来没有萃取完的还可以做循环，然后来达到一个不停机的状态。好，那刚刚呢为了可能不知道 solvent extraction 的人在做什么，我们稍微讲一下。整个化学式叫做 A 加 B 等于 C 加 D， 然后它是一个两项，就是以勒沙特列原理来讲，就是说 A 跟 B 的浓度如果很高的时候，我会推动反应往 C 加 D 来去进行。所以呢，当我的 product 当中呢有 C 跟 D 的时候，那其中一个你想要的产品，通常它希望被有机项萃取，这通常在制药业当中非常常见。所以呢，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在 beaker 当中或是反应槽当中加入我的萃取剂，然后接下来用摇晃、用搅拌的方式，让它的表面积接触变大。变大了之后呢，我有很多的面积，所以我直传就非常好。接下来我把我的旋转停掉，我把我的什么反应停掉之后呢，它会因为重力的关系分层，然后我把上面我的产物被萃取出来拿出来，完成了这整个 extraction。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今天是开发一个新药，我要把这个在实验室当中的制程呢放大的话，我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叫做 mass coefficient、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KLA）。那这个 KLA 呢，大家就已经看到了 ，A 我必须要知道，这个就指的是两项的接触面积，另外一个是它的 resin time， 就是它反应或者说我们讲的萃取这个时间。但是在这个solvent extraction 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它其实非常难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 extraction， 跟它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用 gravity 分层到分得很干净。它中间如果有乳化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呢？那我用摇晃的，里面的 droplet 大小都不一样，我根本不知道 A， 所以这个方式呢，到 scaling up 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到产业界它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呢，科学家很聪明，他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让我每一颗两项界面接触的液珠大小都一样。那现在就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用 nozzle 或是用microfluidic 的方式去产生同样大小的 droplet。那因为用 geometry 的方式跟流率的方式，我就可以确保每一颗都一样，所以 A 这个地方我们就解决了。那如果我要让 A 变大，那我就要让液珠更小。所以像这个康宁的 reactor 呢，它就用来说增加流率之后呢，它的 droplet 会越来越小，那我的表面积就增加，所以我在很快速的状态之下，我就达到非常高的 yield。但它有个问题是，如果我今天两种液体极性非常靠近的时候，它甚至有一点互溶，那我在下游的 purification 我就会出现 emission 的那一层。这个 emission 的那一层呢，会等待非常久才可以分层，就像你在牛排馆吃那个沙拉的时候的油醋酱，你的油醋酱当中呢有油有醋，然后有香草，然后也有 garlic。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只要摇得越久，那你放在桌上等它沉淀的时间就要越长，所有的 waiting time 会非常长。所以我在后面收集的时候，我反应可以在2秒之内结束，但是我需要2个礼拜来做纯化，这个时间成本上差蛮多的嘛。好，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科学家觉得说，那我来解决。他说，那我不要用这个 droplet 的方式混合了，我让它平行流动。当我把它平行流动的时候，我知道我的 tank 或 tubing 有多长，然后我也知道呢，我的这个界面在哪边因为我 tube 多长，我就中间切嘛，所以我的 T 跟我的 A 都知道，那是不是我的 mass coefficient 就可以达到呢？没错，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当我们两项液体不相容，我们举个大家可能比较常见水跟甲苯好了，因为它液体自然的 energy 的关系，它会倾向最小的表面能，就是说它会倾向形成液珠，而不是平行流动。在这个 case 上面呢，你就必须要用比较大的 capillary number。我稍微翻译一下 ，capillary number 它是一个无因次参数，所以比较大的 capillary number 通常都是
你必须要流动比较快的状态之下，它才能达到这个平行流动。好，那如果我为了要达到这个平行流动，我要流很快，那就表示我牺牲了这个 retention time， 或者是我们讲的 extraction time， 那就变成说我的管子要非常非常的长，那就失去了我把所有东西要缩小化，然后变成 24 hour 很好控制的一个流动化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实验室就想要做这件事，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控制这个2项流体之间的界面，就是说我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平行流动，而且它的流率是让我可以自行操控。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萃取的有机溶剂，可不可以流慢一点？因为它很贵，我不想要让它流率1:1的跟我的产物一起流动。但是我的上游的产物进来的时候，我希望它流1000。但是我的萃取剂只要用1，非常节省的流率比。但是这个过程我必须要 maintain 一样的稳定的界面。那第二件事情是，假设这个东西可以成功，那表示我可以控制它的界面。那如果其他人还是用 droplet 来做反应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反正它形成 droplet 完之后，我再把它快速的分离，那也可以达到萃取的效果。这样 O 不 OK？ 最后呢，这个东西这个流动行为可不可以被预测？因为今天我在实验室做的是水加甲苯、水加乙酸乙酯，但是到你的工厂之后，我可能是其他的溶剂，我的溶剂里面还有其他成分，它的表面张力、粘度、密度都不一样，那我可不可以用AI 的方式来去帮你猜？如果你要用我的系统的话，你应该要建议你什么流率？好，这就是我们3个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今天还是讲一点点最简单的公式。好，当我们有水跟有机项进来的时候，刚接触到那个界面，我们就开始萃取嘛，这个我们应该理解。那这个界面之间的这个压力呢，叫做拉普拉斯压力。这指的是呢，有机项的压力减掉水的压力呢，它可以用表面张力跟几何形状来描述哦。这个公式是最简单，我们今天就只讲这个就好了。好，那这个 Rx 呢，指的是这个2个壁面之间的曲率半径哦。那如果这个曲率没有太曲的话，基本上等于它的宽度。那 Rz 呢是指的 perpendicular 的另外一个半径，它的垂直面的半径。那如果没有太曲的话，那就是这个反应器的高度。好，那只有这个界面来作为萃取，真的实在太少了，因为我要流动嘛，然后我又希望它界面越大越好，所以第一件事是我希望它界面越大越好，所以我把这个直接接触 Y channel 变大。那变大了之后，你发现，从1倍变3倍。这个地方呢是 Rx， 在这个公式上面呢 ，Rx 变成了3，从1变成3，所以整个数字怎么样？它在分母，所以整个数字变小。变小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够有这个压力 hold 住这个 interface， 所以呢，我就会开始产生不规则的溢珠，所以我后面会很难分离，这我不想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呢，是我希望它持续流动，所以我给它的一个进口跟一个出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例如说有新鲜的萃取剂一直进来去做流动。好，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那时候呢，我就在英国念书，那也知道在英国吃饭 very expensive， 你通常都要自己 cook， 所以呢，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spaghetti。所以 cooking spaghetti 的时候，总是会有 boiling 的问题。你把面放上去，不管你水放多少，一定会溢出来。这真的是要有科学家来处理这件事。好，如果它是 gas stove 的话，就是瓦斯炉的话，它真的每次我都觉得我们家要爆炸了，因为它大概30秒就会溢出来，然后把火熄掉，然后我又要赶快再去把它打开。那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困扰，所以我就在论坛上面我就问说，有没有聪明的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到底怎么解决？就有一个人回我留言说 ，Go to the supermarket, buy a wooden spoon,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pot。放在锅子的中间，你就能阻止这个气体跑出来。这个概念就叫做阻止 Laplace pressure 跑出来，而且 increase 这个 Laplace pressure。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就是这个界面，这个是水象，橘色的是水象，透明的是有机象。然后呢，我的 Laplace Rx 等于从这里到这里这么宽 ，Rz 呢等于 channel 的厚度。所以今天呢，我为了要 hold 住这个 interface， 我们可以怎么做？从公式来看，我们可以 decrease Rx。或 decrease Rz。首先，如果我要 decrease Rz， 那我就是 shallow 的 channel， 我把反应器做薄。好，但它有一个缺点，我的 contact area 变小，这我也不想要，很贪心，台湾人很贪心，我要直传好，但是我又要面积大，所以这个我不想要。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那我们 introducing supporting pillar 上去好了。当我把这个地方放了很多 wooden spoon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 Laplace pressure 就维持住，甚至比之前还要更高。
所以我就在 channel 当中加入了这些 micro pillar， 然后来达到 hold 住 interface。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哦。这个我们先打 organic solvent 进去，在这个 case 应该是 taurine， 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这个就是中间的 pillar， 然后接下来我再打水进去。好，我可以以流动非常慢的方式呢，可以达到我的 interface 是非常 stable 的。我们就先不把它看完了。好，那如果你把这个 micro reactor 稍微 tilt 一点点的话，给它一点角度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中间真的有一些半月形，然后很像那个透镜把外面的光聚集，所以它真的是有一个那个半月形的结构哦，因为 surface tension 所造成的这样子。后来我回来台湾之后呢，我就在想说，这个我每次做这个 reactor 啊，这个是 micro machining 出来，所以我做一个 reactor 我就要1个下午的时间坐在 CNC 前面等它切出来，太麻烦了。如果今天我不是用水跟 taurine， 我用水跟乙酸乙酯，表面张力差非常多，我是不是又要再做一个 reactor？ 那我今天如果卖给一个公司，它调整一个制程，我就要做一个 micro reactor 给他，听起来很赚，但实际上不合理。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governing equation， 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这个 pillar 的位置可以移动的话，那所有的 case 我们都可以完成。如果我们把这个 pillar 呢拉远一点，我们就对付 surface tension 比较大的液体；压下来，我们就对付 surface tension 比较小的液体。所以我就请我的学生把你笔里面的这个弹簧拿出来，我就说水跟空气也是 two phase flow， 我们试看看吧。我们就发现呢，水可以在这中间流动，不会滴出来。接下来放在 taurine 当中没问题，继续流动。所以我们有了这个 helix wire 的 system。在这个 helix wire system 当中呢，这边就有一个 very stable 的 interface for mass transfer， 你就可以在这边地方做直传。所以这个是第一版 long time ago 8年前吧，8年前开始做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不讲太复杂的公式，只跟大家说这个 stable interface 要达成，你只要黄色这个方程式有符合，就是说最大的拉普拉斯压力远大于因为粘滞性所造成的流动达到的，我就可以有这个稳定的 interface。我们直接来看这边好了，我可以让水象流得非常快，然后对上我的 organic 可以非常慢，也可以非常快。也就是说，基本上哪一项要快，哪一项要慢，对我来讲完全不受限于液体的物理的基本性质，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控制它。好，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一个 demonstration。那我们就用化工的最经典的10%的 acetone， 用 taurine 去做萃取，跟这个 agitating 的 beaker 这个旋转的方式来去做比较。那不是流动化学用批次的方式，它就是有这个缺点，就是说我达到上下层 mass balance 的时候，我就是平行，我就是达到5% 上下。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继续萃取。但是用流动式的方式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10% 我可以持续的被新鲜供给的萃取剂萃取完这样子。那所花的时间呢，又跟不能跟可以比较这样。那我只是去萃取一种，但是萃取这种东西是，例如说副产物，还是希望留在水相，然后我要的东西萃取到有机相。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 model system 是 transcapitolate 的product， 就是有一项要留在水相，有一项要留在 organic。好，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一样跟 agitating 的 beaker 来去做比较，就可以发现说，同样要萃到一个浓度呢，他们可能需要20分钟，我们大概就7分钟就能够完成的。那可能会有很多前辈会讲说，你的东西很小，所以你单位时间的产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这种一开始的初步的开发，它不是用于来作为生产，它而是做在你的公司的 R&D 部门当中，要开发新制程的时候，应该搭配怎么样的萃取剂，怎么样的 process optimization， 它是对你来讲非常快的一个工具可以取得。例如说，我们可以探讨在不同 pH 值底下，怎么样的方式呢，可以让该留在水相跟该留在有机相的都是一个完美的 condition。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大部分萃取都要溶剂跟产物1比1去溶，但现在我们说可能不需要做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帮你省很多钱，因为流率1比1 ，500对上500的时候，跟500对上50的时候，萃取的效率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作为 R&D 部门 feedback 给老板，萃取剂的成本直接 cost down 10倍，这就差距非常多。那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我有 A， 我有 T， 所有的那个 volumetric 的transfer coefficient 当然也能够取得，所以后面我们就会讲到 scale up 的部分。但是很多的厂商呢，他们还是不习惯用这种平行化的萃取方式，对他们来讲说这个是
太不一样了，跟他所学不一样。他们前面呢依旧还是用这种 droplet 的方式来去进行，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来去做。好，一样回到产业界在做的时候呢，他们用 settling tower。所以当我的2项 mixture 进来的时候呢，我的 settling tower 要给它一个足够的时间，让它油跟油碰在一起，水跟水碰在一起，接下来比较轻的走上面，比较重的走下面。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我们这个控制界面的方式呢，是不是所有跟水不相容的液体都能用？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solvent miscible table 当中找了跟水极性很不相同的几种液体，包含了就是差距很大的 heptane、taurine， 然后跟极性比较类似，甚至有点互溶的 n-butyl 跟 ethyl acetate 这几个来跟水来去做讨论，看它不可以分离。好，那分离的概念就是说我交错的 droplet 进来。但是我可以把红的分到红的，蓝的分到蓝的，这个就叫 droplet separation 嘛。好，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我把红色的 droplet 之间的距离变短，直到红色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外环是另外一种颜色，这个就要分离。另外一种方式是我把蓝色的全部都吐出来，那红色之间的距离也会缩短，到最后面我就只会收到红色，下面我收到蓝色，所以它有2种我们可以把它定义的分离的机制。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我们就是来 real time 的这个 droplet 进到我们的系统当中，看一下能不能放。好，进去之后呢，这红色的 droplet 第1颗会被第2颗追上。接下来它们会并成一起，第3颗进来再追上，中间你看不到的透明的地方就是有机项，就被推到外面去。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用 light sensor 看到前面是一颗一颗的溢珠进来，但是后面收到的是完全平行的线，也就是说纯的 organic 会走这边，然后水象会走另外一边。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video。好，我们这样借由这样打进来，现在是水象跟油象呢是1:1的状态啊，这是 real time 的，我们可以分出水跟有机象。那我们也可以用不同 flow rate， 我有机项超多，然后水超少，然后甚至不规则，我们一样也可以做分离。接下来反过来，水象超多，有机项超少，一样也可以做到同样的分离。好，这就是一个 demo。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拍更快，但是因为手机没办法录这么快，它会变成像拍电风扇一样，电风扇不会转这样。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快。那现在呢，就算你没有办法分离成功，我也可以借由调控我这个 helix wire 的紧密的程度来去做修正，能让你收到非常多的东西。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了，因为我是机械系嘛，所以我们就还是做一些 actuator 啊，让我自动去拉伸这个弹簧啊，然后也做一些 sensor 来确定这件事。也就是说 ，sensor 会帮我读到说，我的 outlet 如果有混合物。就是在水象我收到有机项，或者有机项收到水象，都是我不要的，我就回收控制到前面去，然后去拉动我的螺旋线圈的弹簧。我们看一下它进来的时候不规则，进到我的 separator。好，这是我后面收到的样子。所以一开始 outlet 2我收到的会是透明的有机项，接下来你会发现水象看起来不是很规律。大部分的水是走这边没错，但是还是混有机项，所以它的纯度不是很高。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的 PD 就会 feedback 给他说，那这样子可能我需要把我的螺旋线圈稍微拉长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拉长。好，我们只把它拉长一点点，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either你看 PD 的部分，或者是你看后面这边。可以看到呢，我这个 outlet 1， 它从一开始间接颜色的变成一整条都是红色的。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 它就完成了 separation。这样好，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它也会可以来作为一些高粘度的分离。也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方程式当中，你们刚刚看到的方程式当中，其实是没有粘度的。所以呢，它也能做粘度的分离。那大部分呢，我们做的相分离呢，跟我们 compete 的大概就是膜分离。所以如果是做粘度很低的，用膜分离去分，效果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但是粘的东西呢，或是 biomass 的东西，它一定会有fouling 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呢，你可以完全不 care 这个粘度。它好像宕机了。OK， 好。你完全可以不用 care 粘度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即便呢我们是这种 heavily oil， 就是说甚至到重油，也就是沥青的粘度，我们都也一样可以分离。那唯一的限制在于说，我的上游的帮浦打得够不够力，因为我们实验室的帮浦不是打那种重油专门的，所以它打得很慢。但是你可以看到水
透明的水会一直下来，但重油就从这个地方滴下来，所以它完全不受那个粘度的影响。所以非常黏的原料，我们也可以做。你的产物如果非常黏，你不需要经过 dilute，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帮你做分离。好，那这个东西呢，到底能不能被预测？所以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软体，说，我先告诉你，你的东西来之后，它到底是分离成功还是分离失败。如果分离失败的话，我会告诉你一个数字，建议你说你上游的流率可以怎么样做调整，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用我的系统来达到一个很好的分离效果。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说，我们用 classifier 跟NN 的方式来去做。这边有一个 GitHub，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程式码完整不动的上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兴趣的话，全部开源，你想要用的话，直接可以拿去，那我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这样子的计算。所以我们看一下 result 好了，我们就是在挑了10组完全没有参与训练的data 当中呢，我们10组去猜说，所以应该可以分离的流率是多少？那10组当中呢，有9组全部都在我们的认证的 standard deviation 里面，就是说在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当中，他猜的这个数字是一定可以被我们的分离器给分离的。好，所以后面就有几个 case， 包含刚刚吴耿东老师有提到说，微型电网除了生质能之外，说不定家里的大豆油也可以拿来做成生质柴油。从一开始的 mixing 到后面的 separation， 到蒸馏，然后到 extraction， 我们都可以产生一个 pure 的biodiesel。那或许这个东西不至于到可能要到引擎当中使用，但是以家用或社区的发电机作为一个紧急发电的电源已经足够。好，那比起 batch 的制程呢，我们可以在更快速的时间当中，然后有很好的 biodiesel 的产生的yield。那这个东西呢，当然更多的应用是在制药产业当中，它会运用到有机项跟水项的一些混合。所以我们实验室也在做这个 continuous 的那个乙酸乙不是乙酸乙酯，这个乙烯水杨酸就是 aspirin 的 production 的相关的研究。这样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讨论。那更多的生质能或是这些大家今天讨论的东西，更希望处理意义之外，还处理在液体当中的 particle。那我们实验室呢，也有一些用被动的方式，不是用磨的方式，用离心力的方式呢，来去做 particle 的 separation。大家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用10 micron 的 particle 跟3 micron 的 particle 来去做一个分类。我只是直接把它打进去，因为流率比的不同，我就可以有效的呢，在 outlet 这个地方分出我10 micron particle 跟3 micron particle 的差别。这个就是完全被动的方法，没有给电，也没有给滤膜，不需要换，它就持续的打进去，而且流率越高越好，越高它越容易分，因为它particle 里面受到的力是跟这个正向的。那最后为了跟大家做一个连结，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 scale up？ 从实验室做的东西一直到工厂，它的差距到底有多远？通常我们在讲 scale up 的时候，一种方式是 numbering up， 我就平行化。接下来，或者是我 sizing up， 我的长度、宽度整个变大，或者是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把它变宽，那我能不能取得？好，那当然呢，在这种系统当中，我们当然可以用 numbering up。numbering up 已经就是广泛的被证明说它可以使用。那因为我们每一个螺旋线圈它的分离效率都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完全不在乎它在 distribute 的时候，就是液体在 distribute 的时候，可能分到最右边的管子跟分到最左边的管子的油水项的比例不相同，没差，反正不同的油水项进来我们都能分，所以就不会有这种 distribution 不同的问题。所以它的 separation 的 efficiency 是相对来讲非常高的。但另外一件事是，你可以平行化很好，但你能不能 sizing up？ 所以回到 sizing up，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公式。在这个公式当中呢，我们后来发现呢，跟表面张力有相关，跟流阻有相关，但是跟重力完全没有相关。所以就是说，在地表上可能跟重力有相关，就是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没办法做了。大到这个一个它的重力呢，可以冲出这个表面之后就没办法做了。但除此之外呢，它跟重力完全没相关。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制药或甚至未来的生质能，太空人产生的东西，它在太空站当中应该要怎么做？所有的化学反应在太空站当中绝对不可能用排配或是用 beaker petri dish， 所有东西酸全部都会乱飞，一定是在流道当中，所以它是 exactly 的 flow chemistry。好，但是如果同样遇到两相流的问题，它没有重力，它就没有办法分层，你就没有办法做纯化。唯一的方法是用离心，那离心就是批次，你拿出来之后转，上面拿起来，下面拿起来。
哦，那还是不是完全流动？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系统在没有重力的状况之下也能做到？所以我们就到力宝乐园，这是我的学生用海盗船，它会提供一个0.3秒的无重力，没有 quality 很好，但是 enough， 它就藏在它的衣服下面。哦，然后但是他实在觉得太危险了，所以这是我其他学生保护他。所以这一群都是被我们包下来的。好，那你就可以观察到无重力的行为，但是0.3秒真的是没有办法证明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联系了欧洲太空中心，用这个 drop tower 来做这个4.7秒的 drop。这个太空中心 exactly in Germany, Bremen。好，这个叫 ZAM， 所以我们 we do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 这样。好，所以我的学生呢就去年就开始到这个实验室，然后我们把刚刚我们讲的所有实验整合到这个 capsule 上，然后这个 capsule 呢就会全部的远端控制，接下来整合好了之后呢，它就会被送到110公尺以上的高塔，这个高塔呢会全部抽真空，减少空气的摩擦力，然后给你10⁻⁴次方 G 的这个将近是完美的地表上能做出完美的无重力的一个 case。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战情室当中去看它实际 drop 的效果。那今天有外国人说 ，we do have a mixture power in our scientific area。神秘东方力量就是上面一定要放乖乖，真的没放，第2次丢就没成功。学生不信邪。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乖乖的形式。当 micro G 的时候呢，它就会浮起来，因为乖乖里面有充那个比较轻的气体嘛，所以它就会飘起来这样。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丢了之后有一个 micro G， 然后最后一个 shock 打到最下面啊，最下面有一个接着的东西可以把东西保留起来，不是丢1次之后就没了哦，钱没这么多这样。好，那 micro G 结束了之后，因为这是 high speed camera，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突然间的撞到地表，然后再弹起来，然后这反作用力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hock， 好，这样弹起来，然后对 ，OK， 好，那这个就是战情室的样子哦，就是你 drop， 然后你可以这样看到，然后一直到最下面打到这个地方。哦，它这个是像那个无印良品的那个什么懒人椅的这个东西这样子。好，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是capsule 里面的，所以一断了之后，这个就是会远端离线的 recording， 所以你看不到。好，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所以我们要证明几件事，我们刚刚看到的嘛，它能够平行流动，接下来它可不可以分离？然后分离有2种，它是不是都可以达成？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播。好，我们看一下 interface stability， 你会发现呢，它跟地表上一模一样。好，即便 micro G 开始了抖动一下，它 release 了，我的液体一样可以含在里面，没有跑出来。所以我今天如果在太空当中做萃取，你在地表上能做的，太空就能做。好，那 separation 也是一样，看一下 separation。好，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droplet 一直进来，然后这个就是我中间 organic 一直被喷出来。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即便 micro G 的时候呢，它并不会改变它任何的形式。所以呢，如果我可以在地表上面做这个 two-phase separation， 在太空站当中也能做好。那另外一种的 separation 用滴的方式也是一样。好，当它开始 micro G 的时候，原本应该滴下来的东西，它就会卡在这上面。然后我的水因为一直进来，所以这外面这层就会越来越大，然后水会往后面走，有机项会卡在外面这个地方。好，所以这都是无重力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就 confirm 了一个这个 microgravity 的 independent。那这个未来呢，就会希望说有任何制药或是化学反应或是纯化的概念呢，全部都可以在无重力的状态下执行，包含说有一些光化学它需要太空辐射，或是原料是太空上面的，只能在太空取得，那你就是可以用这套方式，从前面的反应到后面的纯化都能够达成。好，所以这个最后是我的 take home message。用这个系统，它没有 clogging， 它不会 fouling， 它的 viscosity independent 不会受粘度的影响，它是 continuous 的，全部接在一起，跟上游连接，完全没有停滞。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被预期的，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学理在支持在后面。然后它的操作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然后非常的 stable。最后呢，它是 gravity dependent， 有机会大家可以先卡位太空产业。好，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了，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吃饭不重要，我们学习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再给个10分钟做 discussion， 然后等一下我们吃饭，因为是到1点20啦，所以我们大概有留个40分钟可以吃饭就可以了哈。那是不是10分钟 discussion？ 好，薛老师先来。对，我这边。
这个徐老师也做这个 separation 做过很多的哈，所以可以问一下。蒋老师啊，应该我们有缘，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幕后操纵者，我在蒋老师后面。你刚才提到那是说你那个产管子化可以这样做，哦，那么我可以透露一下，我最近大概几个月内就拿了一篇论文，就 TBA 变 TBHB， 哦，那大陆他们是直接用管子，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35公尺。但是我康宁只有后面只加15公尺而已啊。哦，这请问这些地方。然后我现在有4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第一个部分你就所讲到 mission， 那你 mission 的话怎么去那个计量测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讲到，你多半在强调说你用 QRE number 这一部分，那这部分就联想了，因为这个好像跟那个 mission 有关系。但是 mission 跟那个 chemical reaction 部分，这2个应该可以整并起来，变成一个 number。我不晓得你晓得这事情。第3部分就是你那个 mass transfer 这部分，对不对？我刚才看你表现是用那个 flow rate 去看它，对不对？那我就联想说，这东西的话，你这个 region 是位在什么地方 ？region， 我们在，对，那个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知道一下。第4个部分，你讲到产管子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你说管子长化都没有问题，可以表现很好，但是你如果以 Bernoulli 或选择去看它的话，你的 energy loss 会不会太少？但你可能会占到会超过15%，那你怎么办？放这心怎么处理？啊，就这样的。好，谢谢，可以先回答。我想管系这个东西后面的管子长度，我们就是想要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本来长的管子就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我讲的是一般的人要做的话，他会把管子拉非常非常长。不过我们先回答薛老师的问题，就是前面的 mixing 要多好这件事情。那我刚刚有讲了，在流动化学当中，大概过去20-30年，大家都 focus 在 mixing 跟 reaction 怎么样把 yield 调高。但是我们实验室是 focus 在后面的 downstream processing，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选择用空灵的 AFR 的系统来去 guarantee 我前面的反应一定是。然后我在后面再去做 separation，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讨论说，应该说我们不开发完全混合的反应器，我们是不管你 whatever 你是用 microreactor 来，还是其实我直接用 beaker 转好了，我随意的吸进去都 OK， 我们都能做这件事情。那只是呢，像这个 case 是 biodiesel 的状况之下，我们会希望呢它的甘油或是它的 byproduct 或是它的甲醇这个地方是完全反应完之后，我再来做 separation。当然，它不完全混合也没有问题。那它的表面张力会有一点点改变，所以我们每次呢就要用 automation 的方式呢去看说，如果反应只有到70%，那这时候它的表面张力比较低，我们就要来去做一些后面分离的调整。所以这个前面会取决于我们选择怎么样的 reactor， 这是没错的。所以这个系统呢，它其实是可以接到批次的那个。continuous stir tank 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就是取决上面的人应该要怎么做。那刚刚第2个问题是，我想一下，有一个是 range 是 flow number 的 range。OK，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呢，现在是做到40 milliliter per minute， 所以还跟大家的那个一天要几 ton 还是有一段非常大的差距。那这个原因是在于我们一支可以做40 microliter per minute。那如果你要 sizing up， 应该说 numbering up 的话，那这个就是直接叠加，这没有问题。这我们刚刚讲的是单支。那重点其实在于我本身的管可不可以能够变粗，就是这个可以容纳的液体量更多。我们现在的直径大概是3公分左右。那已经大概大部分的管是 OK， 但是如果我们要上到非常大的化工厂的那种很大的管，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跟重力有相关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跟重力，如果重量大于我的 Laplace pressure 的压力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转换应用的场域到太空当中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目前现在的状况。对。OK， 还有那个我们的首席科学家，问一下。那边。我跟那个马小刚是非常好的朋友，马小刚。马教在机械系啊，他以前机械系退休了，是马教授，退休好几年了。这个我在1990年到93年，我是在做合成化学，我就是把 microreactor 用在大生产上，
这个是非常，那时候还没有人谈这个事情，就是我在做反应，我要做一个农药在化学反应，就是当然就是 mixing 这个技术，这时候怎么能利用这个 MEMS technology 来做？过去最早是在分析化学上在用的，那我想这部分我们用的很多。那我做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在有机化学反应，这个 alpha hydrogen 要去用chlorine 去取代去用 chlorine， 大部分的这个氯气都是用 gas form 来做反应。OK。你看 gas form 你去用 microreactors 你很麻烦，gas liquid reaction 这是 multi-phase 的话，你 problem 就很困难。你看是 liquid，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我就把 chlorine 把它变成 liquid chlorine。supercritical liquid 吗 ？Yes, liquid chlorine。OK。然后呢，去做 reaction。如果你是用 gas phase， 我告诉你，那个反应是一天呐，反应又大，在那边搞又污染。那 gas 你这个 chlorine gas 你一定要把它 vaporize， 然后一个 inlet tube 去慢慢的 gas bubble 去反应，它还是会有 chlorine 跑出来，是非常 hazardous materials。而且它的收率非常的低，而且不能在太低温度用 gas 去 bubbling 这个液温度就浪费很多时间，这是非常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农药，叫 monocrotophos， 就是我们台湾叫亚速林，中国大陆叫九效林。当时呢，我是很有种，我们是学化工，我就利用 liquid chlorine 去跟我的这个 multi-phase， 我是 multi-phase reaction， 而且它会产生，将你液入去跟这个有机相，还在有水里面，还这个问题来了，还会产生 HCl， 这个腐蚀性很严峻，所以都是极端的挑战，绝对挑战。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反应，我投资大概70万美金。我可能要跟老师我举个例子合作一下。我就讲那个 Siva 盖亚，没有化他学投资了3亿的这个人民币建个厂是4000吨，我投资70万美金做了一个2000吨的厂。老师，我要跟你交换一下名片，我听到那这个2000吨有 keyword 有 keyword money 我让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公司它赚的太，就是我们用 micro reactor 这个 technology， 让这个是在已经是1990年代。对，没错，1990年到现在，对，30几年时间。就全世界最后那个农药，我做到基本上是conversion 100%，yield selectivity 98%。如果你用 gas 去做conversion 是100，但是 selectivity 只有75。对。还有非常多的这个 side product， 你分离都没办法分离，所以造成的那个有机磷是非常 highly toxic， 是无解。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我都没有对外发表所以我这个技术呢就是转让的。这是当时我的公司，我们非常有种，这个反应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 microreactor 最重要是用在一般你化学你不能做的反应，越危险的反应，黑染这是这个反应，它是最有利。而且呢，我那个反应就多了。如果我讲起来是非常简单，我那个投资设备才70万美金，他们投资是3亿人民币啊。1000个 liter 的这个反应器，我最重要用了一个 plated exchanger 做我的 microreactor， 一个打进去，再用它的这个 liquid chlorine 跟我有机厂在这个 multi-phase mixing， 我告诉你，整个反应10分钟解决了。对，时间很节省。他们是1天，我看也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有，所以这个东西在 mass transfer 做得非常好，而且最后你没有 separation 问题，这后来 separation 怎么做呢？我们用，当然我也要萃取，因为我是 multi-phase 你最后反应完了，它一定是要到这个油相，所以我就直接用 mix settler， 非常简单，用这个成分去 continuous， 大概8个 stage， 我就可以把它完全100%萃取到我的这个水样，然后我再去把溶剂蒸馏，然后再去化学反应。我跟你说，这个了不起的这个 reaction， 这个非常，最后 Siva 盖亚完全被我搞翻掉，他最后这个厂他在那个山东。投资3亿，最后负债2亿，宣告破产，我把他干掉了，就这样。OK， 那个林教授，等一下我们换一个名片，我们等一下换个名片。那也有这个 microreactor 在我实验室是5个实验反应器，我们准备是做很多，到时候我再跟你说，好不好？好，谢谢老师。OK， 那现在还没有问题，我们如果现场等一下还有那个好了，敏言让你问一下，但是短问题来。老师，我可以请问一下那个。老师刚刚有说到有那个 particle， 它可以去过滤那个 particle。那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 particle 最小可以到多小的 size？ 好，原则上它靠的呢是beam force， 就是在流体流动的时候，因为
旋转的关系跟直线流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作用在 particle 上面的平衡力，然后这个平衡力会让 particle 固定在某一个位置当中。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跟你的尺寸是 proportional 的，所以它是成正比。所以 particle 越大，这个力越大。那如果你 particle 越小，你的流道长度就要越长。好，那如果这个流道长度够长的话，原则上只要有力，你就是让它慢慢流，然后它就可以做到。那现在目前在文献当中可以做到的是2奈米，台积电想做的也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就50到2奈米到50的这一个范围的杂质的萃取这样。但在实验室等级是比较难做到，因为整个流道尺寸要跟着变小，那它也不适合做在下游纯化的废水直接把 particle 滤出来，它比较像是在 QC 部门要把知道里面是什么 particle 的时候做分离的时候，这种少少的量打进来去做分析的。我只能说，以我自己的感觉是，它不适合批量的纯化制成。我在想你会问，你可能 particle 都比这个大啦，对啊，因为他们是细菌的啦。哦，细菌哦，那完全没问题啊，大概多大？100吗？老师，我们是蛋白，我想要做那个碘一哦，那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对啦，有在做应该是没有问题，对，那个就完全随便做就有。对，没错。随便做。这个他的做的都很小了，你的一定没问题啊。对啊，那个因为他也是另外一个台大的就吴宣成老师的学生，因为吴宣成老师今天对生化系的，不过他今天好像有点事，说派他的学生等一下下午会讲一堂。好，我们是不是我们中间休息一下？我们会到1点20分，那到1点20分回来这里，我们就是下午的场次会来继续。因为刚刚 discussion 很多的部分，我们可以在那个 lunch time， 我们可以more detailed discussion。OK， 好，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非常感谢那个江岳江老师，今天特别从台大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新的技术。好，谢谢。就是外面拿便当，但是吃饭不能在里面啊。我们另外有一个吃饭的点在那个左前方的里面，然后边吃可以在边聊，然后1点20回到现场。好，1点20我们回到现场，然后我们会继续。we can take our lunch box outside, okay? And we have another restaurant, right? Okay, another place, yeah. And then we come back before 1:20, yeah. Okay, afternoon, yeah. 嗯。
董事长、总经理们，因为我们下午第一场的 speaker， 我们Hello， 台湾唯一的这个罗马纪录部成员啊哈，我们的陈教授，等一下因为有一些事情会先离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要准时开始哈，是不是可以请外面的那个再请外面那个催促一下哈，外面催促一下，Mick， 你们能不能协助一下外面叫进来哈？好。OK， 然后我们可能要先前面也要灯也要关一下，第一排。OK， 那我们是不是准备要进行哈？那我简单那个帮我们 speaker 介绍一下啦，因为那个我们陈教授哈，这个是。以前也是，今天很多那个留德同学会的，然后那个罗马俱乐部哈都不容易参加的哈。这个参加的成员是这样，就是说一定要么就是大企业这个高阶主管退休的了哈，要不然就是政商关系良好，要不然就是从政治上面退休的一些什么总理啦、什么部长之类的哈，才能够加入的哈，不是它是邀约制的，不是你要加约都可以啊。那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哈啊。陈博士也帮我们写了很多书，因为罗马俱乐部每年他会针对一些全世界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去做一些解决方案的提出。那这些解决方案提出完之后呢，因为都写的是德文呐，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一本那个成长极限哈，就是陈教授他把它翻译成我们可以看的哦这个版本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哈，是不是我们就请那个我们外面还是要催促一下哈，赶快进来。哦，那我们就是我们来现场我们来个掌声哈，来欢迎我们这个下午第一场的陈教授院长。OK， 好，谢谢。显然这个到午饭以后，大家都有一点这个想要多在外面兜留一下啊，多兜留一下。非常高兴今天还能够到这个逢甲大学，而且参加我们林教授跟这个。朱博士、朱教授这边共同主持的，或者这个论坛啊，这个论坛我参加，这次当然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这个绿色的联盟。这个联盟显然呢有更重要的目标，要向着这个目标奔去。当然如果我们谈绿色那不得不回顾到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这个行业所谓的这个绿色开始注意。事实上，这个开始呢，源头在应该是说对化工业来讲呢，是从这个责任关怀开始啊。这个是回来，1962年那个时候有第一本书出来啊，就是关于这个。原来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化学产品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只知道我们在生产一些化学产品，而这些化学产品呢，又都是我们所必须要的，譬如是在农业上，或者甚至于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上等等，你是举目望去，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跟化学有关。不知道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是至少在60年以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一直到这个 Richard Carson 写了第一本书叫《宁静的春天》，才开始对化学的物质的物性、化性有了这个警惕。所谓的宁静的春天，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化学物质它是有毒性的，就算你水喝多了，你也会不舒服。所以事实上，在物质上头，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对环境、甚至于对这个动物生态界都有影响。那么《宁静的春天》这本书出来以后，大家才开始对化学物质的特性做了一些比较更深度的研究。在以往的话呢，化学物质的很多产生都是意外的产生，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煤因为一开始都是讲但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或者从化学的角度来看。最早是想办法把这个空气中的氮能够固定住，那么就是合成的氨，合成氨下来就做成这个就是人所需要的这个食物用的这个肥料。
那么接下来，当然穿着有染色有染料，从这个自然性的染料到合成的染料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产品下来，对这个大家的生活是做了很多的改善。可是呢，它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不在这本书出来之前，大家都还不太在乎我们用的这个物质有什么问题。临近的春天是让我们第一次警醒到，就是当到我们用了一些物质不是属于自然界原来有的物质的时候，就会对自然界产生一些这个特殊的变化，同时可能会打回来，打到我们自己本身。这是临近的春天。1968年，这个罗马俱乐部成立。罗马俱乐部的成立是针对世界人类的未来，也就是说，当这个罗马俱乐部看到这个有宁静的春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显然不只有化学物质是对人类是有影响的，它还有其他的。所以，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后的第一部书呢，就叫《成长的极限》。这个成长的极限的结果，事实上就在这个图形上头啊。我这个讲了很多次，但是不厌其烦的要向大家宣讲这件事情，就是说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慢慢经过大家的这个采撷，你可以讲不要讲这个自然资源的总数，但是自然资源每一个物质都是这个逐步的下降，因为我们在采撷。那么人均粮食跟着人口的增加，可能它会经过一个这个 peak 啊，所谓的这个拐点。人均的这个工业产品也会经过个拐点，这个跟污染也有关系。人口增加的时候，污染也会增加。但是当到这个地球空间越来越小，那人口就开始遭到挤压。同时，因为这个能够使用的耕地越来越少，那么同样的，你的这个农产品呢就会越来越减少。这个当然不是只有耕地，有空气跟水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图形是1972年，也就是第一部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就有了。50年之后，或者说第一次我们在重新再审视这个图形的时候，是40年之后，发现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更详细的资料，也可以用更多的数据来做这个或者细化这个图形，但是基本上图形没有变过。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40年以前或者50年以前就知道整个世界的这个情况是如此。那么当初呢，的确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不脱离像这样子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必须要瞬时，也就是当年在1972年的时候就提出这个成长极限以后呢，就是说需要做一些改变，不然的话，我们的结果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因为人口不应该是因为这个地球的这个受限而有一个极限值，那谁应该减少？哪一个地方的人口应该减少？等等，或者说人均的这个粮食或者人均的这个工业产品，那么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不能够限制人类，不应该限制人类的发展，所以限制人类的发展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思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出了好多本书，包括《5倍级》《蓝色的经济》。那么，2052年，也就是说，在1972年以后的40年，在2012年的时候呢，又出了40年以后的状态。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用更好的这个数学模型啊。原来呢，模拟不存在，但是当到这个1972年第一个模拟呢，就是动态的模拟产生以后。经过了40年，是越来越细化。那么世界模型3.0也出来，但是基本上我跟刚刚说了，就是基本上它的图形没有变化。大家在外头看到或者手上，我看到每一位好像很多同学朋友呢都拿到了这本书，就叫《成长的极限》。
的觉醒与共生。这本书呢是2017年，也就是罗马俱乐部成立50年以后的一部等于是周年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头，可能大家读的时候要注意几个内容。我建议大家呢，你要看到他在经济的讨论上花了一点时间在讨论。什么经济的讨论？一个重点就是资本是不能国际化的，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国际化的资本，也就是说，今天造成的乱象是因为资本国际化的结果。等一下我会再继续解释啊。平等要如何？世界是需要平等，但是在每一个地区的平等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如何去争取适合于当地的平等？这个就是2023年的这个新的报告，叫《众生的地球》。当然，《众生的地球》出来这个报告呢，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是罗马俱乐部以欧洲作为主体提出来的报告。也就是说，他提出来的报告当然是就是希望做到一个平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有钱的人越有钱，越穷的人越穷，所以要去向这个有钱人征税，把钱分布给或者是分配给这个没钱的人。这是在西方国家的思维。那中国不是这样子，台湾也不是这样子，等等，在亚洲不是这样子。那么当然，欧洲的确是如此。但是相对的来说，罗马俱乐部已经面临了一个问题。虽然在50年以前，我可以看到未来，也知道这个未来，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偏偏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来所几乎可以构想到的这个状态，朝着那个方向奔去了。那么显然，我们的思维上头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到2023年，最后的一本书叫《极限与未来》，这个时候就开始讨论，就是不再是用这个罗马俱乐部像这种智库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自己每一个地区要根据他自己的所需要来做改变。但是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已经过去了。在今天我们面临到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二氧化碳在这个成长的极限里面没有说到，也就是说，真正造成我们今天大家最焦虑的所谓的气候的变化，在50年以前没有判断出来，因为那时候对二氧化碳的状态并不清楚。今天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这个温室气体，或者说这个整个地球的温度在增加，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而是有其他还有9个重大的自然灾害是一个一个的要来临啊。这个降临呢，基本上都到了濒临点，只是看什么时候发生而已。这有一点像 Murphy's Law 这个墨菲定律一样，不是不来，而是看什么时候来。那怎么办？这是最新的一个报告，那个是 Potsdam， 就是德国的波茨坦这个气候研究院讲的。波茨坦气候研究院它的结论，就是大概在4个礼拜以前，全部讲的是要怎么去减二氧化碳啊。你可以看看，第一个是遵守迪拜的这个协议，从2025年，从现在开始，每年要减少3到4个 gigaton， 就是31到40亿吨的二氧化碳。化石燃料全面退出交通，不应该再有任何用这个化石原料作为这个燃料的这个交通了，不再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的生产设备投资。全球碳排价定在100到200块美金每吨。你先想想看，台湾的这个价钱多少啊？然后再看看规定是多少。有的时候我参加，大概最近2、3年，我都参加台湾的这个讨论会很多次。我发现台湾人跟台湾人自己在玩，不看外面是什么样子，只在自己玩。你可以玩得很愉快，
你也可以叫自欺欺人，但世界已经往前跑了，跑了很久了。我们大概几乎已经落后到10年以前的事情了。当然，这不是台积电的问题啊，台积电还可能是这个神山啊。停止农业对剩余天然森林的拓展，把海洋和引发天然灾害的这些体系呢，作为全球共有的资产。它每一句话后面都有当然很长的这个描述在后头，我只向大家阐述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图形里头，过去图形不是这样下来的吗？也就是说，如果地球的健康是逐步的向下降，而这个人类的福祉呢，事实上是到了都要经过一个拐点，要往下跑了。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要经过转化，就是从不公正、不公平，要走到在感恩、安全空间里的生态文明。啊，也就是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几样东西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个都是当然这是西方或者说德国，我在讲就是欧盟的见解。要转化到台湾或者甚至于我们讲东方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这就是我今天主要的议题。如果大家想说要在我这边听到化工业要干什么，马上做什么，没有，只是它必然要走的那个方向，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它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讲一下碳中和。碳中和很简单啊，就是要不是减碳，要不然就是无碳，要不然就是负碳。减碳啊，当然就是提高资源的生产力，用资源生产力做定义，远远比其他任何一个定义要更好。你可以讲啊 efficiency 效率什么等等，任何一件事，但是资源作为生产，就用资源作为一个主体的时候，这个生产力才有意义。无碳、硅基、硒基或者氢基、氮基，这个都存在。啊，负碳、自然碳汇优化管理、人造碳汇 CCS 等等等等。如果说看到这些内容以后，你就会想到，那么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新科技，这些新科技的应用，昨天讨论或者今天早上也讨论，基本上都需要一个社会的接受。要内化，还要演化。先要这个科技，先要被这个社会接受，不够，单单的接受还不够，它还要内化，要变成你是属于你自己一部分。然后呢，在内化的过程中间，我还要演化，我还要继续变化，变成新的。也就是说，台湾如果在30年以前的化工业已经到达像这个台塑那个时候的状态，那么今天如果我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演化，就会被淘汰。很简单的讲，面对灾难变成一个主体，如何面对灾难？当然社会要有韧性，它有自组织力，自组织力要出来。不是面对美国的需求，不是面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是面对欧洲的需求，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那么它有很多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呢，我只讲一个啊，就是讲循环经济。什么叫循环经济？昨天我们听了这个林教授讲的，或者说主办的这个阻燃剂，那么是非卤。这个非零的阻燃剂这个说法的时候，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关于阻燃剂的，就是它的机制，它的反应机制。也就是说，当到我在设计一个化学原子的时候，或者分子的时候，我必须要想到它的循环性。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跟循环有关。如果你们回去想一想，应该循环经济不是停留在我们刚刚想象的说从绿色出来的产品最后归因到最后的环境里头去，这叫一个循环。甚至于我们每一个分子
在设计的时候都要形成这个循环。那么你就可以解释了，那么所谓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有意义吗？如果生物可降解塑料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去让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降解，这就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生物降解的动作。那么显然丢在路旁或者是堆积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垃圾，就是一个垃圾。讲碳排放，事实上，对化工来讲，一定是从能源的路径图来看的啊。好，全世界总碳排放量就489亿吨，这当然是2018年的事情。你看中国占了117亿吨，现在可能120亿吨。那么美国是它的一半，等等等等。在中国。我把中国提出来特别谈，因为它这个国家实在太大，而且自己本身呢也有足够的消化力，所以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的状态，然后再回来看这个台湾啊。中国燃煤火力发电厂就占60亿吨，它的有一半的二氧化碳是燃煤发电厂出来的。那么目前的初级能源的情况是如此，70%是化石能源，15%是水利，10%是可再生能源，5%不到啊，就是核能。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位朋友在跟我说中国不担心它不缺电的问题，你看看他担不担心？他担心什么？他担心的是他的二氧化碳。70%是化石能源，而他也担心他的是核能，它只有5%的核能。为什么呢？因为水利15%。基本上在中国可以用的水利的地区，基本上已经用光了，不可能再增加15%，提高这个百分率。可再生能源会再增加，当然会再增加，因为目前我们用的这个硅基，以后可能用的是 perovskite， 就是所谓的这个钙钛矿等等等等，你这个系统存在。那么我的效率会更增加，即使我的表面能够这个吸收太阳能的这个表面呢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经过我不断的这个效率的提高，我可能可以提高到25%的可再生能源。但是这个70%的化石能源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在最少要降低到基本上化石能源不再是化石能源，而是化石原料。即使如此，全部做成化石原料，它也有很多的一大部分呢，它是做不了化石能源，也就是基本上它会变成能源，也就是最后烧掉，大概有30%会烧掉。最终，这个30%的烧掉呢，当然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必须要靠减碳这个负碳，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森林。包括自然的这种环境来取消，或者来这个 compensate 来把它这个吸收掉。核能的5%一定会增加到30%，这个虽然是我的数字，但是也是清华大学的数字，也是今天中国在这个核能的这个路径图上写的数字。如果按照这个30%的话，它几乎每一年，从现在开始算起，到2050年到2060年，每一年都要增加至少10个核能发电厂。台湾呢？这个数字大家都很熟了啊，我相信大家很熟，也希望大家熟，因为我们叫了半天，但是在工业界，如果不对自己的这个路径图都搞不清楚，而且说今天如果这个核3全部停掉，然后我们下面的2年可以不缺电，这个说话能够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负责？我们要有判断的能力，对吧？我们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好，2025年这个是预计是20%的可再生能源，30%还是燃煤，50%是燃气。
到205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不可能没有核能啊！你要全用太阳能跟风能，没有这么多地方给你做。你的化石能源还是存在，这个我刚刚讲的，因为你还是有这个最终的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些化石的原料，那么会作为这个燃料用途。20%你可以这个这个再生能源呢可以再继续增加，但是基本上要有50%的核能，逃不掉，不管你怎么讲都逃不掉。化工业还是要回来看，究竟这个我们的原料的源头是什么？它变化很大啊，尤其在最近的20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在以往我们只看到的是轻油裂解开始，就是从石油，轻油裂解开始，但是呢，就是在最近的10年，当到美国开始卖它的页岩气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我们只听到这个很多地方要建这些这个储罐，但是没有想到，很快的就变成了乙烷跟丙烷向各地输出，现在的数量够大吗？基本上，这个在中国的话，轻油裂解出来的乙烷、乙烯跟丙烯呢，总数，也就是说现在使用的乙烯、丙烯里面有10%到15%是从乙烷跟丙烷出来。那么中国这样做，那么你不是听到最近的这个就所谓的关税是吧？很多人会担心说，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对美国的页岩气的乙烷去加税？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是中国的话，你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买来最便宜的原料，我怎么可能在我最便宜的原料上去加税？所以它事实也是如此。昨天还是今天就登了就是中国已经公布了所谓的排除这个增税加税乙烷在里头，所以这是很合理的，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对中国有利的，它一定不会征税，它怎么会征税呢？那么过去是轻油裂解是共生结构，乙烯一定半生一半的丙烯，轻油和燃油过这个共生。现在是电动车已经出来了，中国现在基本上新的车子里头有50%是新的都是电动车，所以油基本上在中国已经产生了问题，它那个炼油厂没办法继续经营。美国的页岩气是不停的在增加，它没有停过。休斯顿的码头又建了，因为我个人也是参与这个活动就是跟这个乙烷有关的。我们知道他去年年底就开始拜访所有的这个中国的使用者，然后知道未来要多少的这个乙烷使用，所以他就增加了他的这个码头的这个数量。当然，中国自己本身也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要希望像乙烷、丙烷这样子依靠美国呢是危险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先有自己的保证，就是我的乙烷跟丙烷，或者是我的乙烯跟丙烯来源一定要有保证。它的来源保证在哪里？它的煤是不缺的，所以从煤做气化，刚刚提了很多关于气化的事情，煤做气化做甲醇，然后从甲醇做烯烃，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也就是说，当到今天，假使美国不卖这个乙烷过去了，假使中东也被这个受到这个美国的控制，也不出口石油了，大概中国现在已经50%的这个石油是要进口，靠进口超过了，已经有60-70%的石油是要靠进口的，它可以全靠煤。
我们再来看看二氧化碳。大概在5年以前，我们就讨论这个二氧化碳的价格的问题。所以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排放、碳排权、碳排的价格，如果不能够跟二氧化碳市场价对等，没有人要回收二氧化碳，对吧？没有经济效益。所以只有到二氧化碳的排放价是相当于二氧化碳市场价，这个时候产业界才会去回收二氧化碳。这个价格在哪里？在中国的话是600块人民币一吨啊，那个在这个欧洲是150块这个欧元，所以150块欧元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几乎不可能少过这个数字。啊，这些都是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表明了，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玩++9，等着最后的一个杀手锏出来，而且必然走到这条路上去。就是说，今天的甲醇大概的价格在2300到2500人民币啊，2300到2500人民币。那么，如果我们要理想的价位在600块的碳排权的这个时候，而且那个甲醇那个氢呢是从这个2万块钱这个一吨的，就是基本上是从这个算绿色的，绿色的甲醇价位要在5200块，也就是要比现在贵40%。会不会到这个地步？一定会到这个地步。好，这个我不谈，大家都会理解啊。这个反正跟化工有关的，应该都知道二氧化碳滤式资源化有哪些工艺可以用。燃煤发电厂这个碳中和很简单的，就是煤这些燃煤发电厂的现址，它事实上有足够的煤可以通通转成作为原料，作为化工原料。用什么方法？用煤基多联产、气化等等等等哈，这个我也不谈了。好，我们谈谈这个大家比较更想要知道的，或者说过去的我们开始的就说了，过去的国际化叫资本无国界，叫科技应用网络化，叫社会成本本国化。为什么？你社会成本越低的地方，就有人资本就流到你那儿去，就在你那边投资，就用你的这个便宜的这个成本，这就是过去的这个国际化。现在呢，都是国家化了，连美国都已经变国家化了，是吧？美国第一，资本国家化到我这边来投，我告诉你一定要来我这边投，国家化。科技发展国家化，华为的这个技术我不给了。国家化，社会成本国家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是贵是什么，但是我就要这么贵，或者中国就算我这个想办法去社会主义国家，我让大家都吃够，或者不再有贫穷，都是以国家化，它没有什么所谓的资本主义了，不存在国家化。在未来的挑战里面，但是它产生了很多挑战呢，一个是碳排放导致的自然灾害还在那儿。如果你今天不减少二氧化碳，那么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是可能不平衡的，永远不可能平衡的。为什么不平衡？因为这个，它事实上这个有不同的这种加工的程序，有不同的这个过程，而且成本都不一样。还有最后还有一个购买力的不公平。凭什么我一个技术人员从德国过来，德国先生在坐在前面啊，他一天可以拿500块美金。我只拿500块人民币，拼哪一点？这永远是我一开始就问的问题。今天终于爆发了，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它就会有要达到平等的这个 drive， 有那个推动力在里头。大陆会骂美国，美国也会骂大陆，双方都有理。为什么？都是这些不平衡跟不平等
不公平的地方。好，那么合理的目标是什么呢？出口国一定要征资源税，这个资源税不是随便征的，征的是什么？它必须用在可持续发展上头。出口国征排放污染税，出口国也要用这个征税呢，要用在生态保护上，要指定的用。那么进口国呢，最终它一定会征收的就是终端产品税，因为它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但是这个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思维变化了。你再看看这个啊，最新的一个报告，《自然》杂志上公布，有111家能源生产公司因为碳排所造成的温度上升损失总共是28万亿美元。那么5家最大的公司，沙特阿美、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 BP、俄气就是 Gazprom， 有2家是美国的。那么雪佛龙的碳排基本上造成的损失是在7910亿到3.6万亿之间。请问，谁该付碳排税？这些损失怎么去抵消？抵消不了，税也不知道要付给谁，谁要征收这个税？所以，在50年以前，当到罗马俱乐部开始为这个人类的未来伤脑筋的时候，他以为科技就可以解决一切，但是现在明显的告诉你，不是科技，科技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呢是共同携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这个陈教授的这个演讲哈。那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这个题目，成长极限的哈。好，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就等一下如果有需要提问的哈，我们可以进到下一个 section， 那再来跟那个陈教授来做一个提问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到这个下一个演讲者哈，那就是我们这个针对这个 post consumer recycle 的哈这个 materials， 那会由我们这个量子公司的这个研究员哈黄博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题目。那我们是不是掌声鼓励来欢迎我们的黄博士？喂。有，我换 PDF 档，PPT 档 ，OK。好，那先谢谢那个朱老师的介绍，然后也感谢林教授还有这个逢甲大学呢，给我这个机会呢，让我在这边呢分享一些我们就是量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这几年做一些工程塑料材料的一些回收啊，还有一些降解的一些实例的一些示范。好，那我先撤掉 ，OK。好，那我今天报告呢，主要是几个部分呢。则是第一个呢，首先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量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呢的一些相关业务，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在第二呢，当然就是循环经济的部分呢，还有我们一些废弃物的回收啊，和一些我们要如何去回收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化学法对于这一些废弃物呢是如何来做一些回收的，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些思考逻辑，然后再是一些示范，我们对于这个不论是 PET 啊，或者是 PA 这方面的材料呢，我们是怎么把它进行这个所谓的回收。那首先呢，这个量子顾问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呢，首先这是我们这个大家长呢，这个林德培教授一手创立的。那这边的核心人员呢，主要有这个负责这个绿色产线的或者一些 process 的一些
这个林顺基博士，还有关于吴建德博士呢，则是负责所谓的一些光电材料的一些材料设计。然后我们的工程部分呢，或放大量的制程呢，则是由我们的林宗贤博士。那右下角这个呢，去年看起来还比较瘦的我，就是今天的报告的本人。那我基本上呢，就是暨南大学在鱼池的那个暨南大学，就是那个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就这样子。那自从博士毕业以后呢，在那边读了博士后，博士后结束以后呢，有短暂的从事教职工作，最后发现真的好无聊，所以呢，就跟着林教授就来到了台中，就一直在量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呢，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好，那我们本公司呢，主要是在于这个9个这个发展的这个专业领域。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详讲，就是说我们名字就说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那就是先以顾问为主。那林教授呢，基本上呢，在化学或者化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智慧还有各种的这些不同接触，以及他到现在都一直在学习呢。所以基本上呢，对于一些很专业领域的这个建议呢，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的第一个项目之一。那第二个呢，则是在所谓这个阻燃剂的这个发展这方面因为林教授呢做了一辈子的阻燃剂，所以我们从最原始的这所谓的传统的这个工程塑料的阻燃剂，包括这几年呢所谓的锂电池的阻燃剂呢，我们基本上呢都有所涉猎。那再来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催化剂的开发，以及工程项目的一些放大量制程的这个厂的这个修正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合成。因为本人呢，基本上呢，只要是合成的方面呢，基本上我都略有涉猎，不论是材料合成、全合成、天然物合成呢、有机合成呢，基本上呢都是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基本上呢，只是以这个4个据点为主。第一个呢，我们量产方面呢，只是放在桃园。那至于逢甲大学跟暨南大学呢，都有相合作的这个实验室。而我们最主要呢的生产的地方呢，还有一些研发的地方呢，则是在那个南港工业区。好，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跟那个塑胶这是息息相关。那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其实很简单，他说他是这个地球爱护者。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绝对不弄一个塑胶制品。我说真的吗？他说对，我去外面喝汤的时候呢，我不弄那个塑胶的汤匙。那我的吃饭啊或什么样呢，基本上呢都避免一些这个塑胶的这些制品。所以在我身边对于非化工领域相关的人他们对于塑胶的制品可能就是桌上的那个保特瓶，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塑胶汤匙。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可能 maybe 我们的眼镜，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包装的一些材料，甚至我们的衣物里面呢，都有很多这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分在。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呢，大部分呢，现在这一类的这些废弃物呢，还是以那个掩埋或者是烧掉为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回收占的比例呢，居然会比还没有被处理的这个塑胶的比例呢还少，这就代表呢，在回收这一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进步或加强的空间。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那塑胶回收呢，它其实有非常多种方式。那当然有很多什么有人弄细菌的，有人是弄热的，有人是弄机械的。可是呢，往往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在于说，如果是弄所谓的这个机械做一些分离的话，它对于所谓的这个塑胶里面的成分呢，它会很难在某些成分下，它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它给分开。如里面可能 maybe 有一些不同的 PET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PEN 呢，它就没办法有效的将这个分开。所以呢，我个人的研究呢，则是着重在于所谓的这个化学的方式。当然，我们有时候听到化学就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印象，如很毒，就是这个。那在座的可能会知道很毒，那非在座的可能通常都会问我一句话：你会做炸弹吗？就这么简单。好，
那这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 PET 呢，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预估哦，还有目前从2020呢到2028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成长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PET 基本上呢在于织物呢或者包装材上面呢，甚至一些薄膜啊，基本上呢它是为最大宗，而且是逐年的增加。可是它在逐年的增加的过程中呢，我们却发现呢，它事实上回收量呢也是逐年的小幅的增加，但是跟所谓的趋势比呢，事实上在回收 PET 这一块呢，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和成长的空间。那同样的呢，我们这边秀了一些，就是说，不论现在是业界或者是文献上呢，对于 PET 做所谓的这个降解呢，大概就是这几种方法。当然有一些比较昂贵的一些特别的催化剂呢，我就不再列入这个考虑之中。那分别则是为水解、甲醇解，或者是一些酵素啊、氨解、醇解，甚至有一些利用一些所谓的离子液体呢，来进行所谓将这个 PET 呢，把它分解成所谓这个 monomer， 然后之后呢，看弄因为你们选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分解的方式的降解的方式不一样呢，形成的 monomer 呢也会略有不同。那因此呢，这是目前一个 PET 目前最大宗的这个使用化学法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那下一个呢，则是所谓在这个 PA， 也是我们所称的奶酪呢，也是一样哦。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织物呢，或者是一些工程塑料方面呢，它是所谓的这个大宗。那至于一些 film 的方面呢，也是有，而且我们看到趋势呢，也是逐年增加。虽然它的使用的量呢，跟 PET 相比呢是很少的，但是对于这个回收率呢，它反而是更少。可能是源自于奶酪的回收，或者是在奶酪回收后的一些后处理呢，有很大的一些门槛要解决，所以在回收率呢远远不及于这个 PET。那我们这边也简单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奶酪6或 PA66呢这相关的方式呢，就是以目前呢无非也就是这6种，就是也是水解、热裂解或者是酵素降解啊、氨解、醇解的，就基本上呢也就是大概就是这几类。我们会发现，我们工程塑料呢，能用的方法呢，和它的那个 mechanism 呢，基本上呢，就大概是这几种方式。那最后呢，则是我秀一下这个 PU 的这些的这逐年的成长过程，而且还有这些他们这个运用的这个，也是以各种不同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一些粘着剂啊，大概也是一样，逐年的增加。但同样的呢，它跟这个奶酪的这个回收也是一样哦，就是说生产啊跟使用啊逐年增加，可是这个回收呢，事实上呢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那这边我也秀了几个，就是关于这个 PU 呢，它可能就是目前文献上呢常用的一些这个降解的方法，如水解、氨解啊、醇解，跟一些这个离子液体的一些这些的方式。那我秀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呢，我们在说所谓的回收啊，大家都很简单，就是好把垃圾收进来，处理，把它处理完以后呢，交给所谓的上游厂商。好，讲完了。重点是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以及我们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或化学处理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收了1吨的垃圾进来，我把它处理出去，没问题。可是我却衍生了可能2吨的化学废弃物，或者是我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的那个催化剂，它的可能它转换率非常的高，但是它价格呢也非常的昂贵，在于这个现实中呢，或者是业界呢，可能就很难使用。所以等于说回收的这个概念呢，大家都懂。那如何能找到比较能符合这个业界能使用的这些催化剂啊，以及呢降低一些所谓的这个能源的消耗啊，就是我们目前呢主要的课题之一。那我这边就简单秀一些我们近年来呢对于这 PET 呢发展的一些催化剂的一些这个概念。那首先呢，我们这边则是先锁定了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浓度，以及这个反应的这个催化剂的的浓度啊，还有克数和温度。那我们进行这个时间 ，OK 啊，我们对于这个时间呢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测呢，发现呢，如果使用我们发展的这催化剂呢，基本上呢50分钟到60分钟呢，基本上呢就可以使这个 PET 呢基本上完全降解到这个 BHET。那相同的，我们如果控制时间呢，我们弄不同的这个催化剂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基
基本上在5-6%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很不错的这个降解的这个的效能了。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将我们的催化剂呢进行再次的利用，则发现呢，我们的催化剂呢基本上呢可以使用到大概第6次。那当然第7、第8次呢，也是可以继续使用。可是呢，很明显就是它的这个转化率或它的降解能力呢，就会逐步的下降，会导致跟一开始的这 polymer 呢，可能这个分离上呢就慢慢会有一些这个问题。那我这边是简单秀一些这个简单一些照片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拿纯的这个 PET 的这个粒子，然后经由我们这个process 呢做完以后呢，把一些这个不纯物的分离完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干净的这个 BHET。那至于这个溶剂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就直接用蒸馏的方式呢，就把它再回去再给它 recycle 使用。大致上的流程就一个大概就是进行一个这样的方式。那同样的呢，我们就进行所谓的食物的这个首先呢，我们拿这个黑色的这个织物也是一样啊，进行我们这个流程做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将那个 carton 呢把它给分离出来，然后再将液体的部分呢，将这个所谓的 BHET 的这个出产物呢，把它就是先取得，然后之后呢，再经由这个所谓脱色呢，来得到干净的这个 BHET。那至于这个溶剂里面呢，我们则是把这个 EG 呢再把它蒸馏出来呢，再 recycle 使用，当然里面还会有一些杂质。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经由我们这样的方式呢，转化率呢大概高达92%，那 BHET 的产率呢大概是72%。那我们这边则是说，我们转化成了 BHET 以后呢，我们是鉴定的方式主要是以这个核磁共振仪为主，就是以氢谱、碳谱来确认我们的主要的这个 monomer 的结构。那我们的纯度呢，基本上都是以 HPLC 跟标准比做一个比较，大概是以这样的方式。所以后续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做一些鉴定，我就不详细的述说了。那同样的，刚才是弄比较小量的，那这边我们这边是以100克级的，那我们后来有到公斤级的，甚至已经到公斤级，甚至已经要往100公斤级的方式去走，发现呢，其实我们的转化率和我们的产率呢，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使用的量的这个多寡呢，而造成这个很明显转化率降低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一样可以将卡通给分开，然后呢，东西多了一点，脏了一点，但脱色完以后呢，基本上也可以得到很干净的这个 BHET。那收粉的部分也基本上是全部回收。那在 PET 的过程中呢，我们这边示范的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这个电子厂的这个无尘衣，它主要的材质呢，则是这个 PET。那也是像经由我们这个流程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 carbon fiber 呢，把它给分离出来。那基本上我们的溶液呢，就可以得到很干净的这个 BHET， 也不用再做额外的脱色反应呢，就可以得到了。那我们这边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基本上呢 ，BHET 我们这些单体呢的颜色呢，主要取决于它一开始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主要的颜色为主。如果一开始的颜色比较深呢，可能就必须要多一道工进行脱色；如果比较淡的呢，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很 pure 的，甚至颜色都很不错的这个 BHET。那这边则是所谓的这个废弃的渔网呢，也是经由我们这个流程呢，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沥青的部分呢，就很轻易的呢把它给去除掉了。那去除掉我们的母液呢，一样经由这所谓的这个再洁净的方式呢，来得到这个 BHET 的 group， 然后呢之后呢出产物呢再把它经由这个脱色呢，也可以得到很 pure 的这个 BHET， 而且色泽也都很不错的。那同样的这个我们的溶剂也都是可以经由这个简单蒸馏呢，来把它重新给它取得，然后呢再利用。那接下来呢，这个案子则是说，在提供我们的工厂呢，只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机械有什么问题，每一次就是讲那个他们要开工以后呢，他们会生产到一批非常杂质、非常多的这个PET 的混合物，那他们也不知道杂质是哪里来的，所以呢，他交给我们处理呢，我们发现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流程呢，也是一样，我们得到大概快64% 的这个杂质，当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我们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了。然后呢，之后将这个溶剂呢，把它做所谓的这个再结晶呢，也可以得到很干净的这个 BHET。那基本上用我们的方式呢，基本上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呢，将所谓的 PET 呢，选择性的把它降解成我们希望的 BHET， 然后将杂质给分离，这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式。那这边则是这个对于这个安全带也是一样哦，就是很明显也是先经由我们这个流程，只是因为很明显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液体很黑哦，
所以基本上只要经由一个这个脱色呢，就可以得到还不错的这个颜色较淡的这个 BHET， 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 BHD 的产率。那我们这一系列转化率呢，基本上都是大概都是85到92%。那我们的这个 BHD 产率呢，大概也都是大概约80到90左右，大概这一系列是这样。那在这个例子呢，我只是简单介绍，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汽车的安全气囊。那这个安全气囊呢，之前他们施工的方式是说，因为他们上面会有一层所谓的这个 silicon rubber， 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呢，很难将这个 silicon rubber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奶龙66呢把它分离。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基本上呢就可以很简易的就可以将 silicon rubber 分离，然后将奶龙66呢没有经过降解，就直接完全回收，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高纯度的奶龙66，然后呢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去做下一步的给工厂去做一些原物料的反应啊，或者是后制作成一些其他的商品。那这边呢，则是一些其他弹性的一些 material 呢，也是一样哦。我们发现，经用我们这个催化剂呢，也是一样，可以先将不纯物把它分离，分离完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呢，将这个所谓的这个EG 呢，把它给去除掉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混合物。这两个这个 Sunbake 的混合物呢，和这个polyo 的这个 mixture 呢，在经由我们的分离的方式呢，基本上呢也是一样，可以得到就是我们如何判别这两个的结构也是一样，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磁共振的 NR。那当我们得到所谓的纯的这个 polyo 以后呢，就可以再继续进行所谓的其他的这个使用，而有些杂质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给它去除掉了。那这边也是像一些包装材啊的一些这些填充物的。这个流程呢，也基本上呢也是一样。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基本上 recover 的再回收率呢，大概约是在70% 左右。然后这个案子呢，则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风力叶片，就是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叶片呢，因为呢，他们风力发电的叶片，他们强度很高，那他们希望能把所谓里面的玻璃纤维把它再拿出来。可是因为风力叶片它的强度很高哦，在裁切的过程中哦，基本上呢很难把它顺利的裁切，它里面呢包含一些未知的聚合物，以及有一些木板。那他们就希望能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玻璃纤维呢，把它给拿出来。那就给我们一些样品测试呢，我们发现我们就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一样可以，但杂质先去除，EG 可以回收以外呢，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取得到所谓的这个叫做玻璃纤维。因为呢，在他们实验处理的方式呢，他们是直接做好像是直接加温煅烧，希望能取出一些能燃烧的这些油，但是他们发现后续有很多问题，所以才会采取说，那看是不是可以以这个回收的方式呢，将一些不要的东西回收以后烧掉，然后呢，把这个玻璃纤维给取得出来。那这边我简单做一个这个简单的 conclusion 呢，就是说我们开发的这个催化剂呢，基本上呢有不错的这个转化率和那个产率。那基本上呢做出来的产品呢，如果在它一开始的这个产品端它是颜色比较淡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很高纯度的。那如果有些多余的颜色或原物料的话呢，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方式呢，让它得到这个比较高的纯度，而且呢我们这个选择性也很不错。所以下面这张图呢，大概就是我这整份报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说弄各种不同的这些工程塑料啊或废弃物，然后经由我们的方式呢，不论是降解或是处理呢，来得到所谓的高价值的产品来回收。那然后将一些比较废弃物的东西呢，把它给去除，然后来达到这个整个回收的一个概念。那这就是今天我的报告，谢谢各位。的这个演讲啊，现场有没有问题？薛老师，来请。另外一个薛老师啊，因为现场有2位薛老师，因为每次这个Cindy 薛老师哈会一直说，薛老师不是在教他，原来是这个我们台科大这个薛老师，来，请问。刚才看一个题目很有兴趣，就是有关那个洁净室那个纺织衣物的那个收集问题啊。因为我在看那个，你不能把它看成从一般的衣服这样去做这事情的处理，为什么呢？在电子厂，你洁净室，你穿的衣服就变成它的像化学滤网一样；如果在生物科技厂的话，就像空气滤网一样，你要去思考东西，对很多污染物都在上面。
你要先把如何把这污染物去除掉之后，再做分离，才会比较恰当一点。要不然你会做的会不晓得该怎么办，到最后碰到东西很多杂质，你想不到的。哦，像电子厂是 A、B、C、D。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哦，这个我经手过的，哦，酸碱不优烯，还有dopant，碰到这些东西的话，你怎么办呢？在于那个关于生科厂的这个所谓的无尘衣方面哦，基本上哦，他们都是选择一个方式，就是一律烧掉，因为他们怕我们的处理过程中哦，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关于各种不同的带来的一些污染，会影响到他们。假设我们做完产品，这个污染源没有把它去除掉的话，他们进去所谓的无尘室里面呢，会怕有造成其他非预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在我接洽的这些生科啦，我说生科厂方面呢，他们基本上呢到现在还是比较趋向于就是把它烧掉，不做回收，因为他们避免就是可能回收对他们可以省一点钱呐，但是如果导致一整个实验失败或者一整锅什么我 maybe 像什么干细胞整个全部死了，那他们赔的更多。所以在我接洽的过程中，他们基本上生科厂方面呢，基本上是不倾向于回收了。我接触到的厂商了。那至于在电池厂方面，他们是愿意回收，可是又有一个问题，因为电池厂方面很有钱，他们觉得好像也不见得要省这点钱，所以这个是目前我碰到会弄到无尘衣的这个主要是。电子厂或生科厂的这2个方向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大概是这样子。是。不过这个电子厂也考虑 ESG 啦，所以它未来可能那个部分也会思考去做回收。OK， 因为只要想到 ESG 或者碳排，那个都会未来都是要去思考。好，还有没有什么问？对，林老师。对。谢谢啊，那个因为我实验室也有在做那个微塑料。是，那微塑料其实这种。当然，我们希望说最终可以回收到这个塑胶的产业。那另外的话，厂商也有跟我说，林老师，你们这微塑料收集的效益太低了，干脆就烧一烧。所以我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纯度要多少？比方说你这几种，因为在废水中啊，它其实复杂性是更高的，可能一开始的那个来源就已经非常混杂。那我们前面的前处理就是希望把这些微塑料、其他的杂质都分开来。那也许到最后可以做气化，或者说做其他燃烧，可能更有效，因为它混在一起的程度跟分离花的力气、能源还有技术上面，到底哪一个有效？也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你的建议如何？循环产品的这个见解上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建议，谢谢。我这边听到您这样讲，我首先要先感谢跟我们合作的厂商，他们寄给我们的样品他们都号称没有处理过，可是跟我现场去看的感觉都干净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我举例，我以看一下这个灯光，就是我以这个为例子就是说刚才您说的有一些可能 maybe 就是回收率太低啊，或者是等等的。但是以这个案子，他厂商的意思是跟我们讲说，他们每一次呢，就是在把那个机台打开以后呢，就是会产生大量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个 PET， 但他们觉得说，只要能把这个 PET 回收回来，不管多少，只要是纯的，他们觉得就是跟我合作厂，他们觉得就是赚的。甚至我有些案子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只要在这些废弃物里面能拿出所谓的这个价值的东西，有点类似就是能救多少就多少，救不了的呢，他们说他们也有焚化厂，就是烧掉。所以等于说以目前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说可能还是以各家厂商可能都会比较不一样啦。那可能我碰到的厂商，他们对我的容忍度都比较高，所以等于说基本上他们有点类似，就是说在给我的处理的过程中呢，我能救多少，我能回收多少呢？他们其实就是还蛮满意的，目前是这样子。那至于你说后续这个回收啊，还有一些东西呢，我个人目前在进行这个降解回收，大概有快4年的时间我目前发现唯一的问题反而是在于我们这个催化剂的问题。就是催化剂对于目前有一些业界他们可能能接受度
不是金额的问题，是催化剂他们对于业界某一些不同业界的规范，还有一些使用的方式，还包括回收率，还包括他们本来厂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cess 哦，跟我们这个催化剂的这个 process 来讲呢，像我举例，像以这个例子，我反映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要先进行过滤，然后之后呢再进行所谓的冷却，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 BHET。可是，在他们厂的那边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在后期先进行所谓的这个冷却以后，再一起过滤。那等于说把我的 BHET 又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污染物呢又混在一起呢，这个是我目前比较碰到了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如何在他们这个流程上呢做一些跟进的问题，还有以及这个催化剂呢，他们总是希望哦，这个催化剂是不是可以一次弄个半年，不要替换。能不能就是不要说做一锅就可能做5、6次就要再添加新的催化剂？我目前碰到是这样子啊，最好是一锅催化剂丢下去哦，这家公司倒之前哦都不要换，那他们是最好了。可是我努力啦，但很难呐，这样子。谢谢。老师，请说。各位先进，我做一下补充说明。对刚才这个例子，那因为我们现在做上下游的整合，所以这些光电厂希望他们用的无尘衣，包括鞋子、帽子，还有上面的无尘衣，它是一体化，是同一个材质，所以方便在后续的回收再利用，所以是单一材质。所以这个案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这个使用差不多1年的这个使用期，但是最后还是要淘汰掉这些无尘衣。这个无尘衣也不是穿一次就丢掉。所以这些生技厂还有这个光电厂，基本上都是送洗，每个礼拜送洗，送洗完了之后，洗了会摩擦嘛哈，所以会老旧，差不多用到10个月到1年，它就要淘汰。所以这个他们因为 ESG 的关系，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用化学的方式来水解成单体，然后再聚合。那为什么不用物理的方式拿去焚烧呢？因为以前的技术还没有到位，所以在化学处理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还有在硬体的投资上，它要花比较多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干脆一烧了之。那我们用这个离子催化剂是一种新的方式，我们的制程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些催化剂，我们也设计到，它可以一次性的，那也可以多次性的。当然就是在乎于成本使用的成本。一次性我可以不考虑后续的回收，因为这个成本是比较低，所以可以不考虑回收。那如果对于高单价的这个还继续要在后续再处理的，那我们就可以设计多次回收再使用的这些催化剂。那我们这边呢，都已经 stand by 好了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的那这个催化剂的一个优点在于它不怎么挑对象，这些相关我们通用的这种使用比较大量的这种高分子材料都可以套用。所以目前我们研究的进度呢，是可以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以上简单的说明。好，非常谢谢林生谢老师的一个介绍。还有吗？现场没有？OK， 好，那个刘副董。OK。
我假设你这触媒你使用了，那之后有没有可能触媒再利用，再回收再利用，还是就一定是去掩埋场了，或者是去焚化炉了？就是这边的触媒，因为你不是讲说都要更换嘛，要定期更换。应该这样讲，我们的触媒后来比较趋向于就是你可能反应6次以后，再增加某%的触媒，再等于说一直使用的。目前是趋向于这样一个方式。那至于如果说哪一天可能就是这个触媒可能应该会它是以所谓的我们主要加的量的%度呢非常的低，所以基本上可能是变成一个这个化学废弃物处理，应该是这样子为主。对，那刚才您说的是参与到所谓这个热裂解，然后弄这个触媒的方式，因为热裂解这方面的话，我们目前就是我手上是没有接触过这相关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去思考一下，说不定这个可以让这个热裂解的过程可能更容易分裂啊，还是怎么样 decompose 的，这我可以思考一下，谢谢。对，那个热裂解如果处理不好，就可以到气化去了，就是交给那个早上那个讲者这个吴耿东老师哈，就干脆把它弄全部都会变气体了，哦，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考虑的模式。好，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我们就还有下一个 speaker 完，我们就会有一个 break。那我非常谢谢这个黄博士来给我们的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会到这个另外一个 topic 去了哈。那这个 topic 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庄老师哈，他跟这个资工系的那个李凤正老师哈，他们合作一些计划。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国土署的计划，之后他们这个飞机一飞上去哦，就知道你这个地方可以减多少碳哦，这样，所以也是蛮特别的哈。那我们是不是很那个来欢迎这个我们的这个庄荣忠庄教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谢谢朱老师哈。那今天看到这么多就是前辈跟先进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算晚辈这样子那这边好的。好，那我这个题目其实比较特别那因为本身来讲的时候我是做环境规划的一个领域然后我是利用一些像是遥感探测、航空测量、卫星测量去做一些现场的调查的这个研究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可能就今天大会的主题来讲的话，我算是比较偏门的啦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我们跟净零也是有点关系我是做碳汇的部分那我这个题目的话，其实就是在做就是森林的一个就是生物量的估算还有一些采集的估算，还有一些就是大面积的一些森林调查还有一些环境的一些监测那为什么会用遥测 remote sensing 的部分那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森林调查或是大面积的国土调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各位应该有看过，就是说很多测量人员现场在那边做一些测量那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国土监测的时候，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通常都是用传统测量的方式，或是搭配一些就是一些航照，可能去做一些比较粗犷的一些调查然后去做一些整合。所以我们的国土利用调查图大概10年，以往的话10年才会更新一版1994年完之后就变2005、2006、2005、2006完之后，再隔了10年再出一版那可是现在各位应该有这种想法，就是说10年才更新一版实在太慢了那这部分的话，现在环境的话，一栋房子搞不好1年初就盖好了一片地搞不好，一个厂房搞不好，可能1年之内就可以把它处理好这样子那这部分的话，其实环境在变化那么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用一些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做一些就是监测这样子，然后成本会更低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今天强调就是说怎么用 remote sensing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查这样子因为它是 PDF 对 ，OK 好。那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今天有多准备一份讲义所以档案所以我这边的话，这个主题可以就是说大概前半部那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做就是森林调查那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是跟林业试验所在做合作那林试所他们其实往年他们对台湾的森林监测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些贡献因为他们会派很多的研究人员到山里面去做调查。那一般来讲的时候，做森林调查的时候其实很辛苦，因为
巡山员要带着进去，然后可能有些深山是非常陡峭的，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去量树，树种，然后量那个胸径，然后去量树高这样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成本很高哈。那后来我们就其实就想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成本比较低的方法来做？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就是环境变化很剧烈嘛。那现在的话，气候变迁其实也很快速，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森林的演替搞不好也会很快。好，那台湾的话，其实森林的种类里面树种种类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希望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来做一些调查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有介绍几个内容就一个叫做 LiDAR 光达，不是那个打火机那个赖达是那个叫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好，那另外一个叫做多光谱的影像，多光谱的影像其实是卫星影像。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无人机，无人机现在其实这个技术非常的发达。那其实大家取得入手成本其实现在也很低啦，大概4、5万块就可以拿到一架无人机比较好的，而且就是其实真的可以拿上去飞，可以做调查。所以像我的研究室有6架。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常常在飞无人机这样子到处在照相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用这种技术的话，去大面积去取得，一下子就可以很快去取得整片的，可能是几百公顷的土地的一个调查的资料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搭配一些后端的一些像是影像分类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帮忙做一些像树种的分类，或是树木的调查的分类。那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建模型，去推估像是森林的蓄积量。那蓄积量的话，其实跟我们的生物量有关系。然后生物量的话，其实透过转换系数的话，也可以把它变成是碳汇嘛，碳汇的量这样子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研究，主要在做这个研究那台湾的话，其实比较麻烦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森林其实就是都在高山里面。那台湾有60.71%的森林覆盖率其实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那里面树种有很多，只是真的要做调查不是那么容易像这个我们研究区来讲的时候，我们跟林试所合作的时候，我们是高雄的六龟，它里面的话有很多的不同的树种可是你看它其实整片区域光是看崩塌地这么多，你就知道要进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子那有些真的是进不去有些真的进不去，有些区域的话完全没有路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就是说，这个遥测影像的调查真的是会有帮助。那这边的话有一些主要树种就是像是台湾杉啊、红桧啦、萧楠啊，还有一些就是榉木等等这个是台湾常见的一些树种。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用了一些资料，像是光达扫描。光达扫描的话，各位其实有点像是雷射扫描啦。那雷射扫描的时候，它会产出很多的一些3D 的一些点云的资料这样子所以我们等于是对这个山区去做一些扫描。可是扫描结果，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用这种高空的航照的去扫描的时候，航空测量去扫描的时候，其实扫描出来的成果其实没有说那么好就是大概就是每平方公尺每平方米的话，大概才10个点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后面我们有在做一些后续的延伸研究那不过影像的部分我们就取得不错，影像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从航空照片一些UAV 的影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生产出蛮细致的一些地形资料。其实我们只要有航空照片各位只要手上有 UAV 拍了航空照片完之后，然后你其实可以用立体对的技术，有点像是3D 立体眼镜在成像的技术，去把这个立体的地形做出来。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出来的地形其实蛮细的大概是1公尺乘1公尺的地形模型，就大概是每隔1公尺就会有一个高度的点这样子。那影像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像是高光谱的影像啊。那这边的话，其实照出来说，这个影像其实是为什么看起来是红色？森林明明是绿色，怎么为什么看起来是红色？它叫 false color 假设因为有些波段的影像其实是我们是肉眼是看不到的，像近红外光的部分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热红外光的部分啊，还有一些不微波的部分啊，那可能有一些波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用一些颜色，我们看得到颜色来代替它这样子来做一个就是示意这样子。那这些材料其实进来之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去应用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先把我们想要分的系统先分出来所以我们就问说，林务单位他们想要做哪些分类这样子他们其实一开始讨论很久了，因为他们其实又想要做树种的分类，
然后又想要去做森林的大的类型的分类。那其实森林大的类型的分类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这个Forest Type Classification 1的话，它是连接 IPCC 的，它其实是要去跟就是说碳汇计算去做连结的这样子。那树种分类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要去跟传统的森林资源调查去做就是做应用这样子因为森林资源调查的时候，每5年做一个小检定，每10年做一个大检定，那其实成本都很高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提供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说试试看，说能不能很快利用我们影像去做分类。所以我们先就是说把影像整合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利用一些像现在的话有很多新的技术，像深度学习嘛，深度学习的影像分类，像各位的就是说车机里面，就是无人车或者自动驾驶里面的话，有那种影像的即时的那种分类的技术，类似那种技术，深度学习的影像分类技术，我们去做就是说森林地的一个影像分类，去看看说，这些树种到底分不分得出来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后面的话，其实还有想要，因为我们有一些3D 的资料，刚刚我们讲光达资料嘛，我们也想要去看看说，我们有办法去做一些，就是说分类完之后，我们去做一些树木的材积的一些估算这样子，那我们去生产的一些指标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研究要做影像分类的时候，其实人家第一个会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去验证你做出来准不准？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很辛苦，我们去现场，就去量，真的去量树一棵一棵树去量这样子，设了一些样区，这些点去设样区，然后去把每一棵树的高度啊、树种啊什么东西把它量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它的树冠幅那些资料啊。那这边的话有37个样区那我们后面的话其实用了就是说影像的分类的技术，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怎么应用深度学习去做训练。那深度学习其实现在模型很多那不过就是说怎么样去选到最适合的模型，其实这部分的话需要去做一些很好，就是说很长期的测试啦。我举个例子来讲像遥测影像。遥测影像的话，有卫星影像可能是它的解析度有10公尺乘10公尺，代表说那个10公尺的范围里面，它可能就是颜色都是一样的。它要做分类其实没那么简单，要分树种没那么简单，因为它看不到叶子的样貌嘛。那有些只看到颜色，树木的颜色。那所以卫星影像在做分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方说它是多光谱或是高光谱的很多波段。它去生成不同的特征，所以我们去做一些特征生成，然后去辅助我们去做影像的分类这样子。那可是如果是 UAV 的影像的时候，其实那个可以做到很细。UAV 的影像拍照的时候，如果像航高30米的拍照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拍到地面解析度可以拍到3公分左右，做出来影像大概3公分解析度左右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其实要分树种其实就很容易，因为我们连叶子的形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子那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就要去做反复的测试那我们测试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的话，其实就是同时经过就是说很多模型啊，然后不同的一些特征组合的测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找出来，就是说，真的可行我们先讲结论就真的可行就是说，光是做树种的分类的话，大概在台湾的话，大概可以做到，这个其实还是当时计划的内容，那时候做到87%，可是后来期刊发表的时候，我们是做到99%。我们做到99%的正确分类性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后面的话有一些，就是说在做IPCC 的分类的时候，感觉就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 IPCC 的话，它是用菱形来做分类，菱形的话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可能把所有针叶树都合成一个菱形，一种菱形，那阔叶树合成一种菱形这样子，那因为它要去做整个碳的估算的时候，它没办法去取得太细，因为参数的限制的关系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因为深度学习模型的话，它在抓特征抓的比较细致，所以反而是你的分类类别比较多的时候，它效果没那么好这样子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大致上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模型其实可以做到，就是说很细，大概已经可以做到分类非常细致了那后面的话，先上页，谢谢。那后面的话，其实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分类好之后，下一页。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想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啦，因为我们既然可以把整片的树林、整片的大面积的森林去做，哪边是什么树种，哪边是什么树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分类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它树长多高，像我们刚刚用光达去扫描嘛，我们知道它树长多高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就有树高？然后我们知道是什么树种，我们就可以去估它的树的体积是多少，树干体积多少，去转化成生物量。那我透过一个参数转换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知道这个地方的碳储存量有多少。好，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好，刚刚我们是很理想这样想，可是有一个问题啦。现在目前的话，台湾的森林的话，因为地形的关系，做光达扫描还没办法说扫的点云的资料非常的密，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把整棵树的形状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指标的方式，比方说像是这边的话有一个像是冠层的覆盖率的指标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就是说树冠的高度的指标啊，或是说树冠的高度变异性的指标啊，什么去做一些就是说回归这样子。那虽然这样子可是回归出来的话，其实我们透过一些回归的方程式去回归出来的时候，其实推地面的那个跟实测资料去比的时候，其实那个差异还没有说非常大呢，还没有非常大这样子。我们其实有找到一些方法，它的就是说它的估算材积的每公顷的那个材积的差异，其实可以抓得非常准这样子。好，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第一个部分的研究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份哈。那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航遥测资料去简单讲，就是说去很快的去做树种的还有林型的分辨，然后去做一些就是说森林的大面积的分类，这个是可行的。好，目前是可行的。好，那当然这部分的话有一些延伸研究，就是说你还可以应用到其他部分嘛。那同样的农作物可不可以拿来做 ？OK， 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有卫星影像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去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航遥测的分类的技术、影像分类的技术，然后我们去做像是做这个地面的农作物的分类。比方说我要侦测特定的农作物它的面积有多大，因为卫星影像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是轨道循环的，好，所以它的重返率非常高，甚至以前台湾的各位应该有听过有一颗卫星叫福卫2号嘛，有没有听过？福卫2号的话，它其实每天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就会经过台湾上空一次这样子，好，所以我可以拿到每天的资料。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影像的很好的分类的技术的时候，其实我拿到像这种影像的资料，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透过影像分类，我可以知道说哪边是什么作物，哪边是什么作物的面积多少的时候，及时的每天的资料更新。其实我要做一些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我有碳汇的计算公式的时候，像 IPCC 的2A 的公式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只要有面积绿覆盖的面积，我就可以计算那个地区的碳的一个每公顷的含量。那如果说我有这个长期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探讨，就是说它的变化量这样子。那同样的，就是说产量的部分的话，像是农产量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农产监测，因为农业的话，其实每年像我们台湾有很多高敏感性作物嘛，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可能经过台风会受害，甚至说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希望说去看看说它长得好不好，那产量是多少。那如果说现在是农业部以前是农委会，现在农业部，它如果能够去掌握早期的一些就是说可能产量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或是农作物的状况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些预防机制嘛，价格预防机制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就是影像分类的方式，透过一些像是这个农产量的话，推测可以用回归方式去推，然后也可以说用精准的，像有讲精准农业嘛，那精准农业其实就是说也包含就是说，如果说你用航遥测技术的话，搭配一些2D 或 3D 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估它的产量这样子，去做很精准的一个测量。那当然这边的话，就是说像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无人机拍出来的影像，它可以长像这种样子。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其实树冠的那个形状其实长得都很，就是说可以抓得很精准的就是特征其实都抓得很精准，叶子是尖的啦，树冠是圆的啦，什么形状的啦。那有一本出版物叫做《航照树语》，航空照片的航照，树木的树，国语的语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还蛮不错的，它有介绍说，
从天空看的时候，看树的时候，哪一棵树是长什么样子？好，他有教各位怎么去看这样子。那本书其实有把台湾所有的树木都列进去。好，那这个树的话，其实以前我们要用人工去做判识啦。可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像是影像辨识、深度学习的模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模型训练的时间大概30分钟。好，那30分钟的话，我可以训练好这个模型之后，我只要把影像丢进去，我在1分钟之内，93到100%的 accuracy。好，就是说这部分的话，当然是以 UAV 的影像来讲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样子。好，那不过当然还会有一些问题啦，因为航照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像比方说我们的森林的话，国外的森林很多都是比较好单一的树种，然后相同高度，然后好就是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高，很整齐。可是台湾的树复层林有高有低，那航照的话，它只能看到最上面那个嘛，所以我只能办法。现在目前的我们的限制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推生物量的时候，发现好像低估了，为什么？我们只抓到最上面的，我们下面的抓不到。好，所以以后的话，可能就要再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光达、LiDAR 的资料的时候，如果有很密的点云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那个点资料去做分类，哪一些点是属于 A 树的，哪些点是属于 B 的树木的，我们可以拿来去做分类这样子。那分类完之后，其实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说就是像 LiDAR 的话，我们就做一些分类。分类完之后，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就是说这个树把它分开来之后，因为它是一个3D 模型嘛，我们可以去估算体积。估算体积完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说大面积的一些材积的估算这样子。那这个其实都很快，我们有测试过。其实如果说这样以资料处理速度的话，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其实我是这样子就是说可能电脑模型按好之后，我就是设定好之后，我按下去，它开始模型跑训练，我就去吃下午茶，然后顺便去就是说去外面去新社绕个一圈。回来，然后吃个晚餐，然后回到研究室，他还在跑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说，我就想说，出去晃个一圈，去保养买个东西，结果回来他就跑好了。现在其实电脑很快，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以后真的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比较先进的技术去做这个估算这样子。像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以后的话，其实我们这种监测频率比较高的航遥测资料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建立密度很高的资料，然后我们利用这种方式的话，去把每一个时期的地表覆盖去把它生产出来之后，把它转成就是说碳的一个参数，就是含量的一个去计算碳的含量，像是树木材积出来，地面生物量出来，然后碳的含量出来，然后因为不同树木它可能有不同的固碳的能力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做比较精准的计算，因为现在的话，目前联合国这边 IPCC 它做的计算，其实在各国都还蛮粗略的就是说它现在大概都还是用2A 的方式在做。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当然如果我们在有比较好的技术去做这个 biomass assessment 的时候，其实以后的话，其实对于就是说我们这种大环境的掌握会比较精准这样子那这边呢，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庄老师的一个演讲我其实基本上我个人对他的技术很有兴趣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也在跟这个菲律宾农研部有一些合作，那他们就想要用农业废弃物来产生质能或者说农业再利用。那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到底我要帮他建那个生质能场域在哪里？有的说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技术做这个 best site 的这个 assessment 就是说到底哪里最好当然这个部分现在只做到我看起来就是做到那个森林的或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它的树冠层去判断它的这个。它大概是多大的这个树，因为都知道多大的树，大概就知道它可以吸多少碳量。这个是这个森林系已经做过很多了，吴老师在这边嘛他们大概那个系已经做一堆了但是要怎么精准知道比较难。但是回到这个农业区我就很想要知道
Hello， 怎么好像有点？我有问题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测那个那个像 NPK 啊，哈，就是说这个肥料这个或者说这个灌溉的过程当中，现在缺什么，之后要缺什么，然后哪一季要撒什么肥，哦，那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资料，因为它会跟收成的速度有关嘛，哈。那如果以后我们做的这个生殖能，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狼尾草的一个场域啊，哈，要做生殖能，那这个狼尾草长到什么时候要开始割啊？哦，类似这样子啊，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啊？第一个问题啊。好，谢谢老师哈，谢谢朱老师。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影像的分类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多时期的，因为像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哈，春天的影像跟夏天的影像跟秋天、冬天的影像应该会不一样，颜色会不一样。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像是它的生长的状况的一些评定。好，比方说遥测技术里面有个指标叫 NDVI 它其实可以去计算，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就是植物的一个生长状况是如何这样子，去评估它的生长状况这样子。那其实这种指标的话，其实2D 影像来做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要做得更精准。所以其实刚刚老师提到的像是植物的生长的时候，我怎么去知道说它生长到什么程度？那当然我们理想状况就是说，好，我们希望能够有 LiDAR 的资料，因为刚刚讲 LiDAR 的话可以去做扫描，就是说做3D 的一个 scan 嘛，3D 的扫描，然后去把那个形状扫出来。那比方说，我们其实早期就台湾的其实做光达研究的学者其实还蛮厉害的，早期就有在发这种研究，就是像农粮署他们就有在做一片稻田，他们台风灾前就去扫一次，扫描之后就会有那个稻子的高度就会出来了嘛，每株稻子的高度就会出来，然后接下来的时候那片田灾后再去扫描一次，然后因为有些稻子被台风吹歪了就倒了。或是有些就吹到半倒，就歪一边这样子。那高度其实他们就去看那个高度的变化，前后期高度的变化，他就可以去把有受灾的部分的面积，哪些有受灾的范围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资料够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监测它的生长量甚至生长率啊。可是LiDAR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太高，雷射扫描仪的成本太高这样子。所以另外一种方法其实是比较可行的，就是 UAV。我们刚刚其实有讲 UAV 的话，其实入手成本很低嘛，4到5万块就一台这样子。摔下来其实现在都有保险，也不太会心疼这样子哈。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说 UAV 去拍那个立体航照，就是你那片田或是那个范围去绕个3、4圈，然后拍个大概100-200张照片。那透过这种3D 成像技术的时候，我同样可以去达到，就是说把那个3D 模型做出来，也可以，现在也可以，现在也可以这样，而且成本其实比光达低很多。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做航遥测这边的话，有分成2派，一派叫做高成本派，光达派，另外一派叫做 UAV 派这样子。像我们这种比较学校单位可能要买光达比较辛苦的，就会用 UAV。那这边的话，其实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个成果这样子。老师要问或者是委员没有哈，对，请问。老师好，我是周老师的学生，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像这种，比如说卫星它去拍，它也可以拍到很精细的这种单位的尺寸，那跟这种无人机去拍，它的差别又在哪边？谢谢。也好，那个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卫星影像，它是一个比较远距离的拍摄嘛。所以它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些弱点啊，就是说它可能局部的地形，像如果说有 terrain， 就是有地形比较陡峭的，比较陡峭 slope 这种的这个 terrain 的话，其实它就有阴影啊或什么之类的，它就可能就整片你拍到的影像就整片是黑的，或者说你整片可能就被遮蔽了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虽然卫星影像它可以一次取大面积，可是它其实它会有。就是说可能解析度最好，像现在目前比较好的卫星影像，可能就是0.5米，50公分、45公分、50公分左右。那可是它会有一些地形的遮蔽效应，或者说像灾后台风灾后的时候，有很多云在天空上面，你根本就拍到就一片云、一堆云这样子。可是无人机就比较没这个问题，无人机的话，它就是可以比较低空的飞行，然后拍比较好的解析度的影像。可是无人机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一次
上去，像我们现在市售的无人机，大概上去一次大概飞25分钟到30分钟，它一定要下来换电池。好，一定要下来换电池这样子，所以它其实一次能够测量的范围是比较小的。好，不过我是觉得啊，如果说是固定的场域、小面积的范围，或是固定就是大概可能10几公顷、20公顷那种范围的时候，其实用无人机蛮划算的。好，然后大面积的国土的话，用卫星影像。卫星影像其实也不贵哦。卫星影像的话，如果是像学术使用的话，我们的卫星影像如果是像福卫等级的。好，福卫2号或5号等级的这种的学术使用的话，每平方公里的售价大概也是十几块、20块左右这样子。哦，所以大面积的其实用卫星影像蛮划算的。我们那个另外一位薛老师。老师，谢谢啊，这个老师是最好的这个旅行的伙伴。上次跟老师去意大利，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老师，我想请问，就是无人机这个部分，因为我是有带学生去做一些专案，然后有的地方它法规的问题，它没有办法飞，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跟朱老师这边有计划要去原民部落哈，或者说9份23，就是它如果是法规上无人机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在那个情况下，就是哪怕是无人机很便宜，它就不能用嘛？我们有什么替代的方式？可以用一些比较简易的方式，让当地人他也可以去学这样的技术。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带一个 project 进去，不是只有执行 project 人知道，大家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那我现在就说，无人机它的法规这个问题，如果是有法规限制，要怎么样去克服？可以让更多的比如说原民部落或是乡镇，它可以使用这样的技术来了解他们当地有哪些宝贵这些减碳的资源。好，谢谢。好，谢谢薛老师哈。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如果各位只要在 Google 打无人机，然后打禁航区，然后无人机空一个禁航区关键字，其实就会其实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很明确的规范，说哪边可以飞，哪边不能飞。好，那它会有所谓的就是红区啊，真的是不能飞。还有另外一种叫限高，像逢甲附近的话，就是限高，就是飞就是最高就是飞60公尺。限高这样子，因为它跟它侦测的范围其实可能会有关联这样子那不过台湾的话，禁航区多半都是在城市啦，主要的像台中，然后台北，然后还有一些像新竹，它有这种军用机场之类的，或是只要有军用设施的，通常就可能会划入红区这样子。可是山区其实还 OK 哦，山区其实飞起来还蛮 free 的。山区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山区的山会有阻隔嘛。无线电讯号有时候会断掉，无人机无线电讯号有时候会飞就断掉，断掉的时候无人机就失联了。然后曾经我们有无人机掉下来，掉下来就不掉到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无人机有点贵，所以研究室的就是好几年，大概连续2年，那个郊游啊，员工旅游都去那边，美其名是去爬山，实是去找飞机，后来没找到，这样子，就是要注意那无线电讯号的问题，这样子。我曾经去那个泰国飞无人机啊，然后跟那个另外一个老师去，然后那个无人机会撞到树，不知道那个树那么高，而且它设定自动嘛，它没有侦测，可能没有侦测好，就是其实它有一些侦测防撞啊，但是它如果没有侦测好，也不知道那个树那么高就撞上去了。我们派一个当地人爬上去把它捡回来，就卡在那，还好能够捡回来，不然也很贵啊。我们是飞有点中型了，大概是这样。好，谢谢那个庄老师，因为我们其实跟庄老师有很多的合作，尤其像台艺计划也是他在主导啊哈。这跟那个意大利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我们有一些这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在合作。那我们到那个泰国，我们最近我和那个庄老师也有很多的计划在泰国，那个像很多学生，我们大概也会去走一遭啊，把整个泰国走一圈哈，带他去见一些见一些人，我把泰国每一个地方绕一圈。好，我们有个10 minutes break 哈，就是10分钟休息，我们喝个咖啡休息一下，我们等下再回来，还有4个场次，但是4个场次 actually 只有1.5 hour，OK？So we can come back after 10 minutes break. Okay, thank you.
产业的先进，还有这个我们 member 的这个成员，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学生哈，我们能够撑到最后 the last section，OK，the last section，yeah，we have 4 speakers， 我们有4个 speaker。Q1 is Professor Liu, and then another one is Professor Wu. Yeah, but later Mick will introduce. And then the Q3 is Professor Sayu from Meizhou University. Yeah. You are the number 3. Okay. Yeah, I'm the last one. Okay, so I will back up for you. Okay, so don't worry. Yeah. How many times you need? Just give to you, OK？ 好，所以我们还有这个4个 session， 但是我们时间一样哈，我们希望能够在5点前结束。好，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是来欢迎我们下午第1场的 speaker， 是我们逢甲大学哈这个年轻有为的这个刘博生刘教授啊，他是做建筑系的，建筑系里面的是相关的一些建筑的相关的一些研究。那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我们那个刘教授？ Hello. Okay, so 我今天会尽量中英文混杂，混在一起来讲解今天的演讲内容。I will try to speak in English as well as in Chinese too. So 我是毛巾刀设计公司的创始者。I'm a founder of Mojindo Design Company. Also, this is also a research company too. So 牢靠性，什么是牢靠性？对我来讲，牢靠性在建筑里面可以透过设计，也可以透过材料来去达到我们所讲到的建筑的牢靠性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在设计里面，因为是建筑系，我们常常会提到就是美感，美感就会跟文化有关系。那对我来讲，在牢靠性这个词里面，主动性是很重要的。在设计必须要包含主动这个部分。那主动这个意思是什么？它是要去主动去预测，应该说主动去预防，在设计的时候就要去预防不一样的external disturbance， 就是外力来下去做影响的这个部分。那材料当然就是在强调就是 local 的材料，然后跟natural resources 的材料。So I'm just going to quickly go through for me, the definition of resiliency in architecture is about design and material. The design needs to incorporate proactively to adapt to the external disturbances such as earthquake and etc. So 我的背景为什么会从这边出发的原因，其实是跟着很多国家的研究，尤其是欧盟那边研究开始的。其实我们全球的人口其实还是逐渐的慢慢的在增加。当然，台湾人口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其实是往东南亚，东南亚的市场其实还是慢慢在增加的。马来西亚，我拿马来西亚来当做一个例子，马来西亚的土地大概是台湾的5倍以上啊。但是他们人口却是台湾2300万人左右的人口，所以他们的密度其实是蛮宽的。但是马来西亚有一个目标，就是接下来的20年他们会冲到3000万到3500万人，所以他们人口是快速的、慢慢的应该说不是慢慢的，而是快速的在成长。那在快速的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建筑还是依照正常的下去做建盖的话，为了要负担这些50万人多出来的这些人口，我们会必须要做出500万户的这个住宅，500万户。那500万户它的量会是多少？我等一下讲。So the background of my research, this is a very general background, is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and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capacity of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we need about 50 million housing to facilitate them. So to do a very quick calculation， 就是简单的去计算，我们大概需要多少未来这几年我们需要盖多少的建筑。So how many buildings we need to build in the future?
about 13,000 Taipei 101，13000个台北101，未来是我们必须要去盖的。当然不是盖在台湾，而是盖在其他的国家。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 ？Why does it matter? Architecture itself, generally speaking, takes about a quarter of the global CO2 emissions. So 建筑本身就是我们就是涵盖全球大概1/4的二氧化碳的碳排放。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继续依照像我刚刚上一页讲的，我们未来要盖13000个台北101，我们的碳排放就是会这么多。所以减碳从哪里开始？我的认知是减碳从材料开始。So because we need in the future we'll be building a lot more housings, like I say, about 50 million. Carbon reduction through material makes the most sense in my opinion. 在材料里面，最容易减碳的，其实是水泥这个部分。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水泥这个地方开始。The easiest part to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in fact, is actually will be concrete. 水泥的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开采。那开采的过程其实对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有伤害的。那有些国家其实还甚至开始缺少了沙子。那你可能会说沙子。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我们基本上水泥的材料没有什么东西缺少的，但是其他国家的确有缺沙的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会说，沙漠的沙那么多，为什么没办法拿沙漠的沙来用？我们先假设沙漠的沙的确可以运到其他地方，原因是因为沙漠的沙，在经过风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形状已经变成是圆形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沙最好会是多角形，会是以结构上面来讲会是比较好的。The reason why we cannot use the desert sand is because the sand shape is rounded. It's not a dynamic shapes. So how do we build our future? For me, is to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from the present. So from the past, so normally I will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how do I learn from the past, but I'm just going to quickly talk about it. 所以我通常会花5-6分钟去讲解要怎么从过去学，但是我这边因为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就简单的带过去。其实我们过去盖房子的方式，如果我们看这些古迹，他们基本上都是跟着力学在走，建筑力学在走。那力学在走，可以透过拱形，可以通过不一样的形状来下去分担它里面所有的应力。那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在探讨建筑的形态以及建筑的材料怎么用在现代建筑里面。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像这间建筑的天花板都是平的嘛，那我们的梁也相对都是平的，也就是说，你梁越长，你中间它的张力发生的地方就会越大。那其实它对这个东西对应力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想象，我们把现在的这个梁变成一个拱形，那相对来讲所有的压力相对来讲它就会变得比较偏compression， 就是100%的压力。那这样子其实对应力来讲是比较符合的。So, how do you learn from the past? So, we look for the architectural geometry. For example, like the vault geometry that is reflect based on the stress line within either the roof or the floor. So my research basically utilizing the architectural geometry as well as a new material, try to combine those two together in an innovative way. 所以我这边第一个我会先介绍的是这个碱基发的这个材料。那碱基发是什么意思呢？碱基发其实它就是一个类水泥的材料。水泥我们是拿水泥粉，对不对？主要是拿水泥粉，然
然后加水，然后导致它水凝作用来下去达到这个硬化。那碱基发它是拿碱液跟activator 材料，就是可以被主动性材料，然后来下去做结合，才去达到它的硬化。所以它的硬化过程其实不太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碱基发的逻辑。那碱基发的时候有没有生活上常常会看到碱基发？其实有的。像我们在看这个高强度水泥，比如说桥或者是高速公路那些高强度水泥上面，其实它的反应过程的确有包含碱基发的部分。但是我们把它看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把它看成就是水泥这样子而已。但是其实它的确有局部分会有含这个碱基发的这个逻辑在里面。那我这边的研究只是把水泥100%移掉，就只靠碱基发去固化。所以我们sorry, I think I forgot to say in English. So the way how I creating the samples that you see right here, this is alkali activated material that acts just like concrete. It's as hard as concrete, but it's better than concrete because it also has biochar in it. So it actually locks within this sample has about 20% biochar in there. So if this sample is about 200 grams, that will give me about 40 grams of biochar. So in that way, you actually lock about 80 grams of carbon in this particular cube. So 现在这一个方形，它大概是200克，200克里面的20%是生物碳，生物碳换算成二氧化碳大概是1:2，大概因为每个东西都还要测，每一种生物碳都还要去看，但是大概是1:2，所以在这个200克里面，它已经锁了80克的二氧化碳在这个里面。OK， 那它的硬度就跟水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边的生物碳比较特别一点点，我们用的并不是并不是一般直接烧出来的生物碳，我们用的是加工过后的生物碳。为什么会是加工过后的生物碳的原因，是因为厂商那边他们把生物碳里面的硒把它给取出来了。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know how， 所以他们把硒取出来了。那我们这边的生物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边的生物碳。我们用的是稻壳碳，稻壳碳里面大概70%到90%是硒，所以它把那个硒全都取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边硒的含量其实非常低的，因为大部分呢都已经被取出来了。那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你可以把东西取出来，那就代表你也可以把东西放进去，逻辑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展开我对生物碳的研究跟探讨。So this is a biochar from rice husk. In the conventional rice husk, the silica contains about 70% of it, 70 to 90% depending on the rice. But you can see in this example, the rice husk is only about 8, right? So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reason why it's about 8%, it's about 8.5%, is because the company I got the biochar from, they extract the silica from the biochar for their own purpose. So this is a byproduct, the waste product that they don't want. Because that, so I'm using their biochar, and because they extract the silica from the biochar, it inspired me to think about if they can extract something out, that means I can put something in. So that's really where I start my research journey.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般水泥如果要直接混这个生物碳的话，它就直接拿水泥，可能会加高炉石、飞灰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会加一些additive。就是添加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沙嘛跟石子，那它水泥它就直接生物碳它就只会加进去在这个里面，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会是各位如果未来真的想要用生物炭在你们的材料里面都会遇到的问题。生物炭本身它是neutral material， 它是 inactive material， 它跟什么东西都不会做反应。所以你加进去水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它跟这些都不做反应，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烂的填充材，很烂的填充材。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们去网络上面爬学术的文章，有些加到大概10% 左右，它的抗压性就会是原本的一半。那我这边这个水泥的 sample， 我们已经加超过20% 了，它还是可以硬的跟一般水泥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制作方法。那我们怎么制作嘞？应该说我会讲一下我们制作的逻辑。So regularly, if you add biochar directly into the conventional cement or concrete mixing process, you can add up to about 10%, and around that your compression data or compression result will reduce about half. So the maximum is about 8 to 10%. That's the maximum you can add. But the one that you see here, this is 20% and more. So we add more than 20% of biochar in here. Like I said earlier. So the reason why we can add that much is because we're using the activate material method or AAM method. 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碱基发的这个方式。那碱基发的这个方式，它的碱液是就是从这两个地方来，氢氧化钠跟细酸钠为我们碱液的主要激发剂这样子。那它激发的剂基本上你会发现上一页跟这一页唯一对调的、唯一被取代的，其实就是碱液的这个部分，其他的成分都没有被取代掉。所以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就告诉我们，现在的厂商，现在台湾的水泥，如果它需要更换变成激发剂，就是变成碱激发的水泥厂，它只需要去换这个东西就好，它只需要去换它原本储存那个水泥粉的那个槽，更换到变成是液态槽，它就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东西了。OK？ Oops, sorry. So what we did was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把液态跟生物炭把它混在一起。那我们把它混在一起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让这个碱液的这个部分，让它进去到我们刚刚看到的生物炭里面的那些洞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东西拿得出来，就代表你有可能就可以把东西塞得回去。所以我们塞回去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塞的用意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原本它跟什么东西都不粘在一起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变成是我们的结构成分之一。So what we did was we moved the active alkali materials that you see in here, alkali solutions that you see in here. We move it to combine with biochar. Because we put additional stuff into the biochar's pores to allow this biochar to interact with the fly ash and with slag and with other additives. So that's how we achieve the mixture. So 当然，我们这个东西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sample， 只要加超过高量的这个 biochar， 基本上只要是水泥原本的本身，它的 megapascal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大概这边可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的 megapascal 换算就是如果拿一般水泥来讲，一般水泥你会希望这边这个0.34，你一般水泥会看到的是34，而不是0.34。所以你加超过30% 的 biochar， 基本上你已经没有水泥的这个硬度了。OK。 So this is a regular cement mix that with 30% biochar in there. But so regular cement mixture, the compression test, the data will come out is about 34 megapascal. But you can see in here because this is
we add 30% biochar in there, so it reduces about 10x of the material strength. But 但是我们的sample 加了30% 的 biochar, depending on 看是你的这个混的东西的配比，我们可以从一般水泥的硬度达到中强度水泥硬度跟超级强度水泥的硬度，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看你们的需求，看客户的需求。Sorry. So but this is the sample that we have in here with different mixture. I didn't really put the proper mixture in here, but with our mixture, we can mix different ratio, or we can achieve in different compression strength through our mixture ratio.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这个楼板。那我们现在在测试的这个楼板，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结构技师在计算建筑的时候，楼板是不会被算进去的。楼板就只是支撑它上面的东西，然后所有的引力都会被带到梁跟柱上，所以楼板的部分是不会被计算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我们想要做预铸楼板。那预铸楼板第一个我们的设计是可以透过这个一样像我讲的拱形结构，所以你会看到这边这个楼板的本身有一点点拱形。拱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楼板原本从半张力半压力的楼板变成多压力少剪力的楼板，少张力的楼板。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pattern， 这个纹理它是加强用的。它加强什么？它因为楼板本身我们站在哪里，它的张力也会移动到哪里。所以这些其实它是加强我们人站在上面所做使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先做出来的1:2的这个 sample， 就是最近我们才发出来的。Oh, sorry. So this is the 1:2 scale of 8 meters by 8 meters of floor that we designed, that we tested out. What initial intent is to create a precast floor slab that act like a compression floor. So it's really different than the conventional floor, which is completely flat, that you will create tensions on the inside. But this one will only create compressions as well. This is another floor. 这个是另外一个楼板的想法。那我们是透过砖型来下去制作楼板，所以刚刚看到的是水泥。我们也可以透过压砖机的方式去达到这个不一样形体的这个砖型，一样这个砖里面也大概就是含了20% 的生物炭。So this is the example for the compressed floor by using brick. So it's using interlocking brick. So the more pressure that you stand on top of it, the more stiff this floor will be. But because we're in Taiwan, we have a lot of earthquakes. So what we did to reinforce it is we do a post tension on it, so it'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n't move during the earthquake. Okay. 我们在这边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地点是在台湾，所以我们这边还加了这个后张力的这个结构来下去把整体把它锁起来。但是其实它的应用不只是限制在楼板上面，它其实也可以应用在铺面，甚至是任何的应用，其实都可以使用。在未来我们会建造一个这个暑假我们会建造一个游乐设施。那这个游乐设施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溜滑梯给小孩玩。那我们用的就是像刚刚讲的拱形结构，加上砖的这个材料，然后因为砖的材料的硬度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合理的形体设计，去达到100%的抗压，即使在地震下，它还是会基本上达到100%的抗压。
the example that you see here, this is compressed vault structures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build over the summer. 所以这个各位就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这个 compress 这个形体，它的创造的方法其实蛮不容易的。这个一部分是各位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即使都是一个拱形结构，对不对？但是这一个的拱形上面这边它是凸起来的，这个拱形上面这边它是不是凸起来的？但是它的找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计算上面我们必须要很注意的问题。Both of these are form finder structures, but you can see the ones on the left here, the top here does not have the peak as this one.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tensions acting on here versus this one right here. So what our design is try to avoid to create tensions in the form itself.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施工图，跟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一些部分这样子。这个是从上面往下看的部分。OK， 接下来这个我会快速的带过。我们实验室也在尝试其他的不一样的材料，不只是只有固碳而已。不只是只有水泥固碳而已。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灌浆的时候。尤其在台湾灌浆都是用木板再去灌浆嘛，那台湾的那个木板灌浆大概可以最多大概就沿用大概20次，它的木板大概就要丢掉了，或者是就要更新这样子。那大家也都知道，已经混过水泥的木板基本上是不可能回收的，基本上他们回收率真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是有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材料，然后去夹在木板跟水泥中间，所以这个材料它是一个缓冲材，它是一个 sacrificial， 它是可以被牺牲的。那我们想要做的这个材料，它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所以你用完了之后，你交给我们，我们就把它回收再利用这样子。那我们做这个材料，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So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create a materials that is sacrificial. Is sacrificial between the formwork and the concrete itself. So that way the formwork can be repeatedly used. Because right now the concrete formwork, you can probably use up to 20 times and you have to toss it away. So normally there will be a sacrificial layers in the formwork. So this is the sacrificial formwork that we propose. It's dredge material based. 那这个就是我们各位看到混过的，这是我们的 dredge material， 就是淤泥的部分。然后我们混过我们这个特殊的这个材料。那它也看到特殊材料，它基本上就是把淤泥整个都把它包起来。然后所以主要是以这一个材料来下去做最大的粘性。那也是因为这个材料的原因，我们可以意外的发现其实它可以在水中做裂印。所以我们也是全世界实验室，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可以在水中裂印的实验室，水中裂印的 research. We are not probably. We are the world first 3D printed building material in water. This is water. This is not gel. This is just plain water. 因为这个材料的关系。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列印出来的模具，然后灌出来的水泥就是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还在 prototype 的过程中，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还不够，我们认为在水中裂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的东西虽然说它在裂印的过程中它会硬化，然后它就可以马上就是成型嘛，对不对？但是它还是会掉落在这个水池里面，就是它还是会掉落下去。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密度。就是密度。你的 mass 跟你的 volume 就会变成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如果我们在裂印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上面裂印下来，开始贴入空气进去，我们其实是可以减少它的密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未来我们在裂印的时候，我们可以密度是可以跟水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水中裂印的时候，它会浮在水中，所以
应该说地心引力就不会是我们的敌人了，它就会是我们它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密度跟水会是一样的。So our next step of the research is to change the density of the material by adding air dur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So by doing so, you can actually meet the same density as water. So the printed material can actually flow in water. So this is our research lab. Mostly, our research lab is focusing on carbon building, carbon storage material, foam finding structures, as well as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So, 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报告，谢谢各位。谢谢李欧教授。那现场有没有问题？好，有2位来，我们先请那个戴建筑师。李老师你好哈，那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为了要在这个模板上面分离掉，你用那个液态，那碳你刚刚讲说碳跟材料不会结合嘛？那是不是可以用碳铅一个墨就好了？这样子，就是说你刚刚讲的意思，我不晓得是不是会错意，就是说模板要重复使20次嘛，只要更多的时候，那它就不会变成废料，不会产生一些废料。那我刚刚听你讲，好像是说你需要在表面上，是不是有一些流质的东西？是不是我听出来还是怎样？我们提出来的，应该说我懂你想要讲的点。也许我先把我的东西讲清楚。那我们做的这个材料，它会夹在木板的里面嘛，那就是灌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灌进去。然后这个材料，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就像我讲的，它用完你就只要把它还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回收，然后就可以重新再做列印一次。其实它不一定要在水中列印，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正方形的板，然后就可以直接也可以给各位拿去灌浆。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我还是在学校嘛，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学术上面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才会往列印这边走。但其实材料本身它可以就是一般正常的那个厚度。跟大小这样子。那回答您刚刚讲的，因为现在灌模的方式，基本上他们就是在木板上面直接上机油，所以脱模的时候对，是用磨，对，油。对，所以那这样子的这个方式有没有错？有，就是你基本上已经对那个污染到那个模板了，也就是说那个模板之后要回收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因为你被 sacrifice 的是这个东西，被污染的是这个东西，但是它跟水泥也不会去做反应，所以它也不会有所谓的水泥去污染它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只是纯粹有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重新使用这个模具跟模板这样子。好，对，所以回答您大概是这样。那如果第二个问题，那回答您不好意思，刚刚您说那我们是不是直接把碳放上去到那个上面？可以也不可以。因为要看因为碳本身东西不太跟其他东西粘在一起，对，所以你要去思考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把碳抹在那个上面。如果你只是拿水，那不够，因为碳它会缩，所以它一定会崩裂。所以你就要去思考，那它到底要加什么东西才可以直接抹在木板上面？所以我们目标其实也没有想要往那边走，因为碳这个材料很复杂，真的老实说，而且我们还没有去探讨到不一样的植物烧出来的生物碳，它的特性又都会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生物碳都是来自于稻壳碳，所以我们比较单一。但是未来我们会希望透过吴教授这边，我们会希望多采集不一样的生物碳，更了解生物碳在建筑里面材料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不只是美观了，当然。其实也很美，因为持久性。我问一个说，因为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申请说内政部以前现在变成国发署了哈，就说新工法新材料有去申请这个吗？目前还没有，对。好，谢谢。刘老师请教一下哈，我去年有去东京参观那个永续展哈，新湾展。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厂家叫做细化成哈，它是用那个
以往回收的黑色的哈，做3D 列印呐哈。那像以往回收的材料尼龙的嘛哈 ，PA 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贵学校有没有那个3D 列印可以把它做一个造型哈，做在建材上？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博士有提到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稻壳炭嘛哈。那原则上我们家很多了哈，我是做在纤维上因为里面它没有萃取那个斯利卡，细没有拿出来，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跟水泥混在一起来用在建材上？好，谢谢。谢谢。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理论上如果可以把尼龙它变成粒料，那就有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列印出来。但是如果它是长线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办法，因为这个是技术上面可能就要我们还要再另外再突破这样。所以如果把它变成粒料，我们就比较能够做出来。那是。去交流一下，对，去交流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里面没有把细取出来，会不会比较好？如果在水泥里面，我会觉得完全不会有差。在水泥里面，如果是混在水泥里面，它是完全不会有不会对水泥比较好，也不会对水泥比较坏，因为水泥跟细本身没有太大的作用，水泥要的是钙。那在我们 AAM 的这个逻辑里面，我们会需要细，我们也会需要铝。那在这个逻辑里面，理论上它会比较好的，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那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混它的简易，去把它的细在反应的过程中把它能够拖出来一点点，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去把它跟其他周遭的食材把它给结晶在一起。我们最高加到34%，但是现在这一颗大概是20%左右，对。好，非常的这个有趣啊哈。那刘老师有空哈，这可能跟厂商我们再合作一下，因为这个如果能够把碳锁在建材里面，哇，那个去处大概是无可限量了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处都是水泥，大概是这样。好 ，OK， 非常谢谢刘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还有3个场哈，那我们可能要 go fast 哈，那个可能大概10分钟左右啊，就我们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台大吴教授团队了哈，因为今天吴教授他临时跟我讲说他这个生病了哈，一直没办法好这样子就派他的大弟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来，我们请那个Hello. Thank you for invite my professor, but my professor have some coughing issue, so he cannot come today. So I will help him to introduce my lab. And actually, my lab is doing the synthesis of the green material. And I just got emergent call last Thursday, so maybe 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 so I will combine it for next. Okay, so actually the fundamental of my lab, actually we are doing the synthetic biology and with the biomaterial and the biofabrication. So we can design the genes and then we can use this gene for the biomaterial fermentations and then we can fabricate. Okay. So actually, my professor he is focused on doing the spider silk productions. So as we know, the spider silk have 7 different kind of silk. So and then we know that the silk have many different kind of ability, like slow degradations, mechanical property is really good, and then it's no toxicity. So we know that the Kevlar fibers are really strong fiber. So, but the spider silk fiber is 5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Kevlar fiber.
So this is why the spider silk is so unique. So we know that the spider silk have the unique mechanical property. So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can use the spider silk. So we can use like the drug delivery, and then also like the wound healings, and also in like the life science tools. Okay. So usually the spider cell contains like one N-terminal domain with the repeated unit and one C-terminal domain. So this method is easy to purify the spider silk. Okay. And in our lab, we already found like we have like 7 different. This is spider silk in our library. So in our lab, we can do this spider silk. 就是我们实验室已经有这些从大自然中获得的蜘蛛丝。好。Oh, okay, sure. Okay. So in our lab, we have the set different kind of spider silk. So this spider silk that we can do in our lab. Okay. And because we want to use different kind of spider silk, and then we want to create a new spider silk. So in our lab, we also create the AI tool. And this AI tool can decide the unique spider silk. So we can input some mechanical property, then can output the sequence. So this sequence can use for like this one, 9991 is for the bulletproof vest. So so we also have this technology in our lab. So how to produce the spider silk? So here is the way we produce spider silk. We got a gene from the spider, and then we insert the gene in the E. coli, and then we can go through the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After purification, that we can get the spider silk powder. And after we got the spider silk powder, then we can use the spinning process. Also, this is already built in our lab. So we have the micro spinnings, and then we can use the 这个是微流道系统 and then to microfluid, yeah. To also in our lab, we also can do this. Okay. And we also can use the electro spinning way to produce the spider silk protein, silk. Oh, so this is the video that you can see. And then this is the final product. And after our spinning, so actually our mechanical property, our toughness is 5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Kevlar fiber. So it's really strong fiber. So after we know that how to produce the spider silk, so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use the way to capture the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spider silk product. So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design and then use the renewable carbon source to fermentate the spider silk, and then after that we can spinning it. So especially spider silk has really high content of the carbon. So this is why spider silk is a very good carbon sequester material. Okay. And so actually we really use the high organic waste water as a carbon source and then fermented it. So then we can get the recombinant spider silk, and then we can see our recombinant spider silk is high purity. And then
so we compare all the other studies. So we know that our spider silk production yield actually is the first in the world. And then we also do some waste heat recovery systems. So this is the waste heat recovery systems. So we fabricate with the carbon nanotube. So we also got really good the heat recovery efficiency. And we also use the spider silk for the substrate to do the bacteria. And then the bacteria efficiency also, we got really good positive efficiency. So we do some compositing material. So if we see here, if we only use PEO to fabricate the film, then the strength is really bad. But if we composite it with the spider silk, so it shows like the highly strength. So it shows that if we can composite spider silk with the other material, maybe you will get a better performance. And this is the other things that we can do in our lab is we can produce the some enzyme, and this enzyme can digest the lignocellulose. So with some pretreatment process, and then we can put in our recombinant spider silk protein production system, so we can get a carbon sequester material. So this is our enzymes functional assay. So actually we can really to produce the eco-friendly enzyme for the pretreatment. And here, lik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he spider cell company in the world, but actually we got the highest spider cell protein production yield. But why Taiwan, we don't have the company in Taiwan? So our goal is to connect the company with the local company. Then we can have our spider cell company in Taiwan. So this is our team,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ank you for the mix introduce the lab from the NTU, right? So any questions? Yeah, I think, where's Professor Wang? Oh, yes, maybe you ask one question. Oh, this one. Maybe you can invest for the new company in Taiwan, right? Yeah, Mick, yeah, 沈敏言。沈敏言，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哈，这个不管是人工的或者是这个天然的，它一定有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只要是 polymer， 一定是有分子量。不管是你 engineering 你再怎么样 design， 它不可能分子量是单一的，绝对不可能。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老师你好，因为我们实验室是做那个合成生物学，所以假设我们把这个基因我们会用质体的方式放进 E. coli 里面，所以在 E. coli 里面，它只会做单一均质化的。可是我跟你讲问题哦，你如果分子量分布等于1哈，你无法加工啊。那问题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加工方式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N-terminal domain 跟 C-terminal domain 跟 repeated unit， 所以说这个 N-terminal domain 跟C-terminal domain 跟 C-terminal domain 两个会有一些 interaction， 所以这样子的 interaction 其实是可以让它就是我们来仿施这些我们是根据这个 mechanism 来做仿施。Double check 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太我是从高分子加工的这个原理上去，就是它有一个最适化的过程啊。那这个我知道，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专门做纤维加工的老师有参与这个他们的实验。那这个重点是我们刚刚我理解。对，好，我们好好的想。Yeah. This is also very important. But Mick also tried to use the bio waste into this kind of the spider seals. Yeah. So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o another technology. Yeah. Any question? Like Professor Cindy Jian? Yeah, I think so. Yeah, maybe you have a question, right? Okay. Okay, so very wonderful research. I just wondering, because I guess there's a lot of the type of the spider, right? Yeah. So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if you're using different spider gene and to generate a different like sync? Yeah. So the big spider and the small spider, different or not? And you also can create different type of the spider sync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it's curious. Yeah. Thank you. Actually, like different spider, they have spider cell because they want to use a spider cell as a specific function. So each spider have different kind of spider cell. But right now we use is the Naphila philippi, this strength, this kind spider, and it has really strong fiber. So this is why we create the AI tool, because we want to create the unique mechanical property for the user. So the user can use the unique function for its application. So we input all the spider cell sequence in the AI, the UI. So we can like arrange, we can set up what we want to get, then it will output the sequence. So we can clone in a bacteria, then we can get our spider cell. Yeah. So this is our idea. Yes. Yeah, actually, Mick is my master student, but right now moved to, NTU. So maybe later on, we can ask him come back to support us,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for Mick for the introduction for your lab technology. And then we move to the third speaker, okay, from Meizhou University. This is also very bi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Thailand. Yeah, we have one of the distinguished speakers, Professor Sai Yu. Yeah, Sai Yu, okay. The floor is yours. Thank you for Professor Xu, and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gain, I'm Assistant Professor Dr. Japaniransin, or you can call me Ajahn Sai Yu. Sawadee ka. I'm from Thailand Major University, and thank you for honoring me to give a speech about the waste to energy success case in Thailand, both of industrial and community part. This is my experience, research, and my collab with about entrepreneur in Thailand, and to build about the trainer in community in northern Thailand. Yes, and I'm the program chair of the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Renewable Energy Engineering Major University, and we also exchange about the student in Fengjie University.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come to Taiwan. I was very impressed to know about the beautiful university here. Okay, for Thailand, for about th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ial that's growing up in most for about food waste. This is a major problem in Thailand now. Number one of the type of the waste is the food waste, from the kitchen waste, from the restaurant. Then biogas is coming answer. It's a technolog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hy? If someone in the room come from other field, I use a few minutes to explain. Biogas is the technology that converts about waste to energy. We are about the chemical reaction, like that you put the food in your body, digest, and then put about the energy. So the consist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iogas is a major component is methane. This is around 50 to 70%. This is a major component that give about heating value. And then we can use about biogas instead of electricity, instead of LPG, or fuel in the industrial part. So when we discuss on about the chemical reaction,
we have 3 states or 4 states in biogas production. First, the substrate that put into the biochemical reaction in the biogas production, there's carbohydrate or protein or lipid. This is the component of the waste from the industrial and in about the food waste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n the hydrolysis is the first process that gives about a small molecule of carbohydrate that we call monosaccharide or glucose, and protein give about amino acid and lipid, this long chain fatty acid, and then convert into the powder substrate to convert to methanogenesis into the last process that we call acetic acid, CH3TOOH. And then we get about the methane with about the methanogenesis in the last process. Maybe that sometimes we can get about the acetic acid. Life is not perfect. So we have repeat about the process again, and we can get 4 steps in biogas. So we can convert about the organic matter in the waste into the energy in the last process that we call biogas. And it consists of 3 that I have told you: methane,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ases, including about the hydrogen sulfide too. So for about biogas industrial scale, for my highlight experience work, focus on about the collab with about the Sunswee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in Chiang Mai and in Northern Thai. He is a major corn can processing in Thailand. They have wastewater and solid waste in the corn process. They provide the product into all the world, all the country in the world. So when they manage about the solid waste, they sell the solid waste from corn waste, corn cobs, corn husk, and corn seed to farmer. Each one day, they have 100 tons per day. They sell 300 baht Thailand per ton. They get the value from the waste, 300,000 baht. But the CEO of Sunswee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said and told me, Professor, no, I would like to get about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o manage about the solid waste per each day. So we try to do about experiment and do the research with about the solid fermentation, investigate and study about the potential of the corn cobs, corn husk, corn seed in the biogas system. Why? Because of almost in 90% in Thailand, 95% in Thailand, biogas also wet fermentation from wastewater from farm. For about the solid waste, it's difficult. It's too difficult to control. And when you ferment in dry fermentation, in the last, after you get about the energy from the system, you also get about the solid. So we investigate and study, and we get the percent methane of about biogas production from this system for 64%. It's too high from about the biogas fermentation from dye. And it leads to about the CSTR system in the Sunsweet company. This is around 7,000 cubic. In one day, we put about around 40 to 50 tons of corn waste into the system. We get around 10,000 cubes of biogas. And all of this we put into the generator to convert into the electricity. And we get around 18 to 20 megawatt per day. This is the prototype in Thailand. I think that 3 companies have dry fermentation in Thailand. And for others, entrepreneurs that we get about the problem to solve. There's a miso. Do you know miso? Miso is Japanese, one soup of Japanese. They always wash rice
bean and boiled bean wastewater. The major problem is boiled bean wastewater. The COD value is around 50 to 70 milligram per liter. So I'm sorry, 50,000 to 70,000 milligram per liter. This is a major problem. And then we try to investigate that. How about the potential of boiled bean water from the process? We create with about the BMP or biomethane potential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astewater, and then we create a modified cover lagoon. The sizing of this plant is 50 kilo. This is more. First, we worry that the gas can put about the HDPE because it's too thickness. But the potential of boiled bean is very good. We can get the gas every day. And this is the prototype of the miso. Because wastewater in Thailand is not the same. It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bstrate and the process of food processing of each company. And we said, wow, when we measure about the methane at the miso reactor plant, we get the methane percent 74%. This is very high, but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is very high too, this is hydrogen sulfide. And the last highlight success case that I would like to show in this conference is the biogas production from wastewater of tread pork processing. In Taiwan, pork is not favorite, right? Like about the chicken. So in Thailand, pork is favorite food for the people, and tread pork is a light of meat processing with about sweet tasty. And we get the wastewater, they cover with the grease around at 3 centimeters or 4 centimeters. We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this wastewater via about the biochemical methane potential. That I have told you, the wastewater is not the same. It depends on about the substrate and process. So we know about the potential of this wastewater. We get about the high percent of methane contents is around 64%. The highest is 68, sorry. Why we do this? Because this is lead to about I think that is a way to research about the growing of food processing industrial in the future, in the northern time. And for about the biogas reactor in community scale, for last 15 years, I start to create a project to provide a technology into the community. This is a small scale, right? For solve the problem, food waste in the community. I start with the 1 cubic, but for in this figure, we have 2 cubic.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food waste and kitchen waste in community, to reserve about noodle shop, restaurant, homestay, resort, hotel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school. We try to create about the reactor from polyethylene. This is a second-hand polyethylene. This about the take chemical to Thailand. We wash and then we create to put about the stir into the tank to stimulate about the chemical reaction. We start with about the cow manure mixed with the water, and we leave for 7 days, and then we put the food waste into the reactor. The cow manure will digest the food waste and give about the biogas. And we use about the water replacement to instead of the gas holder, and then pour it into the fire. Yes, this is our inoculum. We use cow manure. We can use dry
or fresh cow manure mixed with the water. It looks easy, but this from the research. We use the tim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inoculum. We use 3 years, and we currently is not die. For this inoculum is not die. Yes, when you always put about the water, the wastewater or the food waste into the reactor. And we leave the agent for 7 days for startup, and then we put about food waste into the tank, and we give about the biogas. This is one method to stimulate about the biogas chemical reaction with about the cleaning, like that you eat the food. If you always, your stomach is very good too. Same as the biogas production. So we always create about the reactor with about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nd I think I teach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I must teach the youth in the community too, the children in the school. The children know about the useful, the advantage of about the biogas technology. The parents know, they help together. So in our community, near university, near my university, I teach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nd then I ask for the fundamental to my university to give about the training into the people. The first year, I teach 12 villages for create prototype, how to teach. In the morning, 3 hours, I teach about the theory, about the story. And in the afternoon, I practice. If you know how to build the tank, you can correct in the future if some problem happen with about the using. And from this project, we get about the 30 communities, but we have COVID, right? Do you remember COVID? Yes, but I get fundamental already. So I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change the fundamental to record and to create the video via YouTube. In the morning, I teach you on site. For COVID situation, I teach you online. Look like a television program. You can learn via the live program at your home. And you come to practice only 1 or 2 hours. This is our chance from COVID situation. And we get about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Department of Military Energy for the soil. Around 76 provinces in Thailand to create about the reacto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food waste in the military unit in each province. But this is I use complex. This is not good, but it is an initial part that we start. Okay, and this is me in the past when I start to do the biogas. I start from the user, not builder. I use the biogas, and then I would like to get more biogas. I would like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system. This is a system for 20 units and give the biogas into the 2 buildings of the soil. Okay, and we get the chance to correct with about the community to create the appropriate menu or recipe that use about the proposed heating value with about biogas technology. Because of heating value of biogas is half of LPG. Yes, and for our prototype, it lead to the only one project in Thailand
for 3 years to get about the fundamental from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ailand, to get the fundamental, how to train trainer in the community. For me, not over 20 years, I will retire. I can't go to train everywhere in Thailand and in northern Thailand. So I think I should train the trainer in the community to help me to train about the biogas technology. How to? First, you train with about biogas technology, same as the last project. But when you see about the technology already, 1 month, you will teach to learn, you will learn about how to post in TikTok, how to post in Facebook, how to create the project via my project. So after project finish, you can be TikToker to post about the story of biogas, to show how to cook by biogas, how to build biogas. So we get about 100 trainers from this project for 3 years. And this is a fundamental from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Yes, this is the example of the project, the product of the project. This TikToker from the trainer. Who are the trainer? Merchant, housekeeper, everyone in community. Yes. And from the project, we get about the trainer who are farmer, who are the merchant, who are the man who sells about the noodle shop. He is 74 years old, but he can't be trainer of biogas. This is my ideology, to give the chance to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Yes, and we have the prototype from this project. We have the prototype of food waste management for homestay on highland with biogas technology, because we think that for about the restaurant and about the homestay, they always have a lot of food waste. Prototype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ailand to give the chance to others. This entrepreneur, he is architect, and he decides about the plant with a plastic bottle. So this is my experience works and my success case in Thailand. That I have told you, in COVID situation, we have the chance to get about YouTube with biogas easy. And this is one way to communicate about the story of biogas in Thailand. I'm so sorry that in Thai version. Yeah, this is my success case in Thailan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Dr. Sayu. Yes, so any question? Yeah, this is Professor Xie, Cindy Xie. Yeah. Oh, okay, that one. Thank you, Professor. Really, really amazing, because this is what I really hope to do in the future. I got a question about sustainability. So everything we do, we want it to be sustainable. It's really amazing that you gave a lot of children, okay, high school or community education, okay, workshop, and you even have some trainers. But how can you make sure that after the training, after all the practice in the workshop, they can be put everything in practice in a sustainable way in their households and in their community? For example, like in Germany, there is like a top-down system, okay? The government has the policy, so like everyone has to do it. So may we know more about the policy in your country so that it can be certain that everything is done in a sustainable w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rom our practice, from our training, the first step, we teach about the theory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we practice how to create or how to build about the reactor. And then we will teach how to correct about the problem. When we get the problem from using, and when we get about the biogas from the system in the first time, and then we follow about the using of the training. And we count about the project. We follow about the project. We count about the project that can get from the community that we train. Yes, and we have YouTube to help, always help how to create or how to correct about the problem when you use in the long term. But now this project, this around 8 to 9 years still to be prototype in the community, around 70%. 30% lost. This normally, I know. But we get about the prototype that can communicate with about the social. We are about the noodle shop. We are about the center of the village, the leader of the village. Yes. For in Thailand, we have Kok Nong Na model. This is a prototype in Thailand or country. They use this model to solve the problem. So that you ask that how about the sustainable? Surely this is a big problem. Biogas always happen the problem with about the management. Yes. So any other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No? Then thank you for Professor Sayu, for this very fantastic presentation. Then we move to the last, okay? The last, we have to welcome the ver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here. That Professor Chu will be the last presenter, okay? But for the last, we just only have 50 minutes, right? So for my presentation, I will go fast like a jet, okay? Because we have a banquet tonight, right? For the invited guest only, okay? So I'm Professor Chu. We start from the English. We have to end from the English, okay? So we go fast. Okay. It's okay, Dr. Hans?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I cannot speak German language, so cannot, sorry, Okay, then I will go to the topic, advanced two-stage anaerobic gas bioenergy technology. We start from English and with the biogas, and then we have to end in English also with biogas, okay? So let's solve the topic, okay? Then I think we have a very big global market in the biogas technology, like we can get a lot here, but this slide is made from my industry partner, Yong Taifeng, okay? So I have no time to collect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Yong Taifeng, okay? So you can see we will get a lot of the bioenergy in the last, like maybe this year and maybe later on to 2050, right? We can get around the 1.4 to 1.8 gigawatt in Taiwan. We prepare for this kind of the bioenergy in Taiwan. So I will talk about the technology in Phong Gia University, from the waste to bioenergy and to bioeconomy, from lab to commercial, from regional digest to applications. You can see that I already have some collaboration in Southeast country like the Indonesia. We have one of the pilot plant here, and then we also have one of the pilot plant in Khon Kaen University, Thailand. And in Phong Gia, we have this one, small hydrogen gas refueling stations. And then we have a small, real size bio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in one of the piggy farm located in central Taichung. And then this technology, like Professor Sayu already mentioned, we are from the complex polymer and until to the methane production. Go this pathway, we also can produce the hydrogen. So you can see if we can produce hydrogen here and the methane here, then we can increase the energy recovery. So
that's why in Phong Gia University we try to involve the hydrogen fermenter before the methane production. So we can use all kind of the food waste and also bio waste. And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is bacteria. So this bacteria have to as fat as possible like me, okay? Yeah, if the bacteria fat like me, then I will stay in the reactor. I will not overflow with the liquid, right? And then this is the project in Europe with the biohydrogen. A long time ago, 2006 to 2010, they have the big team in the EU, and they studied the biohydrogen under the OECD and then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hey have one of the big project there. And then next turn, they moved to the the high-tide projects. But I don't know, right now, this project, I think they merged with the fuel cell team. Yeah, the fuel cell research team. So why we studied this one? Because in Phong Gia University, we have some of the professors, they study for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think about maybe we can try to involve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is easily. We can make more like a paper and also the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then in the future we try to go to commercial like that. So we find the dark fermentation is the best way used to produce the hydrogen. Then in the lab we study the continuous system, and only with the two-stage, right? That's for the single stage produce the methane, then we change to the hydrogen and the methane together. So as you can see, we compare for the single stage for the hydrogen and the methane production. Then the two-stage system can get the higher energy gain. So I think this is the good idea. But some of the researcher and the professor in the world, they were asked why you produce the hydrogen, because maybe methane is better. Yeah, and if you produce hydrogen, you will reduce the methane production like that. So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like my friend in UK, Alan Gui, he studied the first time to the first stage and two stage produce hydrogen and methane and compare each other and find even we produce a little of the hydrogen, but for the second stage they can increase around 12% of the methane production. Oh, that's quite a good idea. Then we can merge the two-stage system with the hydrogen biogas production system. So for my friend studied this one. Alan Gui studied the grass here. And then how about other, or maybe co-digestion process, like swamp manure mixed with mice, with the waste rice flour, or olive pomace waste fruit vegetable. Then my friend in Italy, they studied this one and then get the highest energy gain around 8 to 43%. So normally, if we use the two-stage system, then can produce more energy. So in Phong Gia, we started from the 1998. My boss started this one, not me, okay? I'm not so old, yeah. So I'm starting from here. So yeah, for the scale up then here, then I involved into Phong Gia University for the continuous system and the high-rate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Then we get the highest hydrogen production, biohydrogen production rate in the paper. And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NSDC and also our university, you are there, right? So we have to donate more money to your team. So we designed this pilot plant with the hydrogen fermenter and also methane fermenter. This is a pilot. I think it's the only one. Right now we run for the two-stage system. And then we also involved the fuel cell car here. Yeah, 10 years ago, we ran this one in Phong Gia University. But actually, we can make this one real, but cannot go to the commercial. Yeah, still very expensive. So right now, we try to scale up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scale-up strategy. We have to study kinetics, thermodynamic, hydrodynamic modeling, design, and the final selection for the technology. There's from the engineering point of view, science point of view, and also commercial point of view. So for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we publish a lot of paper. And then this is like a kinetic study and a hydrodynamic study. And then we have some like a gas holder study. Then we move to the pilot.
So this is also set up in Phong Gia University. We have the hydrogen production, methane production, then fixation by the micro algae system. We can get pure hydrogen or methane. It depends the technology. So this is inside, hydrogen fermenter, methane fermenter. And then this is outside view for this is 50, right? Phong Gia University already 63, right? It means this is 13 years ago. We run this fuel cell car. This is fuel cell university. Oh, no, Phong Gia University, okay? This is Phong Gia University biohydrogen car. We use this one. And then 6 bottles of this kind of the hydrogen canister can run this car around 150 kilometers. Yeah, so it's quite good that we can demo this one, but until now, we still not go into the commercials. Yeah, because this system quite expensive still. So this is Professor Lee, right? Dr. Lee is a former president. Actually, at that moment, he is the vice president, not the president. Yeah, after he come to this ceremony, then become the president. Yeah, but right now already become the former president. Okay. And then we have the commercial system, okay,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Taiwan. This is hydrogen, this is the methane reactors. We also have some of the hydrodynamic modeling for the 600 cubic meter bioreactor design. So this design is made by the Alice, that's over there. And then we design this one for the process design starting from 0 to 1, okay? So this is a detailed design, and then we try to merge the hydrogen and the methane in the piggy farm. But this is still small, right? Compared to the Germany size, yeah, this is still toy, okay? Still toy, yeah. But we try to do this kind of the technology, yeah. So I think it's okay. This is the bird view. We see hydrogen and the methane, but this is from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city in pig farm. And then we use this kind of idea. We go to the Manado city in North Sulawesi, Indonesia, because I met this one, the vice governor, in the APEC meeting. Yeah, I think Dr. Wu also also joined this meeting in Wellington, in APEC EWG 54 meeting. Yeah, so we met then, and they faced a very big problem, in 2014. And then after that, the Steve invited us, me and Dr. Wu, and then we visit North Sulawesi. Then we try to involve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in this small village because they relocated the people to another small town, and then we try to give a small electricity and also the gas to the small village. So we selected this location in the slaughterhouse in the Manado city, so we can produce biogas, bioelectricity, and also biofertilizer. And we try to make this one become the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 park, and then we can impact to the community, like the Professor Sayu do that in the northern Thailand. And we make this one, and we not only produce a hydrogen gas, and we also have the biofertilizer. They use the fertilizer for the chili plantation. And then we use the solar panel to dry these chilies and become the powder. Because in Indonesia, if there's no chilies, they cannot eat food. So so the chili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y can get high price in the economies. Okay, then I visit Europe a lot, and then you can see this. Europe have high efficiency of biogas production system, like Professor Hans also talked about this one. Then maybe we can involve Professor Hans' technology also. So this one, you see, we make some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is my student, and many students, okay, visit the Dr. Hans University. So they can use the full-scale system to do the research, but we cannot do that because it's very expensive. Yeah, so maybe we can ask Dr. Hans send some the full-scale system in Phong Gia. We can try to set up this one, okay, set up by the Phong Gia University. And then I also asked the former president, said that maybe we can invite Dr. Hans as the lecturer in Phong Gia after retired. Okay, if you agreed, then please move to Taiwan for the lecture, okay? Then we also have som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n Italy. Yeah, this is my partner in Italy. He used to be small researcher, but right now become very big leaders in
in CNR, yeah, because he just under the Director General and under the President of the CNR right now. So he managed around 12,000 researchers in CNR. So we signed the MOU in Fengja. This is the President and our Chairman here, and Francisco is over here. And then we do some the papers also a lot, and we have the achievement, and then this is our industry partner design. If we do 2 megawatt of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it equals 40 megawatt of the photovoltaic solar panels. Also, it's quite good. Maybe we can design this on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So we also have some of the pump company can help, like GIS company can help for the dashboard. We make this one. So the last, so this we try to lighten up the light, create hope in the world.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Thank you. Any question for the student? You can see we catch the time 5 o'clock. Okay. Any question? Yeah. So. If no question, because tonight we have the banquet, right? And also back to the In Sky Hotel. And then we have to terminate the meeting. And then do we need to take photo from this side to the audience? 我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因为刚好5点哈，我们这边到时候那个学校会关门了，会放狗咬人啊，不是，我们学校会 close the door。好啊，我们等一下晚上如果会那个有留下来的哈，我们会在新想到2楼，哦6点，对我们是不是6点？我们是6点吧？哦6点半左右，6点到6点半集合了哈，啊6点半开桌，哦6点到6点半集合啊，6点半开桌。 那个有被邀请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的产学界的哈，我们联盟的成员一定要参加哈，我们的学界的老师也会参加，然后那个你们的车子如果是停在学校附近的，不用移了，或者你觉得你要移，你要开到新讲道的地下室有停车场，有停车场啊，如果觉得移车很麻烦的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走过去。 走过去到2楼，然后再回来取车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这个 distance just 10 minutes walk，OK， 10 minutes by walk。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谢谢各位。OK，I don't know. You can ask for the staff. I don't know this one have to return or not. OK， 好，谢谢各位。那我们等一下就往。 那边走了哈，对。